7月6号这一天，我和往常一样打开电脑开始准备录音。突然手机上的一条提示让我一时沉默。李玟，那位曾经的歌后因为抑郁症去世了。我虽然算不上是他的歌迷，但作为一位80后是肯定听过他的歌的。如果是因为其他疾病，也许不会让我感到惊诧。然而抑郁症这个词儿这些年经常出现在我们的身边，也引得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它。心理健康随着时代的进步越来越走进我们的认知领域。如果真的发展到抑郁症或者是别的什么心理疾病，恐怕也只有专业的医疗机构才能帮助人们走出困境。而在此之前，我觉得我们更应该注意到的是那些潜藏在我们生活中的情绪杀手。这些才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接触和感受到的。心理健康的前提应该是好的心态，而不幸的是，每个人又都有过被负面情绪影响的时候。如何认识到这些情绪的根源，如何从中解脱出来，才是每个人都应该学会的一项知识。下面的这段话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猫先生的情绪自救》这本书的作者所写的，那么就让它成为我们新专辑的开端吧。近些年，社交媒体上频繁出现的树洞文化，社会上各种各样的群体心理报告，数量不断增长的心理咨询师和心理咨询者，这些现象都表明，大众对自己的心理健康越来越重视。心理学在中国蓬勃发展，这是一种好的倾向。作为一名心理从业者，我倍感欣慰。然而欣慰之余，我又经常会被一些事情搞得非常尴尬。懂心理学的人肯定很厉害吧？他们一定能猜出我的想法吧？我得了抑郁症，想寻求心理专家的帮忙，能不能找个心理专家帮我解决一下躁郁症的问题？这样的语言，或者得于网络媒体，或者得于身边人的转述，我每每听到之后都是哭笑不得。不得不说，大众对心理学的印象还停留在几十年前，甚至是更早的阶段。严格的来说，心理学对于各种心理疾病有着严格的诊断标准。很多人是在网上看了几张帖子，就认为自己患有心理疾病了。心理专家确实能够帮助大众解决心理问题，但这种解决是建立在科学方法的现实运用的基础上的，绝对没有各种网络平台上所描述的那样神乎其神。那么心理专家能做什么呢？从实用的意义来讲啊，就是帮助大家应对各种各样还没有上升到疾病程度的心理问题，剖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提出指导性的意见，给予可供使用的心理工具。而这些问题之中最直观的，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的，莫过于情绪的问题。大多数心理问题的初始都是情绪问题，而情绪又是每个人每一天都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因此说，心理专家若教会大家解决情绪问题，就能够解决大多数人的心理问题。情绪也有正面和负面，对负面情绪的识别和管理是本书的重要内容。我们每个人都曾经遭受过负面情绪所带来的创伤，悲伤、压抑、愧疚、挫败、孤独，这些词汇我们并不陌生。然而他们在心理学的领域之中是如何被归类的？在他们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心理动机呢？当产生负面情绪以后，大多数人选择的都是独自隐气，独自愈合。然而包扎伤口容易，修复情绪却很困难。没有被修复的情绪又去了哪儿呢？它与我们日常的非正常行为又有着哪些关联呢？有的时候啊，我们被路怒症困扰，
有的时候我们为自己不敢去社交而烦恼，有的时候我们控制不住自己买、吃的欲望。在这些行为的背后，情绪到底起了怎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又是如何通过情绪自救的方法，让自己避免这些行为？明明是自己最亲近的人，我们却总是对他们发脾气；明明想让彼此快乐，却最终是两个人都不快乐；明明父母非常爱子女，却总是让子女那么痛苦。亲密关系中的种种问题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在它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情绪因素呢？在这本书中，我们会将心理学方法带入生活的片段，让大家不仅获得上述问题的答案，还能知道如何判断问题，并且获取解决问题的工具与方法。为了让大家更容易理解我所讲的内容，我们会将日常的情绪拟人化，用一个贯穿本书主线的人物猫先生来模拟我们日常的各种情绪状态，从而尽可能轻松地帮助大家观察情绪、识别情绪、接纳情绪，进而达到管理情绪的目的。有时你只是意识到了负面情绪的存在，就会让你的负面情绪得到释放。这听起来似乎很神奇，那么从这里开始，请大家跟着我一起拿起识别情绪的工具，去真切地体验这种神奇吧。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为您出品的《猫先生的情绪自救》，作者董如风，由青竹小兜为您分享。第一集，不想上班的星期一。星期一绝对不是猫先生的朋友，甚至可以说是猫先生的一生之敌。每到星期一，猫先生便要强迫自己把沉在谷底的情绪一点一点地拽上来，尽管他一点也不想这么做。星期一的太阳是灰蒙蒙的，星期一的鸟鸣是嘶哑的，星期一的地铁是无比拥挤的。猫先生挤在人群之中，看着周围一张张和他一样麻木的脸，人们机械性的上车下车，出现了空座都懒得去抢。星期一的老板格外的面目可憎，星期一的同事仿佛都是一群猪队友。星期一的工作既累又无聊。猫先生想喝上一杯咖啡强打精神，但星期一连咖啡喝起来都是寡淡无味的。但猫先生并不知道的是他其实呢是患上了星期一综合征，这是现代社会一种常见的心理问题，它源于人们对于生活中各种负面情绪的压抑。压抑的情绪在遇到星期一这个特殊的时间时，便发生了一次总的爆发，于是人们便被一种近乎于抑郁和易激惹的情绪状态笼罩了。英国的《每日邮报》就有过一篇关于星期一综合征的研究报道，上面说，从周日的下午4点开始，很多上班族就已经进入了焦虑的情绪状态，特别是在晚饭之后的一段时间，他们的情绪会跌至谷底，出现疲倦、抑郁的状态，甚至还会出现胸闷、头晕、恶心、浑身酸痛、消化不良这些健康问题。但说起来也神奇，只要一到星期一的傍晚或者晚上，这些问题就慢慢的消失了。因为这种现象只在星期一出现，所以心理学家便称其为星期一综合征。第二集，这说到底还是情绪的问题。那什么是情绪呢？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产生了星期一综合征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情绪是人们面对客观事物时产生心理变化的过程体验。有的时候，人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心理处于什么状态，但情绪先表达出来了。
此时情绪就代表着一种信息。当猫先生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他所最擅长的表达就是哭。因为只要他一哭，妈妈就会给他喂奶、换尿布或者哄他睡觉。对于小猫先生来说，情绪的表达哭就是一种表达需求的方式。不过随着猫先生慢慢的长大，他发现大部分的需求不用表达情绪也能够得到满足。比如他想要吃东西的时候，一句妈妈我饿了比哭上半天更有效果。所以猫先生慢慢就学会了用理性的表达来代替情绪的表达，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成长。小猫先生会因为妈妈不给他买玩具而哭闹，在大庭广众之下打滚耍赖。但是现在的猫先生不会因为老板不给他涨工资而在办公室里边大哭大闹，因为猫先生学会了压制情绪，选择和老板讲道理。但是压制住的情绪并没有消失不见，只要情绪的痛点没有被解决，它就会一直存在。它就像是暂时存放在了一个容器里，也就是我们的大脑之中。现在猫先生被安排和一个猪队友共同进行一个项目，这个猪队友的自私无能在公司那是出了名的。猫先生对于老板的安排非常不满，心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愤怒的情绪。但是他没有当场对老板发怒，因为他还要工作赚钱。在执行项目的时候，猫先生发现猪队友果然是人品很差，有功劳他一定会过来抢，有黑锅一定让别人背。而在项目结算时，这个猪队友所拿到的奖金居然比猫先生还要多，这让猫先生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愤怒的情绪。但是猫先生依然没有发火，因为他还要在这里继续的工作下去。类似的事情很多了，猫先生在情绪容器中所存放的负面情绪越来越多，多到快要溢出来了。而这个时候呢，一个特殊的日期星期一来临了，于是猫先生的负面情绪就溢了出来，星期一综合征也就这样产生了。那么猫先生的负面情绪为什么会选在星期一集中爆发呢？因为星期一刚好是一个人心态转变的临界点。在星期六和星期日，猫先生正处于休息的状态，此时他的心情是非常放松的，关注的点更多在生活和娱乐上面，情绪往往就是积极的。而到了星期一，猫先生要面对的是工作以及与工作相关的各种压力，情绪往往便是消极的。这种从轻松到紧张的过渡状态，本来就会让他产生负面情绪，还会放大他平时所积累的各种负面情绪。所以还没有到星期一呢，猫先生便开始沮丧和无力了。有人对猫先生说，每一天都是上帝所赐予你的礼物。但是猫先生真想问问上帝，星期一能不能退货呀？星期一当然不能退货，但是星期一综合征的问题却并非是没有解决办法的。心理学家告诉猫先生，解决星期一综合征有2个方法。第一，增加一些积极的情绪；第二，释放一些消极情绪。期待往往会传递给人积极的情绪。猫先生按照心理专家的建议，试着在星期一的晚上做一个星期一的小计划，比如计划星期一的晚上看上一场电影，计划在星期一的午餐时间约聊得来的同事一起吃饭。这种期待会调动猫先生的积极情绪，并且随着计划的临近，让积极情绪越发的高涨，而高涨的积极情绪可以平复负面情绪的影响。我们来总结一下，星期一综合征是一种强烈的情绪反应，是人们一周所积累的负面情绪的总爆发。星期一综合征的积极意义在于，
告诉人们生活中存在着太多会带来负面情绪的问题，需要寻找积极的事情去做。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为您出品的《猫先生的情绪自救》，作者董如风，由青竹小兜为您分享。焦虑，不可控的惶惶不安。早高峰的地铁里，猫先生把手机放入口袋，揉着眼睛向四周观察时，见到的是这样的场景。一脸严肃的年轻人正漫无目的地刷着手机，西装革履的中年人正在发愣。猫先生知道，他心里边一定有什么事儿，但也可能不是具体的某一件事情，他的烦心事儿可能是太多了。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女孩正在唠唠叨叨，猫先生仔细地听，她应该是在背诵着什么，大概是会议的发言稿。无比干练的中年女性显得十分沉稳，但猫先生看到她握着铁扶手的手正在微微的颤抖。猫先生不知道这些人心里都在想着什么，但从他们的行为中能够看得出来，这些人和自己一样，都处在惶惶不安的状态之中。在猫先生的周围，这种整天处在惶惶不安状态之中的人是如此的普遍。心理学家告诉猫先生，这种惶惶不安的状态就是焦虑。焦虑的人往往会有这样的表现，他们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六神无主，总是很难保持专注，很难冷静下来思考事情，总是会有很多的小动作，或者做一些无意义的事儿。猫先生问心理专家，自己为什么会焦虑？他得到的答案是，焦虑是大脑对抗潜在危机的积极行为，是一种有效的机制。当一个人的某些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时，他的大脑就会启动这个机制，而他就会进入焦虑不安的状态。心理专家还告诉猫先生，在他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有了自我意识。可能因为世界太大，而猫先生又太小了，所以他对一切都感到无能为力。这种因为无能为力而感到的不确定和不安，就是焦虑。每当小猫先生的不确定萌发时，他就会通过哭闹来表达，这个时候母亲就会过来照顾他，而此时小猫先生的焦虑就会有所缓解。然而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焦虑得到缓解的程度是不同的，没有一个人能够让焦虑完全消失，久而久之，焦虑就转化成了不安全感。人在长大之后，这种不安全感被某一些事情激发出来时，焦虑情绪就会迅速地蔓延开来。所以焦虑是源于安全感的缺乏，或者是因为某些事情激发的安全感丧失。猫先生记得，有段时间自己总是惶惶不安，处于一种极度焦虑的状态。原因是他离职了，但没有想好接下来要做什么，整天是无所事事。在街头闲逛时，看到忙碌的人们，猫先生感觉更加惶惑了，内心的焦虑加重了。因为别人的忙碌让他意识到自己与社会的脱节，他对自己的价值产生了怀疑。这种价值感的丧失让猫先生觉得自己快被社会抛弃了，内心非常的不安，因而变得焦虑无比。可是他很疑惑，明明是因为觉得工作没有价值，自己才主动离开了工作岗位，为什么离职之后反而价值感降低，焦虑感更强了呢？心理专家告诉猫先生，当感觉自我价值受到了质疑或者感觉不安时，内心就必然会产生焦虑情绪，而离开工作岗位之后的无所事事，就是自我价值感最低的情况。除了自我价值感受到质疑所带来的焦虑，还有一种焦虑更为常见，它叫存在性焦虑。每个人
都有3种需求：连接别人、影响别人和保持影响力。如果这些需求没有得到满足，那么个人安全感便会被削弱，焦虑便会由此而产生。例如，猫先生无法与别人保持有效的关系时，就会产生孤独焦虑。猫先生对别人、对社会没有价值，没有产生影响力时，就会产生价值焦虑。猫先生无法持久地保持他的影响力时，就会产生存在焦虑。这些焦虑被统称为存在性焦虑。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这说明，没有一个人的个人价值可以强大到丝毫不会受冲击的地步。不过，心理学家也告诉猫先生，存在性焦虑虽然说无法根除，但只要不是特别顽固且挥之不去，就不会对人造成太大的伤害。但是，焦虑在有了明确的对象时，就会将焦虑的危害放大。这个时候，猫先生的情绪就不再是单纯的焦虑，而是明确为被老板指责的恐惧。虽然他不确定老板是否真的会指责他。带有焦虑的恐惧或者具有指向性的焦虑问题如果不能解决，那么猫先生的情绪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最终演变为彻底的恐慌。在某天晚上，猫先生想起明天见客户用的 PPT 还没有做完，不知道如何是好，他被焦虑情绪笼罩着。那猫先生的这种情绪有没有指向性呢？它是有指向性的。猫先生的焦虑对象就是没有做完 PPT， 而直接后果就是明天老板见客户时就没有 PPT 用，就会指责猫先生。那么面对有明确指向的焦虑，猫先生应该怎么做呢？心理专家告诉猫先生，如果是因为没有做完 PPT， 在2种情况下可以消除焦虑。第一是准备辞职了，对自己和老板之间的关系没有期待，正好想要和他吵上一架。第二，有备用的方案，能够很好的解决见客户时没有 PPT 的问题。鉴于此，猫先生总结出了应对焦虑情绪的办法，降低对目标对象的重视程度和提升自己掌控目标的能力。心理专家进一步的解释道，焦虑是与我们所处的环境和我们的状态直接相关的。如果焦虑在我们预期可控的范围之内，我们的安全感就会提升，焦虑就没那么严重。然而有时呢，我们无法主动的选择环境和状态，只能带着积极的态度去拥抱和适应环境，并且采取一些积极的行动。例如，猫先生不喜欢当下的工作，整天为此而焦虑，但在没有能力换工作之前，他可以选择把当下的工作做好，或者花时间学习提升自己等方式来缓解焦虑的情绪。此外，焦虑又分为可改变和不可改变2种。如果我们一直焦虑在自己不可改变的事情上，焦虑情绪就会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要尽量的让自己聚焦于可以改变的事情，然后努力做出一些积极的行为。比较具有现实意义的积极行为就是做好信息的隔离。当下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很多的自媒体为了博取流量，会发出一些失真的、扭曲的、夸大的信息。这些信息就是不能被我们改变的事情，它们会增加我们内心的危机感、混乱感和不可控感，启动我们大脑中无限的想象。这个过程在心理学上被称为黑箱效应。一旦启动了黑箱效应，我们就会迅速地陷入严重的焦虑。所以我们一定要适度地隔离一些负面的信息，不要花太多的时间沉浸在网络信息的海洋里。猫先生也终于明白，焦虑作为一种常见的情绪，每个人都要与之打交道。因此说，出现焦虑情绪也不必大惊小怪的。
但是如果焦虑情绪总是挥之不去，并让自己长期处于一种六神无主的状态中，那么焦虑就变成了一个非解决不可的问题了。必须要采取一些有针对性的行动来驱散焦虑。总之啊，焦虑情绪源于人们对自我价值认知的不清晰，这会让人们陷入一种盲目的境地。焦虑情绪的积极意义在于提醒人们要尽快地寻找一个积极的目标，让生活回归于正轨。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为您出品的《猫先生的情绪自救》，作者董如风，由青竹小兜为您分享。恐惧，止不住的担心和忧虑。对于经常要出差的猫先生来说啊，严重的恐飞情节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每一次当猫先生紧张地蜷缩在飞机座椅上时，他就会产生一种无法被战胜的恐惧情绪。有一天，猫先生在电影院里看电影，电影中的空难画面再一次唤起了他的恐惧情绪。第二天，猫先生又听到上司派他出差的通知，一想到又要坐飞机了，猫先生顿时就感到无比的恐惧。每次坐飞机时，猫先生都感觉如上刑一样难受。他并不恐高，只是对乘坐飞机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每次一走进候机楼，他就感觉非常紧张，呼吸困难。换登机牌，托运行李，准备登机，坐摆渡车等待起飞。越是临近飞机起飞，猫先生的恐惧就越发的严重。等到飞机起飞之后，猫先生会害怕地蜷缩在座椅上，脸色苍白地拽着系紧的安全带，有时甚至连续2个小时都不敢动一下，好像他一动，飞机就会出什么事情一样。这一天，老板又安排猫先生去外国出差了。一想到要坐飞机，猫先生顿时就觉得浑身都不自在，手心也止不住地颤抖起来。恐惧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情绪，有的人恐惧动物，有的人恐惧环境，有的人呢则恐惧失败。在一些人看来毫无感觉或者爱不释手的事物，却能够成为另外一些人恐惧的对象。在心理学中，恐惧情绪被定义为人在面临某种危险情境时，企图摆脱却又无能为力，因此而产生的一种担惊受怕的感受。猫先生对于乘坐飞机的恐惧，来自一种逐渐加深的担忧，这也是心理学研究之中对恐惧情绪来源的一种判定。最初的恐惧情绪大多来自一种担忧，因为总有一些事情让咨询者担心忧虑。猫先生看过一部关于空难的电影，这部电影是那么的精彩，以至于让他为此而失眠了几个晚上。只要他一闭眼，电影之中空难的场景就会浮现在脑海里。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猫先生看着天上飞过的飞机，就总害怕它会突然掉下来。甚至路过建筑工地时，看到高高的吊塔，也会设想自己就坐在里面，然后吊塔突然倒塌了。一想到这儿，猫先生的腿就会发软。一开始啊，猫先生只是对飞机产生一种担忧，担心坐飞机会发生空难。此时猫先生的内心更多的是焦虑，恐惧情绪还是比较轻微。之后，猫先生开始被公司安排出差。之前没坐过飞机的猫先生，第一次坐飞机就赶上了一股强气流。对于空乘人员来说，这种情况很正常，但对于猫先生来说，这就很不正常了。在颠簸的飞机上，他又想起了那部电影，于是他开始害怕飞机真的会掉下去。
并在潜意识中认为飞机一定会掉下去的。这时候，猫先生内心的恐惧便代替了焦虑，成了主导情绪。有了这次经历，猫先生真的开始害怕坐飞机了。然而偏偏又遇上公司安排的出差，就这样，他一次又一次的要强迫自己适应坐飞机这件事，却一次又一次的加重了恐惧。后来他连进候机楼大门都感觉紧张了，只想着能够尽快的结束这趟行程。猫先生对于飞机会掉下来的担心，演变成了对坐飞机、高空作业的恐惧，进而产生了恐惧心理，害怕自己会遭遇到不测。后来又演变成了逃避，让恐惧情绪更加的固化了。在这个过程中，猫先生的恐惧情绪逐渐的固化，从最初内心的担忧，到后来的焦虑，再到逃避、退缩。随着时间的推移，猫先生身上的恐惧情绪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心理学家所归纳出的恐惧情绪的表现，有精神紧张、情绪激动、注意力无法集中、大脑中一片空白、逃避，有时还会伴有一定的攻击性。恐惧情绪所导致的逃避表现很容易理解，然而为何恐惧情绪还会让人产生攻击性呢？心理学家阿德勒曾经举过这样一个例子。有位母亲第一次带3个孩子去动物园，她把他们带到了狮子笼前，一起来观赏凶猛的狮子。第一个孩子看到张大嘴的狮子，赶忙退缩到了妈妈的身后，对妈妈说：“我要回家。”第二个孩子没有退缩，而是脸色苍白地站在那儿，全身发抖，对着妈妈说：“妈妈，我一点都不害怕。”第三个孩子不仅没有退缩，还凶狠地盯着狮子，对妈妈说：“我可以向它吐口水吗？”孩子们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只凶猛的狮子，虽然他们出现了不同的行为，但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都没有用一个恰当的方法去处理眼前的恐惧。由此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从本质上来看恐惧是指我们安全感受到了威胁，用理性根本无法处理这种威胁，于是只能以情绪表达的方式来应对。恐惧产生的根源是人的失策或者失能，在面对一种情况时失去了应对的策略和能力，让恐惧情绪无法化解，进而演变成了逃避，而攻击则是逃避的一种异化表现。弗洛伊德在他的心理学理论中曾提到过，人有一种自我的心理防御机制，当面对复杂的局面靠理性无法应对时，人们就会选择用感性的方式去解决，通过营造一个臆想中强大的自己来获得安全感，而对外攻击则是构建这种臆想的重要手段。攻击能够让自己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尽管这种安全感是自以为的，但至少让没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获得了短暂的安慰。由此可见，作为一种信号，恐惧情绪带给人的信息是，当前解决问题的资源、力量或者是策略是不够的，需要组织资源，调整策略，调动力量来重新解决问题。在攻击性之外，恐惧情绪往往还会给人带来强烈的自责与挫败感。很多人在内心的深处对自己的恐惧情绪有一种不认同感，但很多的时候他们对此又是无能为力的。有一次，猫先生和同事们一起去加拿大出差，接待方安排猫先生的团队乘坐直升机遨游大瀑布。面对接待方的盛情邀请，猫先生果断选择了拒绝。但当看着团队的其他伙伴上了直升机，在天空中盘旋时，猫先生的内心又泛起了一种自我嘲讽和责怪。猫先生在心里反问自己，这么千载难逢的机会，我怎么就不敢坐飞机呢？其实呢，恐惧情绪也并不总是给人们带来坏的影响，
它还有一种积极的影响，是给人提供最基础的保护。孩子在面对狮子的时候，无论怎么调动资源、调整策略都是没有用的。这种时候，恐惧情绪就会促使他用逃跑来解决问题。可如果没有恐惧情绪，他们很可能就会到狮子的嘴边挑衅。看着似懂非懂的猫先生，心理专家为他倒了一杯水，并示意猫先生喝上一口，但杯子很烫，猫先生的手刚碰到水杯就立刻缩了回去。心理专家对猫先生说，在你感到烫的时候，神经系统会让你下意识地避开，以免你被烫伤。恐惧也是一样的，当你遇到害怕或者无法解决的事儿时，它会让你本能性的躲避，这其实是在保护你。当猫先生用手拿水杯并感到烫时，恐惧情绪会让他赶紧松手，以免被烫伤。更进一步的分析，正是因为对盛满开水的水感到了恐惧，猫先生才没有直接的用手去拿桌上的水杯。如果换成小时候的猫先生，不懂得恐惧的他，就很有可能直接用手去拿桌上的水杯，进而打翻水杯，烫伤了自己。但是我们讨论到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释清楚。猫先生害怕坐飞机，但为什么连高处的塔吊都会让他感到恐惧呢？心理学家告诉猫先生，这是因为他的恐惧情绪泛化了。猫先生看了关于飞机失事的电影，觉得电影的情节非常的真实，因此对空中的飞机产生了担忧。恰好在那之后，他又不经意间地浏览了一些关于飞机失事的报道，因此他对乘坐飞机的恐惧越来越强烈了。这种恐惧开始在他的内心固化，久久无法得到缓解。固化的恐惧情绪没有得到缓解，便会产生逐渐泛化的可能，一些莫名其妙的恐惧也会因此而产生。看到飞机飞过，猫先生会恐惧，而更进一步的是，他会对高空作业的其他人造物产生同样的恐惧。塔吊是出现在猫先生生活之中比较多的人造物，于是猫先生便将恐惧延伸到了塔吊上。而实际上呢，在现实中的恐惧情绪甚至恐惧问题都是这么产生的。恐高、幽闭恐惧、黑暗恐惧，无论是哪种稀奇古怪的恐惧问题，若是追其本源，都逃脱不开人在面对恐惧源头时的安全感丧失。如果这种安全感丧失久久得不到补救，那么人的恐惧情绪就会逐渐的泛化。那么面对恐惧情绪，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处理呢？心理专家建议面对那些给我们造成恐惧又无法绕过的事情，首先要做的是调整自己，要有一种积极应对的心态，然后静下心来，给自己留出空间和时间去思考解决策略，再根据相应的策略去组织资源，帮助自己更好地应对困难。而最重要的一点是在资源齐备之后，一定要展开行动。需要注意的是，面对恐惧，一开始的行动往往不会有太好的效果，甚至在行动还没有开始时，有些人就会产生畏难或者厌烦的情绪。此时，我们就需要靠意志力强迫自己展开行动了。在真正的开始行动之后，我们便会发现，这种畏难或者厌烦的情绪会相应的减弱，勇气则会有所增强。经历了这个过程，最后不管我们是否解决了恐惧的问题，至少从心理建设上，我们已经得到了锻炼和成长。人类社会是靠个体之间的相互协助组织起来的，因此一个人的恐惧可以通过求助于他人解决。在心理学上，这是一种特别积极的心理品质。在感到无能为力或者资源不足时，猫先生可以试着积极的求助，
请求那些有经验的朋友来协助他一起解决，这是战胜恐惧的最佳策略。心理学家最后还补充道，还有一种恐惧是突发的、灾难性的，是完全没有被预期的，它会对我们的精神、心理造成一定的冲击，比如那些突发性的自然灾害或者人身伤害事件。这种事件所带来的恐惧情绪，通过一般的治疗手段往往无法得到解决，而此时最好寻求心理专家的帮助，才可以将恐惧带来的心理创伤降至最低。猫先生终于明白，当他再次面对尚未解决的恐惧问题时，一则要有勇气继续进行尝试，二则要学会求助，不要让恐惧情绪泛化。最后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恐惧情绪来自于担忧，它会让人紧张、逃避，甚至产生攻击他人的想法。恐惧情绪的产生也是一种信号，它提醒人们要重新组织资源，调整策略，调动力量来解决问题。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为您出品的《猫先生的情绪自救》，作者董如风，由青竹小兜为您分享。愤怒，认怂之后却会生自己的气。有一位哲学家说，大概只有死去的人才是不会生气的。对于这句话，猫先生是深表赞同。人们总是喜欢用好脾气、老好人这样的词来形容一些不爱生气的人，但是你只要观察的时间足够的长，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那些好脾气的人，因为人总是会愤怒的。猫先生一直认为自己的脾气很好了，但公司里边有一位同事让猫先生想起来就火大。猫先生和这位同事在一个项目组工作，猫先生负责前期的工作，而这位同事呢负责后期工作。猫先生总是能够按时的完成，但是这位同事却总是拖拖拉拉的。眼看着这项目收尾的日期快到了，这位同事开始着急了。这一天呢，这位同事偷偷向领导打了小报告，他说猫先生前期工作没有做好，这才导致自己工作没法开展，并把两人平时讨论工作的微信聊天记录断章取义的截给领导看，甚至还添油加醋的说猫先生在外边接了兼职赚外快。结果猫先生被听信一面之词的领导通报批评，任凭他怎么解释都没有用。回到办公室，猫先生真是气不打一处来，甚至都产生了打人的冲动。事后猫先生还生了好长时间的气，不仅气老板的偏听偏信，更气这位同事的小人举动。如果不是因为愤怒，猫先生恐怕不会想对那位同事大打出手。我们当然可以将这位同事的恶劣行径看作是引发猫先生愤怒的诱因，事实也确实如此。但对于猫先生愤怒情绪产生的根源，我们又该怎么去理解呢？在心理学的领域，愤怒的定义是由刺激所引发的心理上的挫折感，让人体验到一种强烈的不满，进而让人们爆发出反抗他人的本能反应。在这个案例中呢，那位同事的诬陷就是刺激源，刺激源诱发了猫先生心理上的挫败感，这种挫败感体现为他的价值感和安全感的丧失。关于价值感的丧失，作为一个正常人，猫先生有一个基本的价值观，那就是人是应该诚实的，对他人应该是以礼相待，不能欺骗他人，更不能去诬陷别人。但是那位同事的行为打破了猫先生的这种认知，而且那位同事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
这就颠覆了猫先生的价值观，让猫先生的价值感受到了冲击。关于安全感的丧失，所有人最基本的安全感来自身体、财物和个人形象不受侵犯。这位同事侵犯了猫先生的名誉，影响了他在单位的前途，导致猫先生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不安。猫先生心理安全的2个方面都受到了冲击，此时产生愤怒情绪就是理所应当的。而不同的人在产生愤怒情绪时，选择的表达方式也是不同的。猫先生的表达方式是想打人，这当然不是成年人应该做出的选择，他并没有那么做。但是对于很多暴怒的人来说，攻击性行为又是比较常见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猫先生那么理智。愤怒情绪会促使人做出以下的行为：强烈的攻击性、破坏性，伴随有语言行为的突然失控，瞬间失去理智，有时还会进行自我攻击。愤怒者的自我攻击也是常见的。例如，一个女孩和男朋友分手了，她对男朋友很好，但男朋友却不珍惜她，她感到无比的委屈，进而变得愤怒。从此以后，女孩变得堕落了，她登录各种社交软件，认识了各种不怀好意的异性，变成了一个不爱惜自己的女孩。女孩的委屈伴有强烈的愤怒，但是她的愤怒情绪没有演变为对男朋友的攻击，反而演变成了对于自己的攻击。这种对内攻击的深层次心理是通过伤害自己来伤害对方，通过让对方愧疚的方式来达到报复的目的。女孩认为男朋友看到自己受伤一定会自责，而这正是她潜意识里想要的结果。总的来说啊，愤怒情绪的根源都是价值感和安全感受到了冲击。而在现实中，达到这种冲击程度又有多种不同的情况。第一，因不公平而产生的愤怒情绪。公平感关系到人的价值感和安全感，当遭遇不公平时，人自然就会产生愤怒的情绪。在上学时，猫先生曾经被老师不公平的对待，而出门时，猫先生也曾经被窗口的办事员刁难。猫先生遭遇的不公平的情况数不胜数，所以猫先生在受到无端指责、遭到不公平的对待时，就产生了愤怒的情绪。第二，因为自责而产生的愤怒情绪。明明应该做的事情却没有做，有些人的内心就会产生强烈的自责，这种自责会让他们对自己产生愤怒情绪。比如，当一个不熟悉的人请求猫先生帮忙，他明明想拒绝对方的，但又不好意思，他觉得自己很窝囊，因而会对自己很生气。第三，因正义感而产生的愤怒情绪。社会正义和公平一样，是关于个人价值感和安全感的。因为人有一种感同身受的能力，会将他人身上发生的事情投射到自己的身上。当社会正义被冲击时，个人就会因为正义感而爆发出愤怒的情绪。第四，为了与他人拉开距离而产生的愤怒情绪。有的时候，愤怒是源于一种排斥他人的心理。当猫先生十分排斥一个人时，而这个人又偏偏就在自己的身边，猫先生的内心就会产生严重的不适，进而产生愤怒的情绪。比如在看到一个人毫无理智地破坏东西，猫先生的内心就产生了严重的不适，进而出现了愤怒情绪，想要远离对方。第五，是为了掩饰问题而产生的愤怒情绪。犯了错误需要背负责任时，为了逃避责任掩饰错误，猫先生偶尔也会产生愤怒的情绪。他明明是做错了事情，却表现得比任何人都愤怒，
这就是在通过愤怒来掩饰自己的错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的愤怒情绪，都可以被看作是恐惧情绪的蔓延。比如，出于对安全感被伤害的恐惧和对价值感的保护而产生的恐惧，出于对负担责任或接近他人的恐惧。当恐惧情绪没有正常释放时，就会转变为愤怒的情绪。愤怒的情绪是如此的广泛，影响力又是如此之大，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处理这种情绪呢？心理学家给猫先生的建议是，尽量的保护好自己的价值感和安全感，一定不要进行自我攻击。用自我攻击的方式把自己变得很惨，企图以此被动攻击别人，这是双损的行为，完全没有必要。如果愤怒情绪真的强烈影响到了生活，我们就要进行适度的反击，但此时的反击要有一定的方法，比如可以通过言语表明态度的方式，将自己的愤怒表达出来，让对方感知到，而切忌使用暴力的手段。此外，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些小的方法可以帮我们增强价值感和安全感。第一，可以学着适当的对别人提一些要求，增加价值感。第二，寻找机会练习拒绝别人，对别人说不，强化你的自主性，进而增强价值感和安全感。第三，经常和自己的过去做对比，发现自己的进步，看到自己的优势，以此来感受自己的强大。第四，寻找合适的机会与人分享你知道的知识、见闻，或者教授别人一些你所掌握的技能，增加自己的价值感，让内心变得更为强大。此外，在心理学的领域，有一个姿态叫做强势站姿，要求人直立，双脚与肩同宽，抬头挺胸收腹，眼睛看着前方，保持坚定的目光。这种站姿可以让人更为自信，如果再配上得体且较为华丽的服饰，则会让人的内心变得更为强大。相应的，愤怒情绪对人的伤害就会有所减少。听了心理学家的分析，猫先生终于明白，从漫长的人生角度出发，处理愤怒情绪的方法就是设立一个目标，然后一步一步地去实现它。离目标越近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会越强大，安全感就会越足，价值感就会越强，愤怒情绪出现的概率也就越低了。然而，愤怒情绪也不是只有坏处没有好处的，它会使人看起来比以前更强大，更具有攻击性。所以有的时候愤怒情绪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不过，愤怒情绪如果挥之不去，更多的还是因为个人的力量不足以支撑他的自尊和自信。一个人要想不那么愤怒，就要让自己变得更为强大。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愤怒情绪是伤身又伤神的，它会让理智丧失，行为失控，让人产生自我攻击和对外攻击的行为。愤怒也是一种对自己的保护，但最好别让自己长久保持这种情绪。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为您出品的《猫先生的情绪自救》，作者董如风，由青竹小兜为您分享。嫉妒，总觉得别人的成功会威胁到我。周五是猫先生最快乐的一天，他马上就要迎来一个自由的单身周末了。单身周末，为什么不是二人世界呢？当猫先生看到身边的情侣时，他突然想到。猫先生突然就觉得周五也不是那么愉快了，他有着一种强烈的酸酸的感觉。他仿佛是咬了一口酸柠檬，他变成了一个极度的猫先生。如果说有什么情绪是猫先生最不愿意承认的，
那么恐怕非嫉妒莫属了。即便是亲生的兄弟姐妹，猫先生也不免会在暗地里嫉妒他们。那么嫉妒的情绪是什么呢？心理专家给出的定义是，在一定的心理作用下，对应当团结的人怀有一种冷漠、贬低、排斥或者敌视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让人感到难过，严重时还会让人产生恨意。那么猫先生的嫉妒情绪是怎么产生的呢？心理学家说嫉妒最深的层次根源在于价值感上的不平衡。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解释，就是有些东西别人有而猫先生没有，这让他感觉自己很没有价值。心理学家说在猫先生只有18个月大的时候，他就已经产生了嫉妒的情绪。小小的他会嫉妒身边的一切事物，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价值感日渐的完善，所嫉妒的事物开始变得越来越少了。因此，价值感越完善的人，嫉妒情绪出现的概率也就越低。但猫先生的价值感并没有达到尽善尽美，他还是会下意识的与他人比较。一旦开始与别人比较了，那么猫先生就必然会产生嫉妒的情绪。明明知道这嫉妒情绪都源于比较，那为什么猫先生还会与他人比较呢？这主要是因为他的自我与别人之间的分化做得不够好，自我边界不够清晰。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独立的自我意识，或者说几乎没有人具有完全独立的自我意识。我们与别人之间的分化做得并不是很好，所以意识不到我就是我自己，我不是他人。猫先生因为嫉妒他人，经常会忽视自己的优势。他在看到别人有漂亮的女朋友，便开始产生了嫉妒，完全忘记了自己可以过一个轻松自由的周末。有一天，猫先生到河边去钓鱼，他看到一个钓友每钓到一条鱼，就拿尺子去量一量，只要是比这尺子长的鱼，他就会丢回河里。别人就问了，人人都希望钓到大鱼，可你为什么将大鱼都丢回河里呢？他说我家的锅只有这把尺子这么宽，太大的鱼装不下呀。这位垂钓者就是一个能够与他人分化开的案例，但是现实中这样的案例并不是很常见的。你的目标和他的目标是同一个目标吗？你们所追求的是同一件事情吗？你们想要过的是同一种生活吗？你们是同一类人吗？与别人分化的不够好的人，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大多都是肯定的答案，因而他们才会去嫉妒别人。嫉妒情绪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在行为上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言语上的攻击和贬低他人，对现实的逃避，某种程度上的自我攻击。嫉妒情绪强烈的人往往还会非常希望别人倒霉。实际上，产生嫉妒情绪的人是自我评定系统出了问题，他们对自己没有一个客观的认知，不能准确地提炼出自我需求和自我意识，总是感觉我不如别人，凭什么他比我要强呢？为什么我不是他？等等。不过嫉妒情绪也有些积极的意义，可以升华成为羡慕和崇拜。羡慕和崇拜他人，一方面会让你主动与别人接近，优化彼此之间的关系，而另一方面呢，会促使你向他人学习，实现自我价值的提升。有些人的价值感和安全感是来自于金钱，有些人的价值感和安全感来自于权力，而有些人则源自于年轻美貌的容颜。嫉妒时刻提醒着猫先生，他需要提升自己的价值感和安全感。心理专家说，如果一个人的内心
本就拥有强大的安全感和价值感，那他就不容易陷入嫉妒情绪。在我们的身边，有一些人很少会产生嫉妒的情绪，因为他们的价值感是很完善的，安全感也有所保障。猫先生问心理专家，面对当下困扰自己的嫉妒情绪，是否能有立竿见影的方法呢？心理专家告诉猫先生，想要减少自己嫉妒别人的频次或者强度，是有几个方法值得尝试一下的。第一个方法是提升自尊。在心理学的领域，自尊分为3个部分，一部分叫自爱，一部分叫自我概念，还有一部分叫自信。自爱源于童年或婴幼儿时期被爱的感觉，在这个阶段能够充分体验到被爱的人，长大之后自爱的能力就强，也更有能力去爱别人。一个人如果彼时没有获得充分的爱，就会试着提升自爱的能力，比如尽力做一些对自己好的事情，让自己开心，照顾自己的感受和情绪，慢慢的找到自爱的感觉。自我概念则关乎自己和别人如何看待我们。一个自我概念不稳定或者偏消极的人，往往会非常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因此，建立自我概念，首先是要接受自己，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认可我就是这样的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理念。此外，我们还要了解，所谓的优缺点都是相对的，有些我们认为是缺点，而放到某个特殊的领域里，可能就是优点。拥有了这样的心态，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就会更为积极，慢慢的就会建立起自我概念。而自信是对个人能力的一种感知，自信的人会认为自己是有能力、有信心去解决很多问题的。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不断体验小小成功的人，往往更容易积累自信。因此，建立自信，我们可以从制定阶段性的小目标开始。需要注意的是，制定目标的时候绝对不能好高骛远。我们如果制定了一个非常离谱的目标，结果实现不了，自己反而会受到打击，使自信心不断的减弱。总而言之，通过提升自尊，我们会慢慢的发现自己的嫉妒情绪不再频繁的出现了。第二个方法呢，是自我效能。心理学家卢桑斯提出过一个心理资本的概念，即你是谁，你想成为谁。心理资本作用在自我能力信任方面，就是自我效能。自我效能感高的人，嫉妒别人的频次就会比较低。那么如何提高自我效能呢？一方面是认识自我，另一方面是主动学习和模仿。嫉妒多数是指向他人的，我们之所以会嫉妒对方，也是因为对方比我们好。那么既然如此，我们就要努力寻找对方比我们好的原因，然后带着学习的心态来提升自己。第三个方法是思考我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在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往往就会把别人的成功当作自己的目标。想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在内心为自己追求的成功下一个定义，想想自己要什么，再把精力和时间锁定在自己的目标上。此外，我们还可以选择回避，有的时候回避也是应对嫉妒情绪的积极方法。当我们特别嫉妒一个人，却又无法通过以上的方法摆脱嫉妒情绪时，我们就可以选择暂时的回避，让自己的情绪处在一个平稳的状态，才能更为有效的思考和行动。听了心理专家的分析，猫先生仔细的想了想，自己也有很多的优势，面对他人的长处完全可以坦然的面对，真心真诚的去欣赏赞美，从此便摆脱了嫉妒的情绪。我们来总结一下吧。
嫉妒情绪会让人陷入怨恨的漩涡，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它便会肆意的蔓延，直至无法收拾。摆脱嫉妒情绪需要循序渐进地采取措施，最为根本的是要提升自身的价值感和安全感。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为您出品的《猫先生的情绪自救》，作者董如风，由青竹小兜为您分享。抱怨，无能为力的满腹牢骚。年幼的猫先生正在沙发旁玩耍，爸爸拿着电视遥控器在调换着频道，只有妈妈一个人在厨房里手忙脚乱地做晚饭。突然，妈妈对爸爸抱怨道：“你整天就知道看电视，也不过来帮我摘摘菜。”爸爸坐在沙发上没有动，反而对妈妈抱怨道：“我都开了一天的车了，腰都直不起来了，要不你先给我按按。”妈妈转过头看向了猫先生，抱怨说：“你就知道玩，也不知道帮大人干点活儿。”妈妈的抱怨让猫先生习以为常，他长大以后就很少对妈妈的抱怨做出回应了，因为他知道自己不回应他还好，一旦说是回应了，那他必然还会发出更多的抱怨。妈妈的抱怨是没有休止的，所以呢，他选择少回家，以此来隔离妈妈的抱怨。空间上的距离可以隔离妈妈的抱怨，但没办法彻底的解决问题。在见不到妈妈的时候，猫先生觉得他一定也在对别人抱怨着。猫先生是爱妈妈的，他认为抱怨时的妈妈一定并不快乐。为什么妈妈她总是喜欢抱怨呢？心理专家告诉猫先生，抱怨虽然说是一种行为，但心理学上将它视为一种情绪的表现。抱怨的情绪出现时便代表着人对目前所面对的问题或者是困境无能为力，又对他人有所渴求和寄托，希望他人来帮助自己解决问题。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既然对他人抱有期待，那么当然他会选择与自己关系最为亲密的人抱怨，所以妈妈才会对猫先生抱怨。在潜意识里，妈妈就认为猫先生可能帮助他解决问题。长期处在妈妈的抱怨声中猫先生都没发现自己也变得爱抱怨了。比如今天的饭菜不够合口，他就会抱怨几句；今天的公交车晚来了几分钟，他也会抱怨几句；就连走在路上听到小狗吠叫了几声，他也会抱怨上几句。那么猫先生为什么变得喜欢抱怨了呢？因为猫先生也会遇到让自己感到无能为力的事儿。一个人越是缺乏应对困难问题的能力，就越容易产生抱怨的情绪。小孩对大多数困难都拿不出什么解决办法，所以他们最容易产生抱怨情绪。哭闹、喊叫、找理由，这都是他们发泄抱怨情绪的表现。而成年人呢，拥有更多应对困难的方法，在遇到挫折时也会更加的理性。但当有解决不了的困难出现时，孩童时代的心理情景就会回来，他们也会开始抱怨。猫先生没有办法决定饭菜是否合胃口，也没办法让公交车准点到站，所以他只能用抱怨来疏解自己心中的不愉快。在抱怨几句之后他似乎能够感到一丝的心安，但依然没有办法让饭菜合胃口，让公交车在第二天能准时到站。既然抱怨没有办法解决问题，那么它有什么用呢？心理专家告诉猫先生，有些抱怨是为了解决问题出现的，就像是妈妈抱怨爸爸只知道看电视而不帮他做饭，这是为了解决爸爸不做家务的问题。但是有些抱怨呢，则是为了疏解内心的压力，重新建立内心的价值感而出现的。
就像是猫先生抱怨公交车晚点这件事儿，无论他找谁抱怨，都很难让公交车每天准时到站。而对于这一点，猫先生其实也是知道的。事实上啊，大多数人在抱怨时都知道自己的抱怨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所以他们的抱怨大多是出于第二种目的，即寻求心理上的安慰，在内心重新建立自我的价值感。我们来举个例子，有位丈夫刚进家门就对妻子抱怨道：“这工作啊，真是没法干了，一天下来腰酸背痛的，还赚不了几个钱。”妻子就回怼道：“哪个工作好干呢？有本事你倒是找一个轻松又赚钱多的工作呀。”两人于是互不相让，争吵不断，最后竟然动起手来了。丈夫的抱怨只是发一发牢骚，他并没有让妻子帮自己来解决问题，而是想让他多理解一下自己，安慰一下自己。妻子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采取了一种错误的应对方法，进而引发了一场不必要的争吵。而这种情况呢，猫先生也是经常会遇到的。每当他跟朋友抱怨老板对自己太过苛刻时啊，朋友就总会列举各种事例来证明猫先生的工作做得确实有不到位的地方，然后又劝猫先生不要总是抱怨，要认真的听取别人的意见。就这样，原本不快乐的猫先生在朋友的劝慰之下变得更加的不快乐了。不快乐的猫先生尝试着去寻找自己出现抱怨情绪的源头，最后他发现自己的很多抱怨是没有缘由的。他知道即使得到朋友的安慰，也没办法解决自己所抱怨的问题。猫先生没办法通过自己的思考而得出答案，他只好向心理学家求助。心理学家告诉猫先生，他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抱怨的情绪，主要是因为一种心理上的需求，价值感的缺失。他无论通过抱怨寻求帮助，还是寻求安慰，都是在潜意识中认为自己对目前的困境是无能为力的。抱怨还有另外一种心理需求，那就是获得认同感。回想一下我们的学生时代，当我们和要好的朋友聚在一起议论其他同学或者老师时，每当我们听到对方的附和，我们都会发自内心的感到舒爽，这就是因为我们得到了认同。猫先生也知道抱怨并不好，因此他尝试有意识的来克制自己的抱怨情绪。每当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想要抱怨上两句时，他就马上将那些要抱怨的话给憋回去。这种方法很有效，至少猫先生身边的朋友都觉得他不再那么负能量了。但久而久之呢，猫先生的情绪却变得越来越消极。心理专家说抑制抱怨情绪并不完全必要，因为抱怨从情绪转换为行为本身也带着一些积极的效果。抱怨的行为对于放松心情、缓解心理压力有着非常重大的帮助。这时猫先生有点不解了，那为什么有些人抱怨来抱怨去的，却变得越来越怨天尤人了呢？心理学家是这么说的，抱怨之所以会产生负面的效果，主要是因为有很多人只会抱怨，他们将情绪表现出的行为只停留在了抱怨上，却忽略了抱怨之后要有所行动，结果就使无能为力的感觉越来越强了。抱怨的问题持续得不到解决，而自己又无能为力，使受挫感持续的增强，而价值感进一步降低，发展到最坏的结果就是很难再驱动自己努力进步，也就很难再听进去别人不同的意见或者建议了。这也就是猫先生所说的越来越怨天尤人了。猫先生选择强制自己不抱怨，或者抱怨了不行动，都是只能治标，而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他内心的抱怨情绪。那么说，如何根治抱怨的问题呢？
心理专家对猫先生说，行动是解决抱怨的最好方法。行动包含认知上的行动和行为上的行动两种。在认知上，我们应当收回一些对别人的期待，尤其是那种过高的、具有代入感的期待。比如吧，父母对孩子的期待都是很高的，自己年轻时没有实现的梦想，他们总希望由孩子们去实现。但这样很容易因为孩子没有满足自己的期待而发生抱怨。针对这一点，我们可以察觉一下自己的心理，看看自己的抱怨情绪是否是因为对别人心存过高的期待，是否把自己的人生寄托在了别人的身上。如果是肯定的答案，那我们就要改变认知，否则别人会被我们拖累，而我们自己呢，也很难实现真正的人生目标。而在行动上，我们可以用参与其中的方法来降低抱怨的程度。例如，我们把自己当作打工者，就很容易产生抱怨的情绪。但如果我们能够采取一些行动，参与到公司的发展中去，主动将公司的事务当作自己的事业，就会相应的减少一些抱怨。猫先生后来就发现，随着他赚的钱越来越多，事业慢慢走上了正轨，能让他抱怨的事情也一点一点的变少了。此外，我们还可以主动将期待转化为请求。例如，我们如果期待某人能帮助自己，便可以向对方提出请求，想办法获得对方的帮助。总之，尽量的把期待变成现实，抱怨的情绪也会减少很多。猫先生终于明白了，抱怨情绪本质上是获得与他人亲近的一种需求，是一种将希望寄托于他人而又未被满足之后的心理反应。它源于个体的自我价值感建设不完善，它就像是一种信号，提醒每个人要加强自己的价值感建设了。在应对各种问题时，多向内部寻求解决的方法，而不是把希望全都寄托在别人的身上。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抱怨情绪往往便出现在人们对眼前问题无能为力之时。他们希望通过抱怨获得他人的安慰、认可与帮助。当个人价值感完善时，抱怨情绪便会随之减少。价值感越强的人，抱怨便会越少。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为您出品的《猫先生的情绪自救》，作者董如风，由青竹小兜为您分享。一激怒，老实人也会突然大爆发。今天猫先生在办公室发脾气了，原因呢，是一位同事跟他开了一个不太恰当的玩笑。其实呢，猫先生的脾气一直很好的，但最近遇到的事儿实在是太多了。女朋友、客户、老板轮番的找他麻烦，猫先生不断压抑自己的情绪，终于他感觉自己压不住了。而此时，一位倒霉的同事撞到了他的枪口上，于是猫先生便把怒气全都撒到这位同事的身上了。一激惹不是压垮人的最后一根稻草，而是人在最后一根稻草落下来之前的状态。一个强壮的骆驼能够背负很多的东西，然而当他背的东西越来越多，多到他马上就快坚持不住的时候，一根稻草落下来，他就倒下了。人也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身边某个人因为一件小事就大发雷霆，遇到一点小刺激就精神崩溃，这是因为他正处在情绪崩溃的临界点，马上就要支撑不住了。心理专家将这种临界点定义为一激惹状态。在公司里，猫先生是个老好人，若是同事有事情，就喜欢拜托他。领导若有任务，第一时间呢就会想到他。
团队里有什么失误，大家也喜欢让猫先生来背黑锅，而他对此也没有提出什么异议。而这一天，领导的一句猫先生啊，你今天又迟到了，却让猫先生大发雷霆。他指着领导的鼻子臭骂了一顿，对于上来劝架的同事也是恶语相向，最后甚至对领导大打出手了。因为猫先生进入公司的时间比较长了，整个公司都知道猫先生平时的表现，所以那些不明就里的同事们一致的认定是领导做的太过分了。但是大家心里边还是很纳闷的，这领导到底做了什么事儿，让猫先生如此的大动干戈呢？是领导做了什么过分的事儿吗？其实不是，只能说是领导比较倒霉。他一句近乎于玩笑的批评，成了压垮猫先生的最后一根稻草，引爆了猫先生积累多时的负面情绪。心理专家对猫先生说，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产生各种各样的情绪，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负面情绪如果得不到处理，就会积累在人的内心，久而久之总会有控制不住的时候。于是啊，就出现了你在办公室对领导大打出手的那些事儿。心理专家进一步说道，社会新闻里就常有别把老实人惹急了这样的说法。平时唯唯诺诺的老实人突然被激怒，爆发出异于常人的发泄行为，就是由易激惹状态所致的。易激惹状态之所以总是在老实人的身上出现，是因为他们比较老实，不敢和别人发脾气，也不愿意得罪别人，即使说受了些委屈，吃了亏，也总是往肚子里咽，这使负面情绪在他们的内心积压的越来越多了。于是一旦最后一个倒霉蛋刺激了他们一下，就会让他们彻底的爆发。要知道，在严重的负面情绪爆发时，他们是连自己做什么都可能意识不到的。老实人的怒火为什么那么可怕？是因为他们平时不懂得释放负面情绪，只能等负面情绪自然冲破临界点之后突然爆发。为了防止这样的状况发生，我们就不能让自己进入这种易激惹的状态，要适当的释放一些负面的情绪。有一种人呢，没有那么老实，被欺负了会还回去，被人扣上黑锅，懂得反抗。这样的人呢，其实也有负面情绪，只是负面情绪产生不久便被释放出去了，因此他们就不会进入易激惹的状态。还有一种人，他们虽然说比较老实，但个人安全感和价值感建设得非常牢固，遇到同样的问题不容易产生负面情绪，也不会进入易激惹的状态。就易激惹状态本身而言，它虽然和愤怒很像，因为易激惹状态一旦被激发，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暴怒和攻击，但是它不仅包含着愤怒，还包含着很多其他的情绪。从易激惹状态过渡到爆发的人，在释放愤怒情绪时，也会抱怨、嫉妒，之后啊，往往还会陷入焦虑与恐惧的情绪。这说明易激惹是一组情绪状态。从定义上看，判断易激惹状态最好的方法就是寻找负面情绪爆发的级别和诱因。在发生重大事件时，爆发强烈的负面情绪是理所应当的。但如果负面情绪爆发的级别和情绪诱因明显的不在一个量级上，就说明这个人已经处于易激惹的状态了。心理学家告诉毛先生，如果一个人发现自己进入了易激惹的状态，就表示他的忍受力已经达到了临界点，急需释放出一些负面的情绪。为此啊，我们要为负面情绪找到一个稳定的突破口，并且尽量的不要再受到外界的刺激。情绪的爆发当然是易激惹状态最为天然的释放，但它不是最好的释放方式。
很容易会给生活带来各种各样的负面影响。猫先生与公司领导发生了冲突，这导致他在一段时间内都无法正常的展开工作。处理易激惹状态最为明智的做法是检视一下自己内在的负面情绪都有什么，然后我们再通过正常的方式将这些负面情绪释放出去。我们来举个例子，有一位老板最近真的非常敏感，在公司他听到2个同事在洗手间议论公司的待遇，立即就觉得这个事情大了，认为员工们打算要跳槽了，于是赶忙召集部门开会，一边批评一边安抚，搞得大家是一头雾水。回到家呢，孩子过来找他签字，这位老板一看孩子考的成绩，立即是火冒三丈，把孩子数落了一通。妻子过来劝说，不知道是哪句话又说得让他不痛快了，还使他大发雷霆。我天天在外面工作，你连个孩子都管不好。那么说，这位老板为什么会这么敏感呢？原来最近一段时间他身边的状况频发，一场谈判的失败，他丢掉了一个大客户。参加同学的聚会，他看到了初恋女友离婚了，自己想重燃旧梦，但又想到了家庭的责任。回忆起和老婆10几年一起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又觉得自己为家庭付出的太多了。一系列的状况让这位老板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情绪，但是他没有正确的释放出这些负面情绪，最终让自己进入了易激惹状态。我们需要指出的是易激惹状态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是短时的，他们在一段时间内会非常敏感，让负面情绪得到了释放，慢慢的也就会恢复正常了。但是更多的人呢，走向了一个极端，即情绪自主能力完全崩溃。在易激惹状态之下的每一次情绪爆发，我们除了能够释放出一些负面的情绪，内心也会遭受一定的打击。如果频繁的被刺激，在2次伤害、3次伤害之后，我们内心就会崩溃，会完全丧失一个人的价值感和安全感，彻底进入情绪失控的状态。既然说易激惹状态如此令人担忧，而预防易激惹状态的方法就是把负面情绪释放出去，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心理专家对猫先生说，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一个谈得来的人聊上一聊，把自己心里边那些不快说给对方听，进而获得对方语言上的支持。除了倾诉，他还可以通过运动、娱乐的方式来取悦自己，用获得积极情绪的方式去释放负面的情绪。此外，写日记也是一种自我宣泄的方式。心理专家还提醒猫先生，如果身边有进入易激惹状态的朋友，一定要从理解对方的角度去宽慰对方，不要再进一步打击或者指责他。你看你连情绪都控制不了，就这点事儿，你至于大动干戈吗？同对方说这样的话，都是火上浇油的做法。易激惹状态如果得不到缓解，就很容易发展成为抑郁。当事人不再对外爆发情绪，而转而开始攻击自己，或者高强度的压抑自己，慢慢的就会陷入抑郁的状态。猫先生想，如果身边有处于易激惹状态的朋友，我一定要对他多一些包容和理解。现在猫先生终于明白了，每个人呢，可能都会经历这样的状态，但是能够掌控情绪的人，可以提前察觉自己的情绪临界点，达到易激惹状态之后，也能够迅速的找到解决的办法，不会让自己失去理智的发泄情绪。我们来总结一下，处于易激惹状态的人，内心的情绪处于崩溃的边缘，一旦受到稍许的刺激，负面情绪就会全部的爆发出来。尽量不要把太多负面情绪藏在心底，适时的、适当的将其释放出去，
可以避免让自己进入易激惹的状态。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为您出品的《猫先生的情绪自救》，作者董如风，由青竹小兜为您分享。抑郁，遍布全身的沮丧无力。最近，猫先生觉得自己有一种无力感，对什么事儿都提不起兴趣来。朋友所说的一切，自己都觉得没意思。猫先生的大脑一片空白，心里边所想的只有一句话：真是没有意思。猫先生的沮丧乏力，让很多人都离他而去。对此他表示无所谓，因为此刻他觉得什么都是无所谓的。在心理专家的帮助下，猫先生得知自己最近被抑郁情绪笼罩了。我的人生毫无意义。在过去的1周时间里，猫先生在不同的场合不断重复这句话多达39次。不论朋友们怎么说，猫先生都以一种消极的态度来应对。猫先生不是不尊重他们，而是确实没精神和欲望去做任何的事儿。猫先生是生病了吗？虽然说他每天吃的少了一些，但是他的身体依然非常的健康。他之所以会对所有的事情都失去了兴趣，是因为他的情绪出了问题，正处在抑郁的情绪之中。朋友们担心猫先生得了抑郁症，便和他一起去咨询心理专家。心理专家说，抑郁情绪是正常人基于一定的客观原因而产生的消极倦怠、欲望减退的精神状态，具体表现为情绪低落、意志力减退、社会功能受损和自我隔离等等。对任何事情都表示没有兴趣，觉得什么事儿都是没意义的。猫先生的状态正是抑郁情绪的典型表现。心理专家对猫先生说，一个人产生的抑郁情绪并不代表就患上了抑郁症，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抑郁情绪非常普遍，大多数人在遭到压力和挫折时都可能会出现这种情绪，而抑郁症则是一种心理疾病，它可能会持续并且不断恶化。猫先生的状态显然没有达到抑郁症的程度，但如果长期存在抑郁情绪，就有可能转变为抑郁症。为此，猫先生需要对顽固的抑郁情绪做一些处理。如果想摆脱这样的情绪，猫先生就要搞清楚它是怎么产生的。有一次猫先生与几个朋友一起去攀岩，攀岩是他的拿手活，没有朋友能在这方面赢过他。这一次得知一位女同事也一起来攀岩，猫先生打算好好的录一手，让这位女同事看到自己健壮的身体，进而博得她的好感。但2场比赛下来，猫先生不但没有拿到1次第一，有一场甚至落在了这位女同事的后面，这让他产生了深深的挫败感。猫先生输在了自己最引以为豪的攀岩运动上，这让他备受打击。在女同事面前出丑，更让他无地自容。他对自己失去了信心，认为自己是毫无价值的，一点一点地陷入了抑郁的漩涡。一个人在做某件对自己很重要的事情时，会格外地在意自己的表现，以及这件事情的完成度。一旦未能按照预期完成这件事情，他就会产生强烈的挫败感。而随着挫败感的不断加深，他会不停地否定自身的价值，直至内心的价值感完全丧失。这时，抑郁情绪便会悄然而至。从表面上看猫先生的抑郁情绪是由于在女同事面前丢脸所引发的，但实际上呢，真正让他产生抑郁情绪的原因是内心价值感的缺失。一个人一旦失去了内心的价值感，产生了自己没有价值、人生没有意义的想法，就容易产生抑郁的情绪。挫折
是导致人们失去内心价值感的主要原因。然而，能够给人带来挫败感的事情是很多的。猫先生即使没在自己最拿手的攀岩活动上丢面子，也很可能会因为其他的事情而遭遇挫折，进而产生抑郁的情绪。听了心理专家的解释，猫先生有点着急了。他想知道怎么样才能摆脱这种抑郁情绪呢？但心理专家对此表现得十分平静，因为在猫先生到来之前，这周已经有12个人来找他咨询同样的问题了。在快节奏的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在强调着效率，追求着结果，这为本就身负重荷的人们增添了许多无形的压力。一旦做的事情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他们的精神与信念就会遭到冲击。有些人的精神与信念能够承受几件大事的冲击，但有的人会被一件小事而打击得萎靡不振。产生抑郁情绪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大学毕业以后对自己的期望很高，结果却连工作都找不到，或是找到了工作，却常被领导批评，被同事们无视。每天都做着同样的工作，一眼就能望到人生的尽头。没车又没有房，相亲时被对方嫌弃。在这种状况下，产生抑郁情绪，其实反而是件好事。它就好像是一种信号，它告诉你，面对当前的问题所采取的方法是无效的。比如，猫先生因为在自己最拿手的攀岩活动上遭遇了挫折，索性就什么都不做了，选择了躺平。显然这是无异于缓解自己情绪的。我们究竟要怎么样做才能缓解或者释放抑郁情绪呢？对于抑郁情绪，我们首先要做的便是客观理性的对待，意识到它就像是一种心理上的感冒，每个人都可能会出现的。当抑郁情绪出现时，我们绝对不能忽视它，更不能任其发展，要认真的应对。我们直接将自己的抑郁情绪表达出来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法，但每个人的个性不同，表达抑郁情绪的方法就会有所不同。有的人呢会选择直接大哭一场，有的人则非常平静地将情绪变化写在日记之中。心理专家建议说，猫先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一个合适的方法，将心底的抑郁情绪表达出来。产生抑郁情绪以后的表达和宣泄固然重要，但预防抑郁情绪的产生是更为重要的。心理专家给猫先生提供了以下几个方法。一是运动，保持一定规律的有氧运动，人体就会分泌出内啡肽、多巴胺，让人产生比较乐观的情绪，对于预防或者缓解抑郁情绪有着一定的帮助。二是微笑，经常保持微笑也会获得比较积极的回馈，因为微笑的表情和动作会产生对内心的一种反射和带动，长久的保持下去，会让人变得轻松愉悦。第三是晒太阳，晒太阳可以帮助身体分泌褪黑素，这对睡眠是很有帮助的。睡眠足的人，血清素的分泌也会比较规律，情绪会更加的稳定平和。最后是丰富自己的价值系统。如果我们的价值系统太单一了，例如只靠工作来换取价值，没有其他获得价值的渠道，那么当工作出现问题时，我们就会陷入抑郁的状态。所以在精力和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们最好是多涉猎几个领域。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如果一个人在多个领域里都扮演着角色，那么他产生抑郁情绪的概率就会相对小上一些。听了心理专家的分析，猫先生意识到自己并没有患上什么抑郁症，可以客观理性的来对待抑郁情绪，并且找到合适自己的方法来摆脱它。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产生了抑郁情绪的人会表现得消极倦怠，精神不振。让自己变得更有价值是克服抑郁情绪的关键。
一条路走不通，那就多开拓几条路，这样才能让生活变得有趣起来。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为您出品的《猫先生的情绪自救》，作者董如风，由青竹小兜为您分享。闹情绪，来去匆匆的烦恼。在办公桌前，猫先生莫名其妙的焦虑了。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焦虑，但是非常讨厌这样的情绪。猫先生几乎每天都要与负面情绪为伍。那么在闹情绪的时候，猫先生到底在想些什么呢？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猫先生又来到了心理咨询室，向心理专家寻求帮助。心理专家告诉他，情绪主要来源于大脑对于刺激的反应，不同人的反应也是不同的。拿猫先生来说吧，一年365天，他有一半的时间都在闹情绪。今天因为准备考试而焦虑不安，明天因为没有抢到打折的商品而愤怒不已。这些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不给猫先生片刻的思考时间。心理专家说人们在闹情绪时，大脑的思维活动是很复杂的，每一种情绪产生的原因都是不同的，即使同一种原因作用在不同人的身上，也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情绪。比如说，在撞到别人时，有的人就会产生愧疚的情绪，连连道歉；有的人呢，会产生愤怒的情绪，恶语相向。面对同样的原因，这两个人的大脑思维活动显然是不一样的。人不是被事物困扰，而是被他们对事物的看法困扰，这是古希腊的哲学家埃皮克提图的论断。心理学家觉得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猫先生。真正让猫先生产生负面情绪的，可能并不是某个事件，而是他对某个事件的看法。比如说吧，当猫先生丢了工作，他会非常的愤怒，认为这是上司的有眼无珠，然后他开始抱怨，认为这是公司的损失，之后又变为焦虑，发愁如何寻找新的工作，最后抑郁了，认为自己是一无是处。丢掉工作这件事情自始至终没有发生变化，但是猫先生的情绪却发生了4次的变化，从愤怒到抱怨，从抱怨到焦虑，最后又陷入了抑郁的情绪。引发猫先生情绪上变化的，正是他对自己丢掉工作这件事情的看法。从他认为上司的有眼无珠，到认为自己是一无是处的，这种急剧的思维转变，说明猫先生的思维不够理性。非理性思维或者非理性的信念是非常可怕的。拥有这种思维或者信念的人，往往是偏激的、片面的、过于主观的。他们总会把一个并不严重的问题想象成极端的事件。像猫先生这种因为丢了工作而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的情况，还算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有的人甚至因为丢了工作而产生了报复社会的想法。与非理性思维相反的就是理性思维，它是一种积极的、向上的思维，对自我提升有着良好的帮助。猫先生丢了工作，他知道这是因为公司目前的经营困难，所以才会裁掉他。他虽然说有些沮丧，但他依然相信自己能够再次找到工作的。拥有理性思维的人，大多也拥有忍受委屈和承受痛苦的能力。这并不是说他们会无视那些消极的因素，以阿 Q 精神来诓骗自己，而是承认困难、挫折、悲伤和痛苦，但不会让这些消极因素扩散，也不会去过度的假设任何灾难性的后果。拥有理性思维的猫先生在丢了工作之后，花时间思考了整件事情。虽然他略有沮丧，但却并没有否定自己能够再次找到工作的可能性。
这是一种正确的、健康的情绪反应。当猫先生在闹情绪时，他的大脑可能在想象着各种消极的结果，而非理性思维又进一步的加强了他对于各种消极结果的肯定，同时也让他产生了各种消极的行为。那么，猫先生如何面对自己这种非理性思维的影响，让自己不再遇到困难就产生消极的情绪反应呢？针对这一问题，美国心理学家阿尔伯特·埃利斯提出了一种理性情绪行为疗法。爱丽丝认为，大多数遇到挫折之后闹情绪的人，都是在作茧自缚，是他们对挫折的解释为他们带来了消极的情绪反应，而这种解释往往是由大脑之中的非理性思维或者理性思维决定的。猫先生针对丢了工作的事儿，可能会做出两种解释，一种会觉得自己无能为力，而另一种是相信自己依然能找到新的工作。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才是影响猫先生情绪的主要原因。理性情绪行为疗法要求人们思考自我信念与非理性思维之间的关系，并且强调要通过辩论去寻找自我信念系统之中的理性因素。辩论的过程就是理性的评估事件的发生原因，并且从中找到积极的因素来解释事件。比如，猫先生觉得自己丢掉工作之后再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工作了，所以他就产生了焦虑沮丧。但如果猫先生相信自己能够找到更好的工作，那么他就会保持一个轻松的心态。心理专家对猫先生说，我们的情绪和行为受到中介因素认知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决定了你会怎么去做，而我们的认知是在成长过程之中依靠经验一点一点摸索和建立起来的，其中有直接的经验也有间接的经验，所以存在着一些不完全正确的地方，即一些非理性的认知。我们非理性认知的类型有很多，例如以偏概全、幸存者偏差等等。我们可以利用网络平台来搜集一些关于非理性认知的研究资料。当我们出现负面情绪的时候，可以查找这些负面情绪的根源是否来自于非理性认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情绪强度自然就会有所降低。例如，有的人特别容易陷入负面偏好，总是关注那些负面的信息，进而沉浸在了消极的情绪之中而无法自拔。这个时候，如果他们能够逆向的思考，意识到自己的负面情绪来自那些负面信息，而那些负面信息是他们的非理性思维有意识地筛查出来的，他们的负面情绪就会得到缓解。当然，身处强烈情绪之中的人，可能没有能力进行更理性的思考，但他们可以选择在情绪强度降低之后再去复盘和思考。这个过程就是情绪掌控力和理性思维锻炼的过程。即使对那些比较顽固的非理性思维，只要我们多一点察觉，多让自己的大脑学习一些理性的思考方法，掌握逻辑推理的思考方式，也会对我们察觉情绪和缓解情绪有所帮助。猫先生终于明白了，世界上的很多烦恼都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罢了。只要找到让自己产生负面情绪的源头，也就是大脑之中非理性思维所带来的原始想法，就能通过理性思维缓解或者释放自己的负面情绪。我们来总结一下，困扰人的从来不是挫折与失败本身，而是人们对于挫折与失败的看法。用理性思维去思考挫折与失败，并不是盲目的乐观、自我欺骗，而是通过更理性的思考，找到应对问题的正确方法。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为您出品的《猫先生的情绪自救》，作者董如风，由青竹小兜为您分享。
朋友借钱，我们为什么无法拒绝？关于童年伤害对人一生的影响，阿德勒在《超越与自卑》之中有着这样的论述：过去的创伤是否会严重影响我们的人生，关键取决于我们怎么看待过去的经历。很多人都经历了所谓的原生家庭伤害，有的人因此而痛苦一生，有的人则会从中汲取能量，让原生家庭伤害成为他塑造个人人格的财富。猫先生属于前一种人，因为他深刻意识到自己性格之中有着太多让自己感觉痛苦的因素。每当遇到冲突时，他都会下意识地退缩，不敢为自己争取利益，也不敢和别人发生争执，即使被别人欺负了，也只会自己生闷气。前几天，猫先生去理发，在理发师的一顿忽悠之下，他稀里糊涂地办了张会员卡。办卡的时候，猫先生和理发师再三强调自己不会经常来，在得到理发师许下如果不再光临本店可以退还余额的承诺之后，猫先生才付了钱。可回家的路上猫先生越想越觉得郁闷，他觉得实在没有必要办这张卡。于是第二天，猫先生又去了理发店，要求理发师退还余额。为此他还编了一个理由。结果呢，理发师不认账了，无论猫先生怎么说，他就是不肯退还余额。后来干脆把猫先生晾在一旁，最后猫先生只能是无奈地离开。这件事情让猫先生生气极了，他觉得自己如果一开始就直接义正言辞地说我不会办会员卡，自然也就没有后面那些烦心的事儿了。他在退卡的时候又害怕和理发师撕破脸皮而发生争执，如果当时选择了报警，也能够解决问题。可不知为什么，猫先生就是不敢拒绝别人，不敢同他人发生争执。猫先生和朋友吐槽这件事的时候，发现朋友也有类似的苦恼，不敢得罪人，不敢与人发生直接的冲突。在熟人向自己借钱时，这种苦恼是最为严重的。猫先生想起了自己刚刚毕业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想买房子，向自己借钱。明明自己当时也没什么钱，却因为怕伤害感情而不好拒绝，硬着头皮找家人借钱，最终给同学凑了2万元。后来当猫先生急要用钱的时候，这个同学却找了各种借口不还钱，后来甚至干脆就不接猫先生的电话了。有一段时间，猫先生还为此抑郁了。那么为什么猫先生会这样为难自己，成全别人呢？心理专家认为，懦弱退缩、不懂得拒绝、不敢和他人发生争执，这些心理表现一般与成长过程之中的心理建设有着直接的关系。猫先生还记得，小的时候妈妈对他管教得非常严格，他若是犯了错，妈妈就会严厉地批评他。他做对了事情，妈妈却很少地鼓励和表扬他。父亲在家也经常会发脾气，如果父亲认为猫先生做的事情不合他的心意，就会大发雷霆。童年时期，父母对于猫先生严苛的态度，导致他经常产生负面的情绪，进而出现了排斥和躲避的行为。当时的负面情绪在猫先生的记忆里如此深刻，导致他总是刻意地想远离类似的情景。因此在成年之后，再遇到类似的情景时，猫先生就会自觉地变得乖巧听话，避免与他人发生冲突。因为一旦与他人发生了冲突，童年时期被父母批评时所产生的痛苦情绪就会再次出现在猫先生的脑海里。父母对孩子的伤害会让孩子慢慢变得敏感，继而影响他们长大之后处理类似事情的方式。猫先生宁可找家人借钱，也要答应同学的请求，都不愿意打电话和同学解释清楚。
就是因为成长过程中父母的绝对权威使他养成了不敢拒绝的心理动机。一个下雨天，女人在厨房里忙着做饭，一忙起来就忘记了男人交代接孩子放学的事儿。放学之后，孩子自己冒着雨走回来了。男人看见孩子浑身湿淋淋的模样，气就不打一处来，质问女人会不会照顾孩子呀？女人感到非常委屈，男人却还在发火。过了一会儿，他想起孩子早上出门时没有带伞，便责骂孩子：你都多大了，出门不知道自己带伞吗？孩子站在角落里一动不动，低着头挨骂。吃饭的时候，孩子大气也不敢出，他早上出门时就是晴天，爸爸说过要过来接他放学的，结果不但没来接他，还大发雷霆。想起刚刚爸爸发脾气时的样子，孩子感到恐惧和委屈，眼泪啪嗒啪嗒地掉了下来。见孩子哭了，女人耐心地安抚孩子，孩子的情绪这才稍微好上一点。男人冷静下来之后也觉得后悔，他想起来小的时候父母之间也是这么争吵和对他发脾气的，自己现在的样子简直和父母年轻时一模一样。当猫先生将这个真实的故事讲给心理专家听时，心理专家对他说，人们对于事件的反应有2条回路，一条是大脑在后天的环境之下，通过不断的训练，经过不断的试错和纠正，最终刻意培养成的回路，而另外一条则是由情绪和潜意识所激发的回路，即人们会根据情绪的记忆做出的第一反应。孩子小的时候会对父母的言行自然的模仿，尤其是父母激烈的言行，会给孩子留下深刻的印象。孩子长大之后，在遇到类似的情景时，有时就会第一时间复制父母的行为模式，这就是启动了第2条回路。猫先生也是一样的，虽然说成年之后，猫先生可以约束自己，不轻易地对别人发火，但是如果情绪的刺激让他进入了童年的生活情景，那他依然会下意识地调用父母的行为模式。想到这儿，猫先生陷入了沮丧。如果自己活成了父母曾经的样子，那么以后也很可能会伤害自己的孩子，让孩子在长大之后和自己一样，不懂得拒绝他人，害怕与他人发生争执。心理专家宽慰他说，不管是童年创伤所导致的情绪后遗症，还是受了负面情绪影响选择了错误的处理方式，或者是对父母行为模式的复制，只要通过不断的学习，增加知识和阅历，就能渐渐地把控住自己的情绪，解决这个让你倍感痛苦的问题。心理专家还提醒猫先生，你要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冲动，勇敢地面对负面情绪。如果再遇到类似理发店推销会员卡的情况，即便是内心出现了恐惧的情绪，也要勇敢地拒绝对方，不要让童年的情绪创伤影响现在的生活。而且你可以试着找个时间和父母聊一聊，回到童年的情景之中，找到当年的情绪，然后通过沟通将负面情绪化解掉。这就是我们所常说的解开心结。听了心理专家的分析，猫先生感觉心里边舒服多了。他决定先去找父母聊一聊，再慢慢地化解内心的负面情绪。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幼年时期的成长环境会影响人们长大之后的情绪稳定，甚至对人们造成不可逆的情绪创伤。人们在增加知识和阅历之后，会让心态更加的平稳，进而更好地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为您出品的《猫先生的情绪自救》，作者董如风，由青竹小兜为您分享。对陌生人的客气，对亲人的放肆。
猫先生最近感觉特别苦恼，他觉得自己是事事不顺，被领导批评，被同事甩锅，被客户投诉。猫先生知道自己的状态最近不好，可是突然被这么多人指责，他心里边很不舒服。情绪低落的他想在妈妈的身边休息一下，可谁知刚一进家门，就因为一件小事而遭到妈妈的指责。猫先生积压的负面情绪瞬间就达到了顶峰，就忍不住和妈妈吵了起来。生活中我们也经常能见到猫先生这样的人，他们在社交场合是客客气气的，待人接物是彬彬有礼，对待他人的冒犯会大方的包容，即便是内心不高兴，也不会轻易的表现出来。但是他们在亲密关系中却显得十分的暴力，对亲人肆无忌惮的发脾气，完全不顾及是否会伤害亲人，甚至将亲人当作自己的情绪垃圾桶。他们在外人面前是彬彬有礼的，在亲人面前却疯狂的发脾气，真是耗子扛枪，窝里横。窝里横的猫先生在和妈妈爆发冲突之后，又十分的后悔和自责。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做出这样的事儿呢？领导和同事对他的态度是那么的恶劣，他都没发脾气，而妈妈只是多嘱咐了他2句，他就失去了理智。自己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呢？猫先生十分的苦恼，他觉得自己是病了，于是就去找心理专家求助。心理专家了解了猫先生的情况之后对他说，负面情绪不会凭空的消失，一时压抑住的负面情绪，未来一定会找机会释放出来的。也就是说呢，每个人的负面情绪都需要发泄，就好像是垃圾桶里的垃圾满了，需要定期的清理一样，只是每个人发泄负面情绪的时机和方式不同罢了。那么我们又怎么知道什么时候适合释放负面情绪呢？每个人都有理性的思维，理性思维会告诉我们负面情绪可以在什么情况下释放出去，而理性思维判断可以释放负面情绪的原则是，释放负面情绪所造成的损害不会高于压抑负面情绪对自己造成的伤害。释放负面情绪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例如我们和一个人闹别扭了，觉得他很过分，愤怒的情绪让我们想打他一顿，什么后果都不计较。但是理性思维会约束我们的行为，因为如果真的打了他，虽然把负面情绪给释放出去了，但我们会因此而损失惨重，甚至可能就会被抓去坐牢了。于是我们选择了压抑情绪。而在生活中，我们会在以下的场景中总是会下意识地选择压抑情绪。在公司里，我们不敢和领导放肆，因为知道自己可能会丢掉工作。在学校里，我们不敢和老师放肆，因为知道自己可能会被批评。在生活里，我们不敢和朋友放肆，因为知道自己可能会失去朋友。惹了麻烦，我们不敢和警察放肆，因为知道自己可能会被抓去坐牢。但是我们敢和父母、爱人、孩子等这些亲人放肆，因为我们知道父母是不可能离开我们的，爱人和孩子也不会惩罚我们。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亲密关系的纽带是很结实的，没有那么容易被拆开，所以我们在亲密关系之中总是感觉很安全，就会将压抑已久的负面情绪在这里释放。再比如说，一个人在醉酒之后会出现2种状况，一种是直接昏睡，另一种就是要耍酒疯。在耍酒疯的时候，他就会释放出一些平时压抑已久的负面情绪，因为酒精让他的大脑处理问题的能力降低了，平时掌控安全的理性思维开始被麻痹，默认身边的环境都是安全的。然而理性思维毕竟还没有消失，他对极其严重的风险还是能够意识到的。
所以我们很少看到耍酒疯的醉汉去大街上找警察打架，因为残存的最后一点理性思维提醒他，打警察的后果是很严重的。了解了自己为什么容易对亲人发泄负面情绪之后，猫先生陷入了更深的痛苦。难道说自己要一直这样对外人的不满迁怒到亲人的身上吗？心理专家马上回答了猫先生，迁怒这个词儿用得非常好，亲密关系是可以涵容负面情绪的，但如果释放负面情绪时带有迁怒的意味，便会对亲密关系造成极大的伤害。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们很难完完全全地将迁怒的意味从负面情绪之中剔除。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特别的注意亲密关系的情感建设，以及在亲密关系之中发泄负面情绪的方式。在心理学领域，有一个名词叫做情感账户，它将亲密关系中的正面情感比作是银行账户，发泄负面情绪类似于取款的行为，对亲密关系的维护则类似存款或者投资行为。对于情感账户，你如果不停地取款却从来不存款，就会使它慢慢地透支到无法被挽回的地步。我们在外面产生了负面情绪以后，回到亲密关系中释放负面情绪的方式也可以不那么激烈。例如，你可以在负面情绪还没有释放前主动地坐下来，和亲人聊一聊你的痛苦感受，说一说你遇到的问题，彼此之间多一些信任和支持的表达，使负面情绪释放出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卸下伪装，主动地向对方示弱和求助。亲密关系之中的彼此无所谓强弱，我们要让亲人看到自己最柔弱的内心。此外，我们还可以发展社会型的亲密关系，例如同学、好友等，向他们寻求帮助，或者像猫先生一样向心理专家求助。我们如果不想去亲密关系中寻求帮助，还可以在察觉到自己的负面情绪时，主动寻找一些发泄负面情绪的方法，比如运动、冥想、写作、娱乐等。我们一定要先于负面情绪的爆发而行动，在它还没有影响到亲密关系之前将它释放出去。听了心理学家的讲解，猫先生感觉豁然开朗，但眼神突然又有些暗淡了。猫先生问道，难道我就不能向对方反击吗？毕竟负面情绪是他人带给我的，我为什么一定要认怂呢？心理专家哈哈大笑，如果你能不认怂，那么一开始便不会产生负面情绪了。因为各种原因产生负面情绪时，我们确实无法与给我们带来负面情绪的人和事儿硬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束手无策了。心理专家继续解释说，在亲密关系之外，你要学会表达自己的观点，要有勇气维护自己的利益，尤其是让对方察觉到你的情绪变化。而且你还要掌握沟通的方法，例如学习非暴力沟通的4要素：观察、感受、需要、请求，或者使用沟通之中最为常见的汉堡包法则，正面反馈与负面反馈叠加的使用，或者是硬话软说，比较温和地说出那些坚定的话等等。只要运用这些沟通方法，你就不会直接面对激烈冲突，然后一点一点地学会表达自己的观点，维护自己的利益。猫先生终于明白，在亲密关系中不能肆意地发泄负面情绪，对陌生人要知道客气，对亲人的相处也要学会客气。在亲密关系中，你可以释放压抑的情绪，但如果不加节制的发泄，就会影响亲密关系的发展。学会以正确的方法将负面情绪释放到亲密关系之外，才是最佳的做法。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为您出品的《猫先生的情绪自救》，作者董如风，由青竹小兜为您分享。
先让自己幸福，才能帮助别人幸福。猫先生和妈妈吵架了。猫先生在半年前就计划为妈妈买一件昂贵的首饰作为生日礼物。他这几个月都在做兼职，终于是攒够了买首饰的钱。到了妈妈过生日那天，猫先生拿着装有首饰的礼盒，想着妈妈开心的样子，心里边美滋滋的。结果妈妈看到首饰之后的第一反应，竟然是问猫先生花了多少钱，哪儿来的这么多钱。听了猫先生的回答之后妈妈的脸色变了，她让猫先生把首饰退回去，还不断地指责他浪费钱。猫先生本来满怀期待着妈妈开心的笑脸，但是他得到的却是一盆从头浇下来的凉水。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一个女生吃了1个月的泡面，从伙食费里省下的钱买了一双昂贵的球鞋送给了男朋友，男朋友却觉得她的行为不仅伤害了她的健康，也伤害了自己的自尊。比起拥有那双昂贵的球鞋来说，他宁可不要背负这种心理压力。猫先生的妈妈也不愿看到孩子为了给他买礼物而吃苦，所以猫先生通过努力做兼职给妈妈买礼物的行为，不仅不能使妈妈幸福，反而导致妈妈产生了负面情绪。而猫先生在潜意识里觉得自己为妈妈做出了莫大的牺牲，应该得到妈妈幸福和快乐的正面情绪作为回报，这便是索要积极反馈的心理机制。在这种情况下，辛苦的付出变成了妈妈的负担，妈妈收到礼物的喜悦被这种负担冲淡了。心理专家对猫先生说，在亲密关系中，我们牺牲了自己的利益，给予他人利益的行为，会给他人造成心理伤害。这种不询问他人意见、擅自做主的行为，属于自私的爱。当然，并非所有自私的爱都出自自作主张的我们，有的时候，作为被给予者，也会主动要求我们付出这种自私的爱。猫先生此时听的是一头雾水，他问心理专家，什么叫做被给予者主动所求自私的爱呢？心理专家回答说心理学的领域有一个名词叫做过量满足，它指的是当我们在一段情感之中得到对方超出常理的爱时，我们就会觉得自己被特殊的对待了，继而得出我们在对方心中无比重要的结论，我们的安全感和价值感也会得到提升。在亲密关系中，尤其是恋爱型的亲密关系，在刚刚确立的阶段，索取和付出过量满足确实比较常见。当我们的潜意识觉得一段亲密关系不稳定时，我们就会通过索取过量满足来获得安全感。此时的过量满足就是索取来的自私的爱。无论是给予者还是被给予者，代表着自私的爱的过量满足，都涉及一个关键的问题：给予者得到的反馈与期许的反馈是否一致？如果我们给予了对方以过量付出为前提的自私的爱，却没有得到理想中的反馈，那么亲密关系就会出现问题。猫先生作为给予者，期许的是妈妈的感动，而得到的反馈却是妈妈的指责，他觉得自己的付出被辜负了。作为被给予的一方，有时也不愿意被自私的爱套上枷锁。一位母亲非常不喜欢出远门，但是她的女儿辛辛苦苦的工作赚钱，为她准备了一次出国游。结果这位母亲因为女儿的付出而愧疚，根本无法从旅游之中获得快乐。心理专家总结说，在亲密关系中，我们通过自己的过量付出去要求对方接受不喜欢的爱，本质就是在制造矛盾。我们的行为会让彼此都产生负面的情绪。猫先生想起了小的时候，妈妈为了让他赢在起跑线，
花了很多的钱给他报了各种各样的兴趣班，他自己则节衣缩食，连件像样的衣服都舍不得买。但妈妈在给猫先生报兴趣班时，全然不问他是否喜欢。面对不喜欢的兴趣班，猫先生苦不堪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快乐不起来。终于，猫先生下定决心向妈妈提出了退出某些兴趣班的请求，却得到了妈妈为你花了这么多钱，上班这么辛苦都是为了你的答复。从此，猫先生再也不敢抱怨关于兴趣班的事儿了。毫无疑问，妈妈认为自己付出了这么多，猫先生就应该听从自己的安排，好好的学习。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问题，猫先生是否需要他付出这样的爱呢？猫先生问心理专家，在正常的亲密关系中，应该怎样才能做到让对方感觉到幸福呢？心理专家的回答是，一个没办法让自己先幸福起来的人，很难帮助他人，即便给予了他人当下的某些需要，久而久之也会让自己的人生失衡。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失衡会让人产生负面的情绪。很多过量的付出是没有意义的，付出者还是会觉得别人都亏欠了他，使他与别人的关系变得扭曲。所以，一个人应该先让自己快乐幸福起来，让自己的内心充满了积极的情绪，再将这种积极的情绪传递到亲密关系中。例如，猫先生在为妈妈做出某些过量努力的时候，如果内心感到了委屈、不舒服，那就应该停止付出，而不能以自己的过量付出来换取妈妈的开心。当这种过量付出没有换来应得到的回报时，猫先生就出现了负面情绪。猫先生虽然不会表达出因为过量付出而产生的委屈，但是他的负面情绪骗不了人。如果猫先生为妈妈付出了努力，内心并不感觉委屈，而是满足，那么即便没有得到期待的回报，猫先生的情绪也是积极的。最后，心理专家对猫先生说，无论如何，牺牲自己而成全他人，付出所谓的自私的爱的行为，都是应该避免的。我们应该先过好自己的人生，有余力的时候再去帮助别人。一个人只有先让自己幸福，才能让别人幸福。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才能满足别人的需要。在亲密关系中，你只有先对自己好，才有能力去爱身边的人。听了心理专家的分析，猫先生终于明白，自己要在能力允许的范围之内对妈妈好，而不是要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这样一来，猫先生即使没有得到妈妈的回报，也不会产生负面情绪。我们可以总结一下，自私的爱并不会让对方获得幸福，只会让对方感到困扰和不知所措。一个人只有先让自己幸福起来，才有能力让别人幸福。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为您出品的《猫先生的情绪自救》，作者董如风，由青竹小兜为您分享。为什么有些爱会变成勒索？从小到大，猫先生都非常讨厌妈妈的口头禅。他每次与妈妈发生争执时，只要听到妈妈说出都是因为你，为了你我容易吗这样的口头禅时，就会立刻服软认输，答应妈妈一切的要求。前几天，妈妈为了省钱，又去天桥底下找了一个正在练手的理发师，结果被理发师把头发剪成了狗啃头。猫先生看着妈妈的发型，开玩笑说，您又不缺那几十元钱，应该去找个好一点的理发师剪发，您就是贪小便宜。妈妈一听猫先生说他贪小便宜，顿时是火冒三丈，就冲着他大吼，小时候给你买一件新棉袄，我在太阳底下晒好多天，
现在你赚了钱了，就觉得我贪小便宜了，你可真是翅膀硬了。如果我不是为了你，不是为了这个家，我会贪小便宜吗？”妈妈越说越委屈，仿佛猫先生犯了个天大的错误。猫先生看妈妈生气了，赶紧诚惶诚恐地向她道歉。这件事情过后啊，猫先生陷入了沮丧。他想，自己的收入并不低，而且每个月也都会给爸爸妈妈不少的生活费。妈妈完全没有必要这样的节俭呢。更让他感到郁闷的是啊，妈妈总是将不得不省钱归咎于养育猫先生。猫先生认为，妈妈舍不得花钱消费的习惯并不是他造成的，而是妈妈自己心甘情愿的。爸爸能够理解猫先生的痛苦，但他还是帮着妈妈说话。妈妈当年为了让你能够过得好一点，每天起早贪黑的工作补贴家用，确实是不容易。爸爸的话让猫先生更加的郁闷了。猫先生想，以前的苦日子过去了，自己通过努力已经让家人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再慢慢回报爸爸妈妈的养育之恩，为什么一定要不停地为过去的经历埋单呢？猫先生非常痛苦，只好向心理专家求助。很多人啊，其实都和猫先生有一样的感受。父母的情绪仿佛是一个无底洞，即使我们对他们事事顺从，但只要他们一闹情绪，就会说出那句经典的口头禅：“还不是因为你，为了你，我容易吗？”每次听到这几句话，我们就会觉得自己不够好，对不起父母。心理专家告诉猫先生，亲密关系中的爱有时是带着负面情绪的。父母觉得自己的辛苦付出应该是有所回报，而这种想法导致他们将付出变成了勒索，给子女造成了心理负担。但是很多时候啊，父母意识不到他们的爱带有勒索的性质，觉得自己的过量付出就是对子女的爱，但恰恰就是这种过量的付出，让他们的爱变成了勒索。例如在经济基础薄弱的家庭里，为了将子女培养成才，父母很有可能是需要牺牲很多原本属于自己的幸福，耗尽家庭的全部资源。而在抚养子女的过程之中，父母感到疲惫不堪时，可能会抱怨，这时就会产生负面情绪。当子女无视父母的付出，或者学习成绩不尽如父母之意的时候，父母的负面情绪就会更加严重，进而说出一些带有攻击性的话语，比如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你，我们付出了这么多还不是为了你。父母说的这些话本质上是一种被动的攻击，潜台词就是父母为了养育子女才变得很惨。子女在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啊，会本能地感觉到不舒服，进而产生了内疚的心理，而这种内疚心理会驱使他们按照父母的指令行事。而一旦子女变得听话了，父母的负面情绪就得到了释放。在爸爸妈妈的话语影响下，猫先生从小就立志要努力读书，长大之后努力赚钱，改善家庭的生活。工作之后，猫先生把大部分的工资都交给了妈妈，自己则勒紧了裤腰带过日子，因为只有这样做，猫先生才感觉心里边踏实。心理专家告诉猫先生，在他成长的环境里，被妈妈传递了太多的负面情绪。妈妈为了省钱而贪小便宜，结果吃了大亏，就会产生抱怨等负面的情绪。接着又把这些负面情绪传递给了猫先生，便给猫先生造成了伤害。长期被伤害的猫先生变得十分自卑，产生了一种暗黑心理。他觉得自己不值得拥有美好的东西，因而不敢追求自己喜欢的人或者物。曾经，猫先生和朋友们吐槽过妈妈的行为，并且得到了他们的认同。
朋友们对猫先生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在我小时候，爸爸妈妈虽然没有对我说明他们的苦，但我看着他们每天辛苦工作的模样，就感觉非常内疚。而亲戚朋友也总是告诫我要努力读书，长大之后孝敬爸爸妈妈。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我，不敢给自己买贵重物品，花钱的时候一定会先想着爸爸妈妈。我一直觉得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关系就好像是欠债人和债主一样。心理专家指出，有些父母在付出的时候并不会向子女抱怨，但是在社会文化和人际关系的影响下，他们也会在亲密关系中产生负面情绪。猫先生朋友的父母出发点是好的，但朋友还是感受到了来自于亲戚朋友的压力，进而变得自卑，认为自己不值得拥有喜欢的贵重的物品。心理专家说，亲密关系中的爱是不断变化的，父母无私的爱一旦带有负面情绪，就会演变为对子女的勒索。听了专家的分析，猫先生理解了妈妈的负面情绪，但是他依然不理解为什么妈妈现在还要那么节俭，便问道，难道妈妈早年的付出无法被现在的获得弥补吗？心理专家回答说，老人的节俭很可能来自他们年轻时的习惯。他们在年轻时要养育孩子，受经济条件所限，所以必须保持节俭。当他们年纪大了，孩子们也大了，他们的付出不再被需要时，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内心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安。而此时节俭的习惯保持能够给他们安全感，让他们在潜意识里认为自己还是有价值的。此刻猫先生有点想哭，原来妈妈生活的是这样不容易。心理专家杰基说道，让父母与子女都能付出使对方感觉温暖的爱的方法，就是相互理解。作为子女，要理解父母的不容易，理解父母的一些过量付出，理解父母在艰辛生活之中所产生的负面情绪，更要理解父母在年纪大了之后越来越强烈的安全感和价值感的需求。作为父母，要理解子女对父母负面情绪的察觉，子女对于他们负面情绪的感知，往往比父母想象的更加敏锐。父母如果希望用负面情绪影响子女，只会加重子女的心理负担，让他们变得越来越不快乐。心理专家还说，真正的爱不仅在于付出，还在于拥有治愈人心的力量。父母的抱怨和子女的畏惧，只会让负面情绪弥漫在亲密关系之中，导致双方都过得不快乐。听了心理专家的分析，猫先生决定马上回家抱一抱妈妈，对她说上一句，妈妈，我爱你。我们可以总结一下，父母对子女过量付出的爱，会成为一种枷锁，让子女透不过气来。父母和子女要相互的理解，不要让负面情绪弥漫在亲密关系中。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为您出品的《猫先生的情绪自救》，作者董如风，由青竹小兜为您分享。对亲人要常说谢谢，不客气。猫先生在餐厅吃饭，见他的邻座是对情侣。猫先生看他们彼此恩爱的样子，猜想他们应该已经结婚了。果然，不一会儿，餐厅服务员为这对情侣送来一个蛋糕，祝他们结婚6周年快乐。猫先生观察着这对情侣，发现他们两人虽然亲密，但彼此又非常的客气。当女士为男士倒水的时候，男士很自然地对女士说了一声谢谢。猫先生为男士的谢谢而感到意外，他陷入了思考。两个人关系这么亲密，
需要这样客气吗？第二天，当猫先生拿到女朋友送来的爱心早餐时，他想起了昨天在餐厅见到的那一幕，于是他微笑着对女友说了一句：“谢谢你，亲爱的。”而令猫先生感到惊奇的是，原本他以为不会有异样的女朋友，此时却表现得十分高兴。到了晚上，猫先生提前下班回家，为女朋友做了丰盛的晚餐。女友回家之后看到猫先生准备的晚餐，非常开心，感动之余对猫先生说了很多感谢的话。然而猫先生却不喜欢女朋友说这些客套话，他觉得男女朋友之间说感谢显得太过生疏了。为什么同样是感谢的话，女朋友听到之后就会非常开心，而自己听到之后却觉得不舒服呢？猫先生百思不得其解。几天之后，猫先生去朋友家做客，猫先生与朋友在客厅聊天，朋友的妻子则在厨房里准备晚餐。不一会儿朋友的妻子发现做晚餐的食材准备的不够，便决定出去买菜。朋友看着准备出门的妻子说：“谢谢你亲爱的，辛苦你跑上一趟。”猫先生为在餐厅见到的这一幕而感到困惑，于是他问朋友：“为什么夫妻之间要说谢谢呢？这样多见外呀。”朋友却更加诧异地说：“夫妻之间保持对对方的感谢，会让感情和生活更加和谐呀。”猫先生对朋友的解释并不完全认同，内心依然感到十分的困惑，于是他决定向心理专家求助。心理专家对猫先生说，在语言文化中，谢谢通常带有积极的、正面的、善意的色彩。比如在公交车上，你为陌生人让座，对方会对你说声谢谢，你的内心就会感到满足。在心理学领域，有一个关于人际交往的名词，叫做洛萨达比例。它指的是人们在沟通时使用积极的语言超过一定比例，会使沟通更加的顺畅。所以猫先生的朋友说的非常正确，在亲密关系中保持礼貌的行为确实能够加深彼此的感情。丈夫经常感谢妻子为家庭的付出，能够让妻子感觉他的付出是有意义的，从而减少婚姻之中的争吵，使家庭生活更加的幸福。如果亲密关系之中缺少了积极话语的沟通，就有可能让亲密关系出现问题，增加家庭的矛盾。心理专家又进一步地解释道，亲密关系中的一方在另一方付出时，会产生渴望得到回报的心理需求，这种心理需求维持着亲密关系之中双方感情天平的平衡。付出者如果长时间得不到回报，就会产生负面情绪，久而久之，当付出者的负面情绪越来越多，亲密关系的情感天平就会失衡，亲密关系也可能会出现破裂。猫先生还是不能理解，他问心理专家，为什么亲密关系之中一方的付出一定要得到回报呢？心理专家解释说付出者不一定想得到相应的物质回报，却一定想得到情感的反馈。如果付出者没有收到情感的反馈，那么他的情感就没有实现完形。在心理学上，将没有实现完形的情感称为不完形。我们对不完形的情感会本能地产生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我们为男女朋友精心准备了一份礼物，当然是希望能够看到他收到礼物之后的喜悦表情。我们如果没有看到对方的喜悦表情，就会觉得心里不舒服。这就是我们在情感上的不完形所导致的负面情绪。包先生又问道，什么样的情感才算是完形的呢？心理专家回答说在亲密关系中，接受者给予付出者积极的反馈，付出者接受了接受者的反馈，这就是完形。
猫先生为女朋友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并得到女朋友的感谢，这就是完形。猫先生没有得到女朋友的感谢，即没有收到情感上的反馈，这就是不完形。在后一种的情况下，猫先生的积极情绪就会被削弱，甚至出现消极的情绪。猫先生又问道，什么样的情感才算是完形的呢？心理专家回答说，在亲密关系中，接受者给予付出者积极的反馈，付出者接受了接受者的反馈，这就是完形。猫先生为女朋友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并得到女朋友的感谢，这就是完形。猫先生没有得到女朋友的感谢，即没有收到情感上的反馈，这就是不完形。在后一种的情况下，猫先生的积极情绪就会被削弱，甚至出现消极的情绪。猫先生思考了一会儿，他明白了女朋友对他用积极词汇的意义，然而自己又为何不在意谢谢这等的积极词汇呢？此时猫先生想到了另外的一件事情。有一次，猫先生家里来了客人，爸爸在客厅招待客人，妈妈则在厨房里边准备饭菜。这时一位客人提出要去厨房帮忙，却遭到爸爸的阻拦。爸爸说，没关系的，我们家里的事儿都是孩子妈妈打理的。晚饭结束以后，客人们纷纷对妈妈表示感谢，感谢她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饭菜。可是爸爸和猫先生却好像是已经习以为常了，没有对妈妈说一句感谢的话，而妈妈自己也似乎觉得这是一件小事儿，不值得大家感谢。猫先生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家的家庭成员之间一直没有使用积极词汇的习惯。心理专家对猫先生说，不同行为模式或者文化背景的家庭成员对于感谢、不客气这等的积极词汇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女朋友一家可能是善于向彼此表达情感，而猫先生的父母则对家庭成员之间直接表达情感比较排斥。猫先生成年之后，因为受家庭气氛的影响，也排斥在亲密关系中使用积极的词汇。猫先生得出了结论，在生活中，像女朋友这样的人似乎更受欢迎，因为他会时常与家庭成员交流谈心，表达自己的情感。他在遇到问题时，也能够心平气和地与家庭成员交流。猫先生问心理专家，我需要向女朋友学习吗？心理专家给他的答案是需要。心理专家说，无论我们的家庭文化背景如何，在亲密关系中使用积极词汇都会获得积极的效果。有时我们可能会在亲密关系中对于使用积极词汇不太适应，但是只要坚持下去，我们就会发现，在亲密关系中使用积极词汇进行积极沟通，能让我们避免很多的争吵，使亲密关系更加的和谐。心理专家还强调，在亲密关系中，我们不会对彼此设防，因此我们在亲密关系中进行积极表达时，可以直击彼此的内心，给双方带来发自肺腑的快乐。而相反，我们若总是无意识地冲对方发火，随意地进行语言攻击，也会因为彼此不设防，会给对方带来很大的伤害。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努力尝试在亲密关系中使用积极的词汇，进行积极的表达。听了心理专家的分析，猫先生下定决心要向女朋友学习，在亲密关系中养成使用积极词汇的习惯，对亲密关系之中一方的付出做出正向的情绪反馈。我们可以总结一下，积极的暖色的词汇具有暖人心的力量，它更容易让沟通双方产生积极情绪。你如果觉得亲密关系不太和谐，不妨试着在沟通时多使用一些积极的词汇。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为您出品的《猫先生的情绪自救》，作者董如风，由青竹小兜为您分享。带着负面情绪的沟通就是吵架。猫先生和女朋友在电影院的门口大吵了一架，而起因是几件小事儿。猫先生和女朋友对于看电影这件事一直存在着分歧。猫先生是动作片的爱好者，女朋友呢则喜欢看爱情片。猫先生这次约女友看的电影没有提前和他商量，自己就选择了动作片。当女朋友来到电影院时，他的脸色便开始难看起来。不过尽管心里边不高兴，他还是很照顾猫先生的感受，耐心地看完了电影。走出电影院的时候女友感觉有点口渴，便让猫先生去买饮料。结果猫先生忘了买他喜欢喝的杨枝甘露，而是买了他非常不喜欢的蔓越莓汁。女朋友看到饮料之后终于是忍不住爆发了。猫先生见女朋友生气了，赶忙道歉：“对不起，亲爱的，我排队买电影票时忘记和你商量了，下次我一定提前和你商量，好吗？”可谁知女友非但是没有消气，反而大声地质问他：“和你在一起5年了，你连我看什么电影、喝什么饮料你都忘了，你分明就是不在乎我。”猫先生感到很纳闷，本来自己计划好的两人甜蜜的约会，只是因为看电影、买饮料这些小事上犯了错，却遭到女朋友如此愤怒的责难。此时女朋友还在斥责猫先生。电影院门口是人来人往，人们向猫先生和他的女朋友投去了好奇的目光。猫先生羞愧的不敢说话，低着头，脸涨得通红，任由女朋友对自己是大发脾气。第二天，当猫先生把这件事情告诉心理专家时，他得到的答复是，导致这场矛盾的罪魁祸首就是女朋友的负面情绪。关于看电影这件事猫先生喜欢看动作片，女朋友喜欢看爱情片，两个人喜好不同，这无可厚非。但是猫先生事先没有和女友沟通，就擅自做主选择了动作片，这让女朋友产生了负面情绪。而接着猫先生又买了女友不喜欢喝的饮料，这加重了负面情绪。最后在面对女友的指责时，猫先生一副不知道哪里做错了的态度，仿佛在说女朋友这是小题大做，彻底点燃了女友所积压的负面情绪。而女朋友毫无顾忌地宣泄负面情绪，是因为积压的情绪太多了。无论猫先生怎么说什么，对于处在强烈的负面情绪中的女朋友来说，他都是在与她吵架。心理专家告诉猫先生，只要是带着强烈负面情绪的沟通，最后都会演变为争吵。猫先生问心理专家，为什么我的女朋友会失去理智？心理专家的回答是一个人在有强烈情绪的时候，会进入一种应激的状态，此时他对外界的反应更加的敏感，也更容易冲动，而这种状态在心理学领域被称作杏仁核劫持。杏仁核是我们大脑之中负责处理情绪的部分，杏仁核被劫持就意味着我们的行为受情绪的控制，而非是理性思考之后的审慎举动。在杏仁核劫持的状态下，我们的精神会高度的警觉，我们会变得非常紧张，而此时判断问题的角度只会是某人或者某事是否对自己构成威胁。而一旦我们认定了某人或者某事对我们构成了威胁，便会立即采取行动，逃跑、战斗或者僵住。心理专家让猫先生回顾一下日常生活，当他处于强烈的负面情绪中时，是否有口不择言或者呆若木鸡的表现？一旦出现了这些表现，他就进入了杏仁核劫持的状态。
在这样的状态下，猫先生的思维方式会变得无比狭隘，从散发性思维变为冠状思维，直来直去，非黑即白，非此即彼。在这种思维模式的支配下，猫先生会将一切与自己观点不一致的信息都视为是对自己的攻击和否定。心理专家说，现在回看你女朋友的愤怒啊，当她激烈地斥责你时，你辩解的言语也会被她的潜意识解读为对她的攻击，进而让她产生更强烈的负面情绪。猫先生想，怪不得平日很明事理的女朋友一旦情绪爆发，就仿佛是变了一个人，对自己的解释完全听不进去，紧紧揪着自己的小辫子不放。猫先生说，我能够理解女朋友产生负面情绪，但她完全不管场合是否合适爆发负面情绪，在大庭广众之下给我难堪，还是让我难以接受。心理专家告诉他，如果将负面情绪爆发导致思维模式的转变定义为意识失调，那么猫先生所说的不分场合地点的爆发负面情绪便是场景上的失调。场景失调是指强烈的负面情绪让人的大脑进入攻击和防御的状态，从而模拟出一个脱离当下的危险场景，使人意识不到当下的场景是否适合发泄情绪。在电影院的门口，随着女朋友负面情绪的积累，他的意识开始对身边的环境进行筛选，只保留了他和吵架的猫先生，而忽略了环境之中的其他的人，这就是场景失调。猫先生又问，那么如何才能解决这个让人苦恼的问题呢？心理专家告诉他，被负面情绪控制的人是没有理智的，我们与没有理智的人沟通怎么会有效果呢？所以猫先生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帮助女朋友重新控制情绪，而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就是学会停止。心理专家所说的停止，意思是不再争吵，不激化矛盾，让双方各自先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猫先生先要安抚女朋友，顺着她的情绪行事，让她的情绪慢慢的舒缓下来。而与此同时呢，猫先生也要调整好自己的情绪，让自己先停止辩解，保持冷静。而这个过程可以被总结为一个心理学的名词：抑制情绪。很多人都意识不到，在同对方带有负面情绪的沟通中，即使我们作为委屈的被动的一方，也会不断试图表达自己的负面情绪，而这种行为本质就是一种拱火。因此，相较去安抚对方，我们最好学会抑制自己的情绪，先让自己停止辩解，更不能以沉默的方式来应对，因为我们的沉默有时也是一种无声的情绪对抗。心理专家建议说，猫先生可以利用生活中的各种冲突，练习让自己停止的技巧。在亲密关系中，很多问题一开始并不是很严重，最终发展到无法挽回的地步，都是因为双方控制不住自己的负面情绪。双方都带着负面情绪去沟通，说一些让对方听起来很不舒服的话，结果就会做出一些非理性的判断和决定。心理专家告诉猫先生，有效沟通建立在沟通双方情绪稳定的基础上，亲密关系中的沟通更是如此。沟通双方一旦带有负面情绪，就会将对方当作是宣泄负面情绪的垃圾桶，导致双方发生冲突，使沟通演变成争吵。猫先生明白了，在亲密关系中要实现有效沟通，就要先把负面情绪宣泄出去。比如，在察觉到自己的负面情绪很严重时，我们可以先找一个安全温暖的环境，让自己身体放松，等心平气和，恢复了正常的认知之后，再重新开启沟通，让沟通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我们最后总结一下，
带着负面情绪的沟通，往往会上升到价值观层面，因为双方都想用自己的负面情绪来压制对方。停止是针对双方而言的，既要掌握让自己停止的技术，又要掌握让对方停止的技术。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为您出品的《猫先生的情绪自救》，作者董如风，由青竹小兜为您分享。冷暴力其实只是想静一静。这一天啊，猫先生和女朋友吵架了，女友一气之下摔门而去。猫先生以为女朋友会很生气，当天晚上就想和女朋友交流一下，没想到等到很晚也没见他回来。这时啊，猫先生收到女朋友发来的信息，得知她想在闺蜜家住上一晚，之后便再也收不到女朋友的微信消息了。猫先生害怕女朋友和他提分手，于是不停地给他打电话，结果一次一次被他挂断，直到女朋友关了手机。不一会儿，女朋友的闺蜜打电话给猫先生，她告诉猫先生，他的女朋友很安全，而且并没有生气，只是想一个人静一静。以往和女友吵架时啊，猫先生总是会先说出想一个人静一静这样的话，而这次他从女朋友的闺蜜口中听到了这句话，一时还很不适应。但得知女友不是要和自己分手之后，他长长的呼出一口气，之后他玩起游戏来，全然忘记了和女友吵架的事情。深夜时，猫先生停止了游戏，他从虚拟世界抽身出来之后，便陷入了沉思。他发现自己和女朋友的感情虽然很好，但是自己呢，也经常有想一个人静一静的时候。自己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并不是因为厌烦了女朋友，也不是因为要和她分手，只是单纯的想要从这种亲密关系中暂时的脱离。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想法呢？猫先生百思不得其解。第二天，带着困惑的猫先生去心理专家那儿求助。心理专家告诉猫先生，每一个处于伴侣关系中的人啊，几乎都有想一个人静一静的想法。他如果想了解人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想法，就要先了解伴侣关系形成的过程。在建立伴侣关系初期，两个陌生人要经历一个互相了解的阶段，他们会在这个阶段坦诚相对，建立彼此的信任，而此时两个人都希望有更多的时间与对方待在一起，从而有更多机会感受彼此，习惯彼此。两个人通过在这个阶段高频率的接触，在内心建立起与对方一起的安全感，又因为在伴侣关系中获得了对方的欣赏和重视，个人的价值感也会有所提升。听了心理专家的分析之后啊，猫先生开始回忆起自己刚刚和女朋友谈恋爱的时候。那时他与女友非常的亲密，恨不得整天都和她腻在一起，还经常给女友打电话到深夜。一想到拥有女朋友的爱，他就觉得无比的幸福，也变得比以前更自信了。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猫先生的幸福生活开始有了小烦恼。猫先生感觉自己的人生被女朋友束缚住了。他以前有很多时间应酬或者和朋友们聚餐，但是现在每天一下班就必须赶快回家，猫先生为此烦透了。心理专家向猫先生解释道，当彼此建立起安全感之后啊，伴侣关系就会自然地进入第二阶段，而这个阶段与上一个阶段刚好相反，彼此都需要一些独立的空间。伴侣关系在给我们带来安全感的同时，也在剥夺我们的安全感。猫先生疑惑地问，那为什么伴侣关系会剥夺安全感呢？心理专家的回答是，因为我们在伴侣关系中向对方袒露了过多的隐私。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啊，隐私被他人获知会让我们感觉不安全，
猫先生叹了口气，对心理专家说：确实如你所说，在谈了一段时间恋爱之后啊，我在女朋友面前就毫无隐私可言了。我虽然觉得与女朋友亲密无间，可是我也被这种亲密无间挤得透不过气来。有时我一见到她就感觉到内心烦躁。心理专家笑着说：让对方进入你的生活空间，你们才可以变得亲密呀。伴侣关系的本质是亲密关系，要求我们让渡自己的生活空间。我们让渡了自己的生活空间，就会感觉自己生活的自主权被干预了，自由慢慢的被吞噬了。而此时，我们需要从伴侣关系中拿出一部分精力和时间，让自己回到独立自主的生活中。比如猫先生，他可以回到原来的社交圈子里。猫先生与朋友聚会时感觉非常舒服，原因就是在潜意识里，他觉得自己夺回了对于生活的自主权。然而，我们要从亲密关系中拿出多少时间和精力呢？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拿出的时间和精力太多，我们在潜意识里就会产生失去伴侣的危机感，进而产生焦虑情绪。拿出的时间和精力太少，我们又不一定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在伴侣关系中，亲疏的尺度是不容易拿捏的。我们若是拿捏不好，就会导致自己在亲密关系中无所适从，甚至产生了复杂的负面情绪。例如，有的人在伴侣关系中会毫无征兆的发怒，与另一半发生激烈的争吵，甚至为了一件小事而喋喋不休。这就是负面情绪在作怪。它的潜台词是我太压抑了，需要通过争吵与对方拉开距离，我需要个人空间。猫先生有时确实会因为一件小事与女朋友发生争吵，当自己恢复理智之后，又会觉得之前争吵的缘由实在是微不足道。原来这就是负面情绪在向他发出预警。心理专家说啊，在伴侣关系中，彼此的情绪会互相的影响。当一方出现负面情绪时，另一方也会出现负面情绪。因为每个人都需要独处，如果独处的需求无法通过合理的方式获得，他就会通过启动非理性的负面情绪，迫使他人远离自己，以达到独处的目的。内心所积累的负面情绪一旦爆发，我们就会与伴侣发生冲突。因此，在我们的潜意识里，为了避免与伴侣发生冲突，就会选择在负面情绪尚未爆发时将它释放出去。由潜意识驱动的最常见的方式就是想一个人静一静。所以想一个人静一静这样的话才会如此普遍地出现在伴侣关系之中。心理专家接着严肃地说，伴侣关系中出现的负面情绪还有一个重要的源头，就是双方对彼此的占有情结，这往往会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要想了解占有情结，我们就需要考虑往深层次发展的安全感。在伴侣关系中，我们向对方袒露了隐私，我们的不安全感也会随之增加。相应的，我们就需要获得更多的安全感。于是，我们潜意识里就产生了想让伴侣与我们保持一致的要求。潜意识里的一致性要求，使我们对于另一半的占有欲加强，对另一半的信息总想完全知晓。但是强烈的占有情节会让对方无比的痛苦，时间长了，双方在亲密关系中受到的痛苦比快乐更为强烈，伴侣关系就会出现问题。猫先生和女朋友确立了伴侣关系之后，他确实获得了女朋友的爱，也确实非常的喜欢女朋友。可是当遇到女友时时刻刻的盯着他，还经常被女友翻看手机时，猫先生还是会感觉很痛苦。听了心理专家分析了这么多，猫先生还是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法，他有些着急了。心理专家笑着说啊，正确的做法就是把我对你讲的这些话告诉你的女朋友，
让你的女朋友了解伴侣关系的发展阶段，让她对你们彼此潜意识中的安全感需求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而此外，你们还需要建立一个共识，用科学的方法共同经营好伴侣关系。当你们达成共识以后，彼此就会逐渐有意识地照顾对方的心理需求，培养和谐的伴侣关系。心理专家还补充说，一段和谐幸福的亲密关系，双方需要主动给对方留出一定的个人空间，这样才能让彼此有调整自己、排泄负面情绪的空间，使双方在亲密关系中保持稳定的情绪。猫先生觉得自己和女友还是彼此相爱的，他决心调整好自己的情绪之后，立刻去找他好好的谈谈。我们来总结一下，双方在亲密关系中对彼此袒露的隐私是全方位的，这既会为双方带来安全感，又威胁着双方的安全感。人们对于自我空间的需求是与生俱来的，如果自我空间长期处于被挤占的状态，也就会出现逃避的倾向。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为您出品的《猫先生的情绪自救》，作者董如风，由青竹小兜为您分享。情绪问题不是病，而是病的症状。猫先生报名参加了小区的演讲比赛。临近比赛日期时猫先生觉得自己生病了，精神萎靡不振，吃不好睡不好，也不愿意和人说话，经常处在惶惶不安的状态。猫先生为此去咨询了心理专家。心理专家跟他说你报名参加演讲比赛以后，因为不自信或者准备的不充分，害怕当众发言，于是就产生了焦虑情绪，所以才会吃不好睡不好，惶惶不安。你的表现不过是焦虑情绪的外化，但是你可以将焦虑情绪看作是一种信号。猫先生还是第一次听说可以将情绪看作是信号。心理专家解释道，有些人总是将情绪看作是一种病，这其实并不准确，我们应当将情绪看作是病的症状。例如，猫先生此时所产生的焦虑情绪，本质上是他对演讲比赛的一种心理应激反应。因此，心理专家需要找到病源，然后对症下药，教会猫先生从演讲比赛入手来解决情绪上的问题。此刻，猫先生忽然就意识到，情绪问题和身体生病是一样的道理。他发烧、咳嗽、流鼻涕，然后到医院做检查，就是为了找到病源，再得到医生关于病症的治疗方案。心理专家说，这个比喻是非常准确的。我们要接受自己所产生的任何情绪，将情绪看作是自己对于内外变化的一种体验，一种适应性的反应。就好像是我们喝水时烫到了，自己下次就会注意慢慢的喝。开车时出了事故，自己至少在一定时间内就会变得特别的小心。在释放负面情绪的过程之中我们也能够提升自己应对问题的能力。不过，负面情绪有时也会让我们过度反应，导致我们畏缩不前，出现了回避的行为。心理专家说，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负面情绪就是在向我们发出预警。由此可见，负面情绪并不是让猫先生的生活变得糟糕的罪魁祸首，而是提醒猫先生目前正在遭受心理问题的报警器。心理专家告诉猫先生，情绪可以被解读为一种心理信号，它在用一种刺激心理状态的方式传递信息。猫先生感到很好奇，情绪要传递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他想起了这样一件事情，爸爸曾经在下颚上长了一个疙瘩，总是感觉到不舒服。爸爸原以为这个疙瘩过一段时间就消失了，然而过了半年它反而是越长越大。后来爸爸只好到医院去做检查，
结果发现这个疙瘩是某种肿瘤，幸好这肿瘤是良性的，而且处于早期，爸爸做了切除手术之后就康复了。想到了这件事啊，猫先生认为情绪传递给人的信息就是你现在有病，要赶快的去治疗，否则拖下去就会让小病变成了大病。猫先生想，从这个角度出发，情绪还真是保障我们心理健康的功臣。心理专家告诉猫先生，人的一生中会产生很多种情绪，而其中比较常见的有27种：钦佩、愤怒、焦虑、敬畏、尴尬、无聊、冷静、困惑、抱怨、渴望、失望、厌恶、兴奋、嫉妒、刺激、恐惧、抑郁、内疚、惊悚、快乐、怀旧、骄傲、解脱、浪漫、悲伤、满足和同情。这些情绪都会伴随着我们的一生，不时就会出现。而这些情绪一旦出现，就意味着我们存在着某些心理上的问题，需要获得帮助。猫先生发现，这个情绪名单之中有一些是正面的情绪。他问心理专家，那正面的情绪也会传递信息吗？心理专家说正面情绪会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往往都是积极的，所以不需要做什么特殊处理。而负面情绪则不一样，有些负面情绪甚至意味着我们产生了比较严重的心理问题，如果不及时处理，那我们的心理问题就会越来越重，进而演变成心理疾病。心理专家告诉猫先生，非重视不可的负面情绪是焦虑、恐惧、愤怒、嫉妒、抱怨和抑郁，以及一种特殊的状态易激惹。猫先生在参加演讲比赛之前所出现的负面情绪就是焦虑。心理专家说，焦虑情绪源自于我们对自我存在的不确定性，我们对于自我安全感和价值感产生了怀疑，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情做了过多的揣测，并且抱有期待。猫先生过分的在意演讲比赛，才会对自己丧失了信心，进而出现了否定价值感的复杂心理活动。而猫先生只要认真的准备演讲，比赛时好好的表现，或者等到演讲比赛结束时，他的焦虑情绪自然就消失了。心理专家对猫先生说，我们若想抓住情绪所要表达的信息，就需要将它们像放在显微镜下一样放大观察。似懂非懂的猫先生继续问道，那负面情绪在显微镜下都是什么样呢？心理专家说，我们的2个诉求与负面情绪是直接相关的，安全感和价值感。它们决定了我们是否会产生焦虑、恐惧、愤怒、嫉妒、抱怨和抑郁等负面情绪。所以我们观察这些负面情绪，就要从2个诉求入手。焦虑情绪主要关联的是价值感，它传递的信息是，我们当前的价值感比较低，需要寻找新的目标，或者降低对某个冲击自己价值感的目标的期待。恐惧情绪是焦虑情绪的固化，主要关联安全感和价值感，它传递的信息是，我们当前不具备解决某个问题的资源和力量，需要组织资源，调整策略，调动力量来解决当下的问题。愤怒情绪主要关联的是安全感，它与价值感也偶有关联。它传递的信息是，外部有刺激源正在刺激着我们，需要调动体内更大的力量来应对挑战。嫉妒情绪主要关联的是价值感，它源于我们的自我边界意识。我们的自我边界越清晰，我们就越不容易出现嫉妒情绪。而嫉妒情绪所传递的信息是，我们混淆了自己与他人的边界，应该试着去建立自己独特的价值感，使自己与他人有所区别。抱怨情绪主要源于自我价值感建设的不完善，本质上它是指我们想要与他人亲近，
并且将希望寄托于他人而又未被满足。抱怨情绪传递的信息是，我们要加强个人价值感建设，在遇到问题时主要依靠自我力量去解决，而不是把期望寄托在他人的身上。抑郁的情绪源自于我们自身价值感的缺失，最直接的导火索是我们所遭遇的挫折，且无法从挫折中走出来。抑郁情绪所传递的信息是，我们所面对的当前困境是非常严重的，但我们的一切解决策略都是无效的，需要为摆脱当前的困境寻找新的策略。心理专家说，总之，当自我价值感和安全感受到攻击或者威胁时，我们就会产生愤怒、恐惧、焦虑的情绪。如果我们发现别人比自己过得好，我们就会心理上不平衡，感觉自己的价值受到了威胁，进而产生了嫉妒的情绪。当我们对自己的价值体系产生怀疑时，我们就丧失了生活的激情，觉得自己对人生的认知是错误的，开始怀疑人生，产生了抑郁的情绪。猫先生这才明白，原来不同情绪之间有这么大的差别，并不是所有的负面情绪都能用抑郁来涵盖。心理专家接着解释道，有趣的是啊，如果我们能够解读出负面情绪背后的信号，哪怕什么都不做，负面情绪的强度也会降低。如果我们在正确解读之后又有所行动，能够有针对性的来解决问题，我们就不会在相同的问题上产生相同的负面情绪。心理专家告诉猫先生，我们想掌握解读情绪和行动的技巧并不容易，需要不断的学习，进而养成一种习惯。而且我们也不可能在负面情绪爆发时就立即对它有所察觉，需要事后反思，当时的负面情绪是什么，是因什么而产生，负面情绪传递给我们什么信息，除了闹情绪，我们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应对问题呢？我们要给自己一些时间，慢慢的来，一点一点的去提升自己。猫先生听了心理专家的分析，对负面情绪有了不一样的理解。他意识到只有对症下药才能解决问题，而且并不是所有的负面情绪都是有害的，有些负面情绪也是在保护自己。猫先生下定决心，以后要接纳自己所有的负面情绪，努力找到负面情绪背后的根源性问题，并且有针对性的来解决问题，而不是一味克制负面情绪，让自己沉溺在负面情绪的泥沼之中无法自拔，把生活搞得一团糟。我们可以总结一下，负面情绪是由现实问题所致，因此处理负面情绪的方法是找到它背后的现实问题。价值感和安全感的缺失是负面情绪产生的源头，现实事件对他们的不同影响会导致人们出现不同的负面情绪。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为您出品的《猫先生的情绪自救》，作者董如风，由青竹小兜为您分享。情绪容器，阻止情绪的突然失控。负面情绪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可是它一旦出现了，就肯定会被我们感觉到。不知在什么时候，猫先生突然就产生了情绪的波动，也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自己的情绪忽然又稳定了。心理专家告诉猫先生，负面情绪因外部刺激而产生，但因为个体存在着差异，即便是同一个刺激源，不同个体出现的负面情绪也是不同的。负面情绪不是我们所选择的。猫先生想，这就好像是自己大脑之中有一个按钮，当刺激发生时，这个按钮就被快速地按了下去，然后砰的一声，他的大脑就被负面情绪占据了。猫先生问心理专家，有的时候我能够感觉到自己的负面情绪，但我能将负面情绪抑制住，让自己不做出出格的举动。
可有的时候我又被负面情绪弄得崩溃，这是为什么呢？心理专家告诉毛先生，这是因为我们有理智存在。然而我们在被极端的负面情绪影响时，就会做出很多不正常的行为，在人群之中失态，和上司争吵，和朋友翻脸。毛先生又问，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理智去哪儿了呢？为了解答毛先生的问题，心理专家提供了一个概念，情绪容器。心理专家说，我们的负面情绪是在瞬间产生的，但不一定会在瞬间爆发。每个人的大脑之中呢，都有一个看不见的情绪容器。我们的负面情绪会在何时的爆发，就是由这个情绪容器决定的。我们的负面情绪都会被装入情绪容器中，而情绪容器也有着容量的上限，即负面情绪爆发的临界点。此时我们只要稍微的受一点刺激，再产生一点负面情绪，就会让负面情绪冲破临界点，不受控制的爆发。心理专家说，人的理智控制着情绪容器的上限，决定着负面情绪爆发临界点的高低。特别理智的人并非是没有负面情绪，他们只是不容易情绪失控而已。特别理智的人在负面情绪达到爆发临界点之前，往往能用理性的方法将一些负面情绪释放出去，但他们也有理智失灵的时候。丈夫下班回家，进门之后把鞋子随意地拖在玄关处，结果被妻子数落了几句。丈夫竟大发雷霆，对妻子说了很多难听的话。不过是被妻子数落了几句，丈夫却如此失去理智地发脾气，这显然不是由丈夫当时所产生的负面情绪所导致的，而是因为丈夫在工作和生活中积累了太多的负面情绪，回家的时候已经达到了负面情绪爆发的临界点了。此时因妻子的几句数落产生了一点负面情绪，就是积累已久的负面情绪冲破了情绪容器，爆发了出来。心理专家为猫先生举了一个更为生动的例子。猫先生饿了，看到桌上有馒头就开始吃馒头。当吃完4个馒头之后他又拿起旁边的一块曲奇饼干吃。吃完了这块曲奇饼干，他刚好就饱了。猫先生能不能说是一块曲奇饼干让自己吃饱了呢？当然不能。他吃完了4个馒头之后，让自己的胃达到了饱的临界点。负面情绪的爆发也是如此。我们不会因为某一件特定的事就失去理智的闹情绪，因为我们的理智一直都存在。不过我们的负面情绪在情绪容器中不断积累着，并不停地对理智发动着攻击。理智不可能完全地控制住负面情绪，因为情绪容器不仅有上限，还有底线。心理专家说，所谓的情绪容器的底线，就是指他人绝对不能触碰的东西。这些东西一旦被触碰，我们的负面情绪就会立即爆发。比如，我们都很尊敬自己的父母，容不得他人对父母有一丝一毫的亵渎。有的时候，哪怕他人客观地批评我们的父母，也会引起我们负面情绪的大爆发。我们都很理智，只是不能容忍父母被亵渎，这就是我们情绪容器的底线。更普遍的情绪容器底线，所指的是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心理创伤。我们平时把创伤深深地藏在心底，但有时还是会被他人无意的触碰，这时我们就会产生强烈的负面情绪。在负面情绪的影响之下，我们会重新体验过去的创伤，因此更容易情绪崩溃。心理专家说，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那就是在关乎个人的绝对安全时，我们需要瞬间产生情绪和做出反应。比如我们行走在马路上，忽然听到背后传来刺耳的巨响，我们就会瞬间爆发恐惧的情绪，继而跑着躲向一旁。此时
我们看到一辆失去控制的车刚好飞驰过去。这种负面情绪的爆发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心理专家告诉猫先生，在人的大脑结构中，和情绪相关的原始脑的运转速度是理性脑运转速度的80到120倍。在特殊情况下，我们需要做出瞬间反应，而非是理性反应。就像我们在遭遇可能的车祸时，不会选择停在原地思考我该不该躲开，我该朝哪个方向躲。接着，猫先生又问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作为一个普通人，如何识别自己情绪容器的临界点呢？并且能够及时发现负面情绪是否到达了临界点呢？心理专家告诉猫先生，判断一个人的情绪容器是否达到了临界点，标准有3个。第一，负面情绪的强度和刺激事件不对称。我们为了一点小事就爆发出特别强烈的负面情绪，让人产生了一种疑惑，觉得就这点小事不至于发这么大的火。第二，负面情绪爆发的频率高，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经常莫名其妙地出现负面情绪。第三，负面情绪的不可预测。我们不知道自己因为什么事情何时会爆发负面情绪，给人一种说着说着就急了的感觉。当这3个标准同时满足时，我们就可以判定自己的情绪容器已经达到了临界点。听完心理专家的分析，猫先生忽然就意识到一个现象，有的人经常会小题大做，好像是没事找事儿，大概就是因为他们想要释放负面情绪，却找不到出口，所以才会采用发起冲突的方式来制造释放负面情绪的机会。心理专家说，还有一种非常专业的判断方法，帮我们判断情绪容器是否到达临界点，就是检查自己身体的健康状况。我们如果经常向情绪容器之中加入负面情绪而不去处理，当负面情绪累积到一定程度时，我们的身体健康就会受到影响。例如，我们若长期处于愤怒的情绪中，就容易患上三叉神经痛。三叉神经是脑神经的组成部分，我们的情绪需要通过脑神经来传递，而愤怒情绪会强烈的刺激脑神经，让脑神经瞬间进入亢奋的状态，导致包括三叉神经在内的脑神经压力过大，产生了头痛的症状。心理专家说，脑神经还包括视神经等其他神经，因而我们会常听说有的人被气得眼前一黑，也是出于同样的生理原因。我们的脏器和肌肉也经常受到负面情绪的影响，而脏器和肌肉又受着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控制。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被统称为植物性神经系统，它的特点是不受人的主观意志的支配。例如，猫先生就控制不了胃的蠕动，控制不了血压的高低，控制不了肌肉的颤抖，但负面情绪却可以通过刺激植物性神经系统来影响他的身体健康。猫先生走在大街上，突然遭遇到来自于路旁恶霸的无端挑衅，他瞬间就爆发了愤怒的情绪。他的植物性神经系统开始发挥了作用，心跳加快，肝脏释放出更多的血糖以供肌肉活动，肠胃停止了消化活动，肾脏也暂停了代谢，全身肌肉都被调动起来，整个身体为迎接一场战斗做好了准备。如果猫先生长期处于负面情绪中，就容易出现高血压、肌肉酸痛、胃痛等健康问题。心理专家说，如果我们年纪轻轻就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健康问题，且没有不良的生活习惯，那么很可能就是负面情绪太多的原因。猫先生问道，在察觉到负面情绪的问题之后，我要怎么做呢？心理专家告诉他，最重要的就是尝试将一些负面情绪释放出去。我们不可能一次就将情绪容器清空，
只能采取一些常规的方法，少量多次的释放负面情绪。具体的方法有以下几种。倾诉，我们可以找一个彼此信赖并且愿意倾听的人，将内心的苦恼向他倾诉，通过诉说得到他的积极回应和共情，借机释放一些负面情绪。运动，我们可以适当的做一些运动，除了可以释放多巴胺和内啡肽，还能在应激状态之下让紧张的肌肉放松下来。正念和冥想，我们可以通过正念和冥想，让被情绪破坏掉的神经系统重新正常的工作，进而达到内在的平衡。认知改变，我们要去尝试了解负面情绪背后所隐藏的事件，找出让自己处于压抑状态的原因，然后通过学习和改善行为的方式，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心理专家总结说，情绪容器这个抽象概念的意义是让我们时时关注自己的情绪状态，在情绪状态崩溃之前，及时的采取相应的策略，将负面情绪释放出去。听了心理专家的总结，猫先生若有所思地说，我懂了，当我们已经意识到负面情绪开始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时，就需要关注情绪的变化，并且采取策略了，及时的释放负面情绪，不让情绪容器破损，从而阻止负面情绪的爆发。最后我们总结一下，负面情绪的发展是一个从积累到爆发的过程。日常出现的负面情绪可以被视为像一个容器倒进了污水，情绪的突然失控只与是否到达情绪容器的临界点有关，与达到临界点时的负面情绪强度无关。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为您出品的《猫先生的情绪自救》，作者董如风，由青竹小兜为您分享。负面情绪是痛苦，也是成长的契机。猫先生最近感觉很焦虑，他看到身边的同学或者朋友都事业有成，想到自己的事业还在原地踏步，就有些怀疑自己的能力了。最近他失业了，这更让他感到沮丧。猫先生觉得自己不能再沉沦下去，他决心振作起来，去找一份收入和职业前景都有所提升的工作。然而他尝试了很多的渠道，却始终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过了一段时间，猫先生对工作这件事情就产生了畏惧情绪。每次只要听到手机铃声，他就会紧张到浑身冒汗，害怕是用人单位打来的拒绝他入职的电话。慢慢的，猫先生开始嫉妒别人，他经常和身边的朋友抱怨自己是时运不济，但抱怨并没有办法解决猫先生的问题。久而久之，他就变得懈怠了。他不去看招聘信息，不去参加面试，整天把手机关机之后就躲在家里睡大觉。朋友们实在看不下去了，劝猫先生要振作起来，没想到刚说2句就遭到他的白眼。猫先生感觉太痛苦了，于是决定向心理专家求助。心理专家对猫先生这段时间的情绪状态进行了剖析。猫先生最开始只是焦虑不安，他怀疑自己不能够找到合适的工作，而看到身边的朋友都发展得很好，便觉得价值感受到了威胁，因而产生了焦虑情绪。而此时呢，焦虑情绪对于猫先生的意义在于提醒他当下的能力不足，需要提升自己了，否则便无法实现他追求的目标。然而猫先生却忽略了情绪传递的信号，他选择了逃避。听了心理专家的分析，猫先生瞬间就清醒了，他觉得心理专家仿佛是看透了他的内心。他在找工作屡屡碰壁之后，确实不再喜欢与别人讨论找工作的事儿，只要听到有人给他介绍工作，他立刻就躲起来。心理专家说，正是因为猫先生选择了逃避，
导致根本问题没有被解决，才使得焦虑情绪进一步发展成为恐惧情绪。而此时猫先生所恐惧的对象就是找工作这件事情。猫先生害怕听到手机铃声，因为对他来说，接电话就意味着要面对自己所恐惧的事情。然而猫先生依然没有正面面对恐惧情绪，而是将恐惧情绪归结于外部原因，所以就出现了极度的情绪。猫先生听完心理专家的分析，脸上露出了惭愧的表情。他问道：那我该怎么做呢？心理专家说，我们若将负面情绪看作一棵向上生长的大树，那么作为情绪的主人，可以选择让它向左或者向右分叉。我们若选择了让它向左分叉，就是捕捉负面情绪传递的信号，找到产生负面情绪的深层次的原因，有效地解决问题。当然了，我们也可以选择让它向右分叉，就是回避情绪背后的问题，让负面情绪不断的积累，向更严重的境地发展，最终将自己引向崩溃。猫先生想，找工作这件事情到底难在哪儿呢？为什么别人可以找到满意的工作，而自己就不行呢？心理专家指出，猫先生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焦虑的情绪，是因为他们对目标没有规划，好像是无头苍蝇一样乱晃。他的焦虑情绪传递了一个信息，即马上找到一个明确的职业目标。猫先生听从心理专家的建议，对职业目标进行了规划。因为自己是擅长画画的，所以他想找一份能够准时下班，周末有双休，和美术有关且能够施展自己绘画天赋的工作。有了明确的职业目标，猫先生果然不再焦虑了。他开始每天上网浏览和美术相关的企业的招聘信息，有目标的来投递简历。很快他就收到了一封面试的邮件。而这时猫先生又开始恐惧了，他担心自己实力不足，导致面试失败。心理专家告诉他，我们之所以会产生恐惧的情绪，是因为自己无法面对困难的挑战，过分地重视结果，导致我们自我价值受到了威胁。而本质上是我们的力量不够，资源不足，和应对困难的策略不佳。而我们只要充实自己的力量，找到解决问题所需的资源，提升自己应对困难的策略水平，同时降低对目标的期待感，就可以让恐惧情绪缓解或者是消失掉。猫先生此时恍然大悟，他决定向拥有丰富面试经验的朋友求助。他在朋友那儿学习了一些面试的技巧，准备了一份面试方案。果然，猫先生后来顺利被这家公司录取了。猫先生对心理专家感激无比，同时也产生了对负面情绪发展过程的好奇。心理专家对他说我们若想走出由负面情绪所导致的困境，有两个途径，一种呢是以情绪为中心，而另一种是以问题为中心。若选择以情绪为中心的途径，那我们就首先要解决情绪上的问题，并从解决问题的过程之中总结对我们成长有积极意义的经验。如果选择的是以问题为中心，那我们就要直面导致产生负面情绪的根源问题。当我们把这些问题解决以后负面情绪自然就会得以缓解或是消失了。猫先生又问，那么这两者有好与坏的区别吗？心理专家说他们其实呢没什么好坏之分，具体要选择哪一途径，需要依据不同人的实际情况而定。有些人的负面情绪太过强烈了，根本无法平静下来解决问题，那么就必须先处理负面情绪。而有些人呢，则能把两者相结合，既处理的负面情绪，又能够解决问题。但无论如何选择，我们只要是最终解决的问题，就会有所成长。猫先生说那看来以后我遇到问题
还真不能选择回避了。心理专家告诉他，我们选择回避其实也是一种本能。当面对的困难过大时，若负面情绪过于强烈，暂时回避的行为可以让自己短时间内保持内在的平衡。所以我们可以将回避困难作为处理负面情绪的一种应急的方法。但是我们不能频繁地选择回避困难，因为这种选择会让困难升级，还会导致我们关于应对困难的自我能力评估出现问题，使我们觉得自己越来越无能，从而产生更强烈的负面情绪。聊到这儿，心理专家给猫先生介绍了一个名词：台风眼效应。心理学研究发现在重大灾难之后，处于重灾区的人的心理创伤往往没有心理学家想象的那样严重，而原因是处于重灾区的人必须频繁应对灾难的袭击，而人一旦有了应对困难的行动，那么产生的负面情绪和所遭受的心理伤害就会减少。而相反的是，重灾区周边的人的心理创伤往往会比较严重，原因就是重灾区周边的人没有真正的面对灾难，他们只是在大脑之中想象着灾难的发生和结果，并不存在直接的行动，却始终笼罩在负面情绪的阴影里，进而遭受了严重的心理伤害。心理专家说无论我们学习了多少对抗负面情绪的理论，也都不及我们在面对负面情绪问题时所采取的行动。猫先生渐渐懂得了负面情绪的意义，既有利也有弊，他只看我们如何选择。比如，我们可以选择让情绪树向左分叉，获得负面情绪的有利价值，用焦虑情绪明确目标，用恐惧情绪触发行动，用愤怒情绪提升自我，用嫉妒情绪使人格更加独立。猫先生想，自己应该听从心理专家的建议，管好负面情绪，让内心更加的强大。最后我们总结一下，负面情绪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人的价值感和安全感受到了威胁。负面情绪被处理之后，就会提升人们的价值感和安全感。人们面对强烈的负面情绪，暂时回避是本能的选择，但并不一定正确。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先选择回避，待你冷静下来之后，再寻找产生负面情绪的原因，继而找到释放负面情绪的方法。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为您出品的《猫先生的情绪自救》，作者董如风，由青竹小兜为您分享。矛盾意向，情绪对抗失败就投降。猫先生失眠了，他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晚上睡不好觉或者睡不着觉。在一个辗转反侧的深夜，他想的都是如何让自己快速入眠的问题。当猫先生去看心理专家时，他得到的答案是，如果实在被失眠困扰得很厉害，你可以尝试使用情绪自救工具矛盾意向。心理专家告诉猫先生，矛盾意向工具类似于一个让自己的负面情绪从过敏到脱敏的过程，被广泛应用在情绪管理的领域。我们被某种必须压抑的情绪严重困扰时，就可以选择不去压抑它，主动地寻找机会将它释放出去，甚至主动在大脑之中触发这种情绪，从而达到化解负面情绪的效果。心理专家还给他举了一个案例，某个人很恐惧在公共场合上台讲话，他每一次到讲台上就浑身颤抖，语无伦次，但是他又必须要出席一些重要的活动，并且需要在台上讲话。在了解矛盾意向工具之后他选择要尝试一下。这一天，他又要参加一项重要活动了，而且是需要上台讲话的。在活动开始的前4个小时，他就一直强迫自己颤抖。
即便没有上台讲话而恐惧，他也让自己做颤抖的动作，坐车的时候颤抖，与人交谈的时候也颤抖，自己不停地提醒自己，上台演讲是一件无法避免的尴尬的事情，自己一定要害怕，一定要害怕的颤抖。就这样4个小时过去了，等到上台演讲时他惊奇地发现自己竟然是不再颤抖了，讲话也非常的流利。听完心理专家对矛盾意象工具的分析，猫先生想起了自己过去的一段经历。在大学毕业以后的一段时间他总是感觉心里边就像埋着一股怒火，平时时呢温文尔雅的自己，说话做事都变得很冲。受这种负面情绪的影响，他在公司接到了很多客户的投诉，也遭到身边很多亲戚朋友的埋怨。在那段时间猫先生不停地反思，他觉得自己不是故意要对大家态度恶劣的，只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其实猫先生一直以来都在压抑自己的负面情绪，很少对人发脾气，即便是遇到让自己愤怒的事儿，也尽量的选择忍耐。所以他并不知道自己此刻为什么变得如此招人烦。某一天，被这个问题困扰已久的猫先生决定要破罐子破摔了。他一改之前克制忍让的行事风格，对身边所有的人都不再压抑自己的负面情绪。被工作出错的同事连累，猫先生就劈头盖脸的对这个同事一顿的数落。被客户鸡蛋里挑骨头，猫先生就用同样的态度回怼客户。自己的功劳被其他部门抢走了，猫先生又在公司会议上据理力争。后来猫先生还进一步对身边的朋友没事找事儿，找机会就和人吵架，到处释放自己的负面情绪。半个月以后他易怒的问题居然是改善了。心理专家对猫先生说，他的这段经历确实可以看作是一次矛盾意象工具的自然启动。在之前，猫先生因为过分的在意发泄负面情绪所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所以他选择主动压抑自己的负面情绪。而在自然启动了矛盾意象工具之后，他通过不断的与人争吵的方式，在潜意识里就接受了负面情绪，并且通过不断刺激自己产生和发泄负面情绪的方式，获得了对负面情绪脱敏的结果。心理专家说矛盾意象的核心原则是用释放的方式来解决与负面情绪对抗的问题。比如猫先生闭上眼睛想睡觉，但是他总是睡不着，他觉得自己一定要睡，但是大脑呢就好像是不受控制的机器飞速运转。当天快亮时，猫先生终于放弃了睡着的目标，而此时他反而很快就睡着了。猫先生准备入睡时过分追求睡着的目标，这反而产生了一种预期焦虑。他因为过分担心自己会失眠，而不由自主地进入了失眠的境地。他极力地想摆脱焦虑情绪，于是进入了与负面情绪对抗的状态，结果反倒是加剧了负面情绪。猫先生问道，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我又怎么样使用矛盾意象工具呢？心理专家说你可以故意地睁开眼睛东想西想，即便是有了睡意，也强迫自己不睡觉，这样反而会缓解因为失眠所产生的焦虑情绪，让身体放松下来，然后就很容易进入梦乡了。通俗的来说矛盾意象工具是指一个人越不想做什么就越要做什么，越压抑什么情绪就越要让这种情绪爆发出来。比如我们很不喜欢某个人，见到他就想发脾气，和他说话时总是忍不住想抬杠。然而我们又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呢，大脑就会不停地提醒我们不能这样做，要忍住。可是结果是越想忍就越忍不住，每次见到他的时候就会感到焦躁，很容易情绪失控。因为我们非常想去攻击他，又必须压抑攻击的念头，
攻击的欲望和理性的压抑形成了很大的张力，而这种张力控制着我们，使我们一直处在敏感的状态，就像是气球被吹到要爆时一样。而这时呢，我们突然感受到了某种刺激，就会崩溃，就像是被吹到要爆的气球被刺破之后爆掉。而矛盾意向工具要求我们允许和接纳因为这个人所产生的负面情绪，认识到负面情绪背后的问题，使负面情绪减弱，进而恢复对情绪乃至于思维的掌控力。不过，心理专家也提醒猫先生，矛盾意向工具虽然说好用，但建议只在解决及时的严重的负面情绪时使用它，因为用这种工具的副作用同样也是非常明显的。就比如猫先生使用矛盾意向工具想解决愤怒情绪的问题，那么他不断的发脾气的行为会使人际关系是越来越差，也会让自己越来越痛苦。用其来解决失眠的问题，如果猫先生总是主动的寻求失眠，那么他可能会在短时间内让自己的睡眠恢复正常，但从长远来看他也可能会因此患上更严重的睡眠上的问题。心理专家还说，使用矛盾意向工具时一定要权衡利弊，有的时候放松压抑的情绪反而会带来更大的损失。心理专家给他举了个有趣的例子，有一个人上班迟到，刚好被领导抓住了，领导就责问他，你怎么又迟到了？他赶忙解释，都是路上堵车的原因，结果这反倒引发了领导的愤怒。领导就反问他，就你堵车了吗？那别人怎么就没遇到堵车呢？那么在这个场景中呢，这个人就可以使用矛盾意向工具。当他看到领导时，可以主动地说，哎呀，领导，您看我又迟到了，要不您赶快骂我2句吧。他把领导心中想做的事给说出来了，领导也就不好再批评他了。猫先生知道，在这个例子里领导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人们的负面情绪，迟到的员工所扮演的角色呢，就是压抑负面情绪的理智。而当理智选择了不再压抑负面情绪时，负面情绪也就会烟消云散。所以猫先生决定了，以后一定要先权衡利弊，再合理的释放负面情绪，做好情绪的管理者。我们来总结一下，矛盾意向工具本质上是对于压抑情绪这种行为的释放。使用矛盾意向工具所导致的现实结果，与持续压抑负面情绪所造成的心理成本，我们在这两者之间并不容易做出取舍。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为您出品的《猫先生的情绪自救》，作者董如风，由青竹小兜为您分享。概率相乘，打破引发恐惧的情绪闭环。媒体播报的每一条关于飞机事故的新闻，都会让有恐飞情绪的人在乘坐飞机旅行时更加恐惧和焦虑。然而对于飞机遭遇事故的概率，很多人往往并不清楚。据专业的飞行数据研究机构的统计分析，飞机在飞行中出现事故的概率接近1000万分之一，而在飞行中出现了导致乘客丧生的飞机失事的概率更是少得可怜。而猫先生对于乘坐飞机有着说不出的恐惧，每一次到飞机场，他就会浑身冒冷汗，心里边直打退堂鼓，想要取消飞行计划。然而在一次偶然参加的飞行安全知识讲座中，他了解到了飞机失事的概率是非常的低的，几乎与买彩票中了头等奖的概率一样。而从那时开始猫先生对于乘坐飞机就不再那么恐惧了。心理专家告诉猫先生，我们很多的焦虑情绪与恐惧情绪都与未知这2个字有关。我们在面对一些重要的问题时，因为对于解决问题的信息掌握的并不全面，
就会对该问题潜在的风险出现本能的担忧，进而产生了负面情绪。而此时呢，我们的潜意识就会放大对问题的风险判断，进而让负面情绪变得更为严重，最终形成了恐惧情绪的闭环。猫先生问心理专家，恐惧情绪的闭环具体是由什么心理问题构成的呢？心理专家说恐惧情绪闭环由3部分构成，它们分别是黑箱效应、负面偏好和灾难化预测。黑箱效应指的是人们对一件信息不透明的事情片面的思考，因为人们无法获得关于事件的全部信息，所以对于问题的片面思考就好像是在一个漆黑的箱子里摸东西一样。而负面偏好所指的是人们在黑箱效应的影响下出现了各种负面情绪，而人们在负面情绪的影响下往往就更容易接受那些负面信息，凡事都往坏处去想。灾难化预测指的是人们在出现负面偏好之后便把这种负面信息叠加起来，在此基础上对事件进行预测，这往往就会得出灾难化的结果。猫先生记得自己在高考之前就曾经出现过很严重的焦虑情绪，甚至一度出现了考前恐惧。那么这是否就是恐惧情绪闭环影响的呢？带着这样的疑问，他向心理专家讲述了自己的故事。猫先生从小就听父母在耳边频繁地强调，读好大学才能有好的未来。年纪小的时候，他对这句话还不能理解，但随着年龄增长，见到或者听到有太多努力工作却无法养家糊口的故事，于是他在内心深处也认定了父母说这句话是正确的。在高中阶段，猫先生已经完全形成了这样的意识，如果高考时不能考出一个好的成绩，也就读不了一所好的大学，如果读不了一所好大学，就没办法找一份好工作，没办法找到心仪的伴侣，没办法为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无法让父母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猫先生认定了高考是关系自己人生最重要的事情，绝不能失败。但是他对于高考的难度和自己在高考竞争中处于什么位置这些信息一无所知。而此时呢，他就受到了黑箱效应的影响。因此猫先生开始担忧自己高考失利，总是思考那些关于高考失利的故事。于是他就出现了负面偏好，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只选择去想那些最坏的情况。然后他就开始脑补自己高考失败的各种悲惨境遇，自己的人生因为高考失败而一败涂地。他开始了灾难化预测。想到这些猫先生问心理专家，面对考前焦虑和恐惧，我又该怎么做呢？心理专家说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降低考试在你心中的重要性，而降低的方法则是让自己掌握更多有关考试的信息。心理专家说，最佳的做法是找出过去5年该考生所在省份的高考录取率和一分一档的排名，对比该考生平时考试的模拟成绩，让该考生了解他所处的竞争位置，告诉他只要正常发挥就可以达到某一档的录取分数线。此外还有大量带有数据的案例，可以用数据对比的方法来告诉考生，今年高考成绩不理想，那么第2年复读依然是有希望提升成绩的。即使是进了一般的大学，依然有希望通过选择合适的专业或者考研获得较好的工作。即便你不读大学，也有希望找到好的工作或者创业成功。即便是工作一般，也可以找到好的伴侣，通过努力让家人过上美好的生活。心理专家用一条带有数据的逻辑链，打碎了让该考生产生恐惧的逻辑链条。那么考生原来的逻辑是什么呢？是高考失败，考不上好大学便找不到好工作，
所以就没有较高的收入，便找不到好的伴侣，以及无法让家人过上好的生活。而心理专家所提供的带有数据的逻辑是，高考没有考上本科的考生比例是 50%， 而复读之后仍然考不好的考生比例是 52%， 进不了好大学且找不到好工作的比例是 70%， 找不到好工作就没有高收入的比例是 40%， 收入不高的生活就不幸福的比例是 30%。 这样一来呢，该考生得到的高考失利和生活不幸福的数学相关概率是 2%。 在如此小的概率面前，考生的焦虑和恐惧情绪就会得到缓解。心理专家对猫先生说，这个工具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概率相乘。它指的是将那些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的因素都列出来，然后分析每一个因素会发生的概率，最后推断出发生灾难性后果的概率。心理专家还强调，分析每个因素的概率并不一定要十分精确，只要能够保证一定的客观性就可以了。而一旦对焦虑与恐惧的对象使用了这个工具，我们就会发现有很多焦虑与恐惧是没有必要的。猫先生回忆起几年前的一段经历，那时他在匿名社交网站上认识了一个女生。猫先生与她进行了3个月的网络聊天，确信她就是自己喜欢的类型。于是猫先生勇敢地向她表白，然后约好了与她见面。定好了约会之后猫先生内心是既激动又焦虑，他把这个消息第一时间就分享给了好朋友。好朋友听到这消息之后呢，就警告猫先生，在网上假冒女生骗人的情况比比皆是，很多热衷于网络交友的人都容易被善于伪装的诈骗犯盯上，最终掉进诈骗犯的陷阱。听好朋友这么说，猫先生自己也有点怀疑了，大脑之中就开始出现自己人财两空的场景，坐立不安。心理专家对猫先生说，那时的他就是被黑箱遮蔽了。猫先生反问心理专家，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是没办法使用概率相乘工具的，那还有别的办法吗？心理专家告诉他，解决类似问题的另一个工具是垂直下降。所谓的垂直下降是指面对当前的问题时，将其导致的结果想象成最糟糕的一个，再从最糟糕的结果想象出下一个最糟糕的结果，这样一路的推导下去，往最坏处想，看看最坏的结果是否能够接受。猫先生笑了笑，对心理专家说道，我当时虽然不了解垂直下降工具，但我的做法却和它非常类似。当时猫先生便开始在脑海里边推演，万一这个女生真如朋友所说的，她是个诈骗犯，那么会发生什么呢？假如对方是饭托、酒托，让自己付出高消费的代价，或者是对方想方设法骗自己买昂贵的礼物，那么自己的损失无非就是一些钱财。假如说自己损失了钱财，又会怎么样呢？那么自己下个月的生活费可能就会紧张一些。猫先生想自己如果去赴约，得到的最差结果也不过就是如此吧。于是他就做好了被骗的准备，心中的焦虑也降低了，打算去会一会这个薛定谔的女朋友。赴约之后猫先生才发现，约会的对象竟然是自己的高中同学。这女生其实已经喜欢猫先生很久了，但因为性格腼腆，不敢向他表白，所以才辗转的在匿名网站上与猫先生取得了联系。心理专家告诉猫先生，人们因为未知所产生的焦虑和恐惧，大多源于掌握的信息少，因此若想解决这一问题，一定要从信息入手。当我们遇到一个让自己产生负面情绪的事件时，我们可以先问自己发生了什么事儿，给自己一段时间去全面了解与事件相关的信息，然后在内心树立承担风险的意识。
对事件的灾难性后果做出预测，看看能否想到对策，以防备灾难性后果的发生。即便说想不到对策，也要想一想灾难性后果是不是自己可以承受的结果。凡事要做到心中有数，那么自然也就轻松自如了。猫先生想，幸好啊，他提前预估了自己能够承受的风险，这才收获了美好的爱情。我们来总结一下，未知导致恐惧的路径是黑箱效应，到负面偏好，再到灾难化预测。而概率相乘是为了驱散恐惧，因此选取的相关因素发生的概率并不一定要做到统计意义上的绝对准确。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为您出品的猫先生的情绪自救，作者董如风，由青竹小兜为您分享。价值让渡，既化解冲突，又保住核心诉求。一直和猫先生称兄道弟的下属们，在他晋升经理之后啊，根本就不把他当领导看。他们对于猫先生安排的工作明目张胆地推诿糊弄，全然忘记了猫先生之前和他们在一起工作时对他们的花招一清二楚。猫先生因为这些事情很恼火，然而呢，他又不是很会批评下属。猫先生每次冲下属发脾气时，不是得不到下属的尊重，就是被下属耍赖搪塞。猫先生此时才了解，原本他以为平日缺心眼的那位经理啊，他的管理水平要比自己强太多了。很多人都有猫先生这样的苦恼，在与他人发生矛盾时啊，我们想用发脾气等方式来压制对方，结果不是起不到作用，就是起到了反作用。他们的怒火仿佛是一点都不值钱。而无奈之下，猫先生只好向心理专家求助。心理专家告诉猫先生，双方在发生冲突时都处于情绪激动的状态下，彼此进行强烈的对抗，一方所获得的压制就是另一方的退缩。这种情形类似博弈论中的零和博弈，一方失去的正是另一方所获得的，而此时让一方完全接受另一方，自然是无比的困难。猫先生问了，那面对这样的情况，我要怎么做呢？心理专家说啊，你可以先退让，用你的退让使对方产生获得感，从而抵消对方情绪之中的对抗因素，然后你再尝试与对方沟通。在心理学的领域，这种以自己的退让来缓解对抗情绪的方法被称为价值让渡。心理专家呢还介绍了一个这样的案例，丈夫和妻子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周末是孩子生日，丈夫早早就答应孩子会在这一天带他出去玩，并且为此做了精心准备。而就在这天的早上，妻子却要求孩子先去补习班上课。妻子认为孩子成绩很差，应该趁着周末好好的补课。丈夫对妻子说啊，周末有很多，孩子的生日一年就一次，而这个周末呢，恰好我们可以带着孩子出去玩，下周再开始补课。而妻子却大发脾气，她觉得丈夫这是太溺爱孩子了，从来不严格的要求他，这才导致孩子的成绩很差。于是在孩子生日的当天，丈夫和妻子大吵了一架。心理专家对猫先生说，在这个案例中啊，丈夫和妻子在孩子周末去做什么的问题上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在情绪上形成了对抗，从而引发了激烈的争吵。当爆发负面情绪时，两个人都是以自己的感受为中心的，并没有体谅对方。而使用价值让渡工具时，我们首先是要肯定对方的正确之处，满足对方的价值需求，借此来缓解情绪上的直接对抗，减弱双方的冲突级别。心理专家接着说，丈夫在冷静之后啊，便开始反思，
妻子在孩子的学习问题上确实付出了不少心力，也从来没抱怨过他因为工作忙而没时间关注孩子的学习。而对于孩子学习上边偏科的情况，妻子了解的确实要比自己更多。于是他主动对妻子说，我觉得你说的对，孩子的学习情况我确实掌握的不够多，这些都是你在操心，你辛苦了。在辅导孩子学习上，你确实比我付出的多，这个周末的安排还是听你的吧。妻子很诧异，本来想继续和丈夫争论孩子周末的安排，但是听丈夫这么一说，她的态度也逐渐缓和了。于是说，孩子生日还是要出去庆祝一下的，不过对于孩子的功课，你以后也要经常的监督他。丈夫和妻子的对抗情绪消失了，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上午先让孩子补补课，下午再带孩子出去玩，一起为孩子过生日。心理专家还强调，价值让渡工具的作用在于让冲突双方的逆向情绪变成顺向的情绪，让负面情绪得到化解，缓解双方内心被攻击、被控制的感觉，让双方从狭隘的直线思维转变为视野更开阔的发散思维，进而恢复理智之后，再去思考自己的行为对与错。猫先生有些不以为然，他认为这就是所谓的退一步海阔天空。而心理专家告诉他，价值让渡可并不简单是退让，不是盲目的认同对方，而是尽量做到符合事实的对待对方正确的一面，或者是自己错误的一面，然后将它作为价值让渡的点，通过认可对方或者表达歉意的方式，让对方的情绪强度减弱。使用价值让渡工具所进行的退让是有设计的退让，而并非是毫无原则的退缩。我们退让的目的是说服对方，以牺牲情绪的方式来达到最终的目的。心理专家建议说猫先生可以在工作中尝试使用价值让渡工具来批评下属，但是一定要谨记，批评下属的目的是让他们听从命令，而不是发泄自己的负面情绪。猫先生发现了一个下属又没有认真地完成自己所布置的工作任务，便把这名下属叫到办公室。面对下属拒不承认错误还满腹牢骚的态度，猫先生对他说，我以前真不知道这个工作这么难，让你受委屈了。咱们公司也确实过分，总是把工作安排得这么满，还催得这么急。下属原来准备好了一套对付猫先生的说辞，正在打算与猫先生针尖对麦芒地吵一架时，听猫先生这么一说，他的对抗情绪便开始缓和下来了。猫先生说，这次我一定要向上面反映一下，不能总是这样苛刻咱们下面干活的。听了这段话，下属的对抗情绪便转变为同向情绪，开始冷静下来思考猫先生所说的话。猫先生继续说道，要不是为了养家糊口，而且这份工作的薪资待遇还不错，我真想辞职了。但万一找不到更好的工作，那可就糟了呀，只好忍气吞声。不过眼前的这份工作，你还是得好好的干，不然让上面觉得咱们糊弄事儿就不好了。最后你的业绩本来就不是很好，万一上面迁怒咱们部门，把部门裁撤了，我和其他同事也就要失业了。听了猫先生的这番话，下属开始反思自己工作上的问题。他思考了一会儿，他觉得还是饭碗比较重要，于是回到工作岗位，认真地工作起来。猫先生所使用的价值让渡工具为什么能够起到作用呢？心理专家告诉他，他所让渡的都是与情绪相关的问题。在情绪问题上，我们为了能够让沟通进入正常的轨道，可以选择先退让，但情绪外的原则性问题却不能够退让。我们使用价值让渡工具的第一步便是保持冷静，确定争执的内容哪些是与情绪相关的，
哪些与原则性的问题相关。第二步是在与情绪相关的问题上做出退让。例如吧，某个下属迟到了，领导要批评他，结果领导批评的话刚一出口，他就激动的大哭，领导就没办法和他继续沟通了。而此时呢，领导要做的是耐心的安抚他，可以倾听他诉说哭泣的原因，并为刚才严厉的批评表达适度的歉意。然而当他冷静下来之后啊，领导又必须重申他的迟到行为违反了公司规定，理应受到批评。心理专家说，价值让渡是一个能够快速处理好冲突的工具。在生活中，我们若运用好了这个工具，就能使双方避免发生直接的冲突，也能使自己的说辞更容易被对方所接受，而达到沟通的目的。然而有很多人无法真正掌握这一工具，因为他们无法解决使用价值让渡这个工具时所需的一个重要的中介因素——自尊心。自尊心强的人啊，往往会比较敏感，在发生冲突时一般不会主动让步，会出现凭什么是我主动让步啊？为什么不是他让着我？所以说，自尊心强的人使用价值让渡工具便存在着一定的困难。然而还有一种情况是非常合适使用价值让渡工具的，那就是父母在面对叛逆的青春期孩子时，因为几乎没有父母会在面对孩子时觉得自尊心受到了挑战。青春期的孩子往往会渴望人格上的独立，他们反感父母无微不至的关心，希望得到自己做主的权利，而父母则为了避免不懂事的孩子误入歧途，往往会对孩子的自主性进行约束。所以啊，在有青春期孩子的家庭里，父母与孩子之间常常会发生冲突。猫先生啊，想起在读初中时发生的一件事情。父亲送给他一双鞋，他觉得这双鞋不够新潮，就想要退掉。然后啊，自己再买一双新潮的鞋。可父亲觉得，如果让孩子自己去买鞋，可能会浪费钱或者买到那些劣质的鞋。为此，两人在一家品牌店的门口前发生了争执。后来啊，父亲想到，孩子已经长大了，拥有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是件好事儿。他观点新潮，说明他在思想上与时俱进。他提出自己买鞋的想法，说明他渴望独立。这不正是我所希望看到的吗？于是啊，父亲对猫先生说，你有这份自己做主的心，那就说明你已经是个大人了，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我为你感到骄傲的地方。你可以自己去买鞋，但遇到问题时一定要与父母沟通，这能为自己的选择承担相应的后果。猫先生听到父亲对自己的肯定，心中的愤怒情绪就消失了一半。但想到一双新款潮鞋就要花去自己1年的压岁钱，在斟酌再三之后啊，他选择听从父亲的建议，接受了父亲送他的新鞋。心理专家说，我们在冲突中理解对方，肯定对方的情绪是有价值的，值得被关注的，这会让对方的负面情绪得到宣泄。对方将负面情绪宣泄出来之后，便会本能地对我们产生一种补偿、愧疚的心理。而此时呢，我们在适时地提出自己的原则，哪怕是最终沟通失败了，也会让对方理智地思考当下的问题。这便是我们使用价值让渡工具的意义所在。猫先生理解了心理专家所说的话，他决定回家找父亲聊聊，感谢父亲的付出与包容。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在使用价值让渡工具时，选择的点需要恰到好处，既要让对方感觉到真实的价值提升，又不能违背我们的核心诉求。心理学意义上的自尊心和自尊的感觉并不是一回事儿，一般不建议自尊心强的人使用价值让渡工具。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为您出品的《猫先生的情绪自救》，作者董如风，由青竹小兜为您分享。强迫症，不想做又不得不做。猫先生被公司安排出差，在出差的前一晚，他就已经准备好了行李，早早的便把身份证放进了钱包里。第二天出门时，猫先生的大脑中忽然就闪过一个念头，是不是没有带身份证呢？不带身份证是坐不了火车的。于是他赶忙掏出了钱包，见到身份证在里面，这才安心。猫先生乘坐出租车到火车站需要40分钟，出发20多分钟之后，猫先生的大脑中又闪过那个念头了，怀疑自己没有带身份证。于是他赶忙又拿出钱包来检查，发现身份证还在。但是猫先生并没有安心，他把身份证拿了出来，放进了衬衣的口袋里，不时的还要摸一摸，这才觉得安心。到了火车站，猫先生在入站口排队的时候，大脑之中又闪过一个念头，身份证会不会掉落在出租车上了？他赶忙摸了摸衬衣口袋，确认身份证还在，这才安心。在生活中猫先生总会出现类似上面这种莫名其妙的烦恼。出门时呢，他总会反复的检查门窗是否锁好了，而临走时还要摸一摸包里的钥匙在不在。从地下车库上楼，他总会返回一次来确认自己是不是已经把汽车锁好了。猫先生在网上看到过很多类似的故事，他的情况在故事里被认定为强迫症。自己真的患有强迫症吗？猫先生带着疑问向心理专家求助。心理专家给猫先生的答案是他所讲的这些行为属于强迫性的行为，并不是强迫症。心理专家说，强迫性的行为确实是强迫症的一种浅层表现，但并不是所有强迫性的行为都被认定为强迫症。你那些强迫性的行为距离患上强迫症还远着呢。猫先生问道，那么强迫的行为是如何产生的呢？心理专家回答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们做出强迫性的行为主要是为了缓解焦虑情绪以及由焦虑情绪所引发的其他的负面情绪。焦虑情绪通常是没有明确指向的，当猫先生被焦虑情绪困扰时，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焦虑些什么，只是隐隐地觉得与他的自我怀疑有关。猫先生想，自己也许是担忧孩子的学习成绩下降，也许是担忧工作中的重要客户流失。猫先生担忧的内容蔓延到了人生的每一个角落。而不久，猫先生终于是弄清了自己焦虑的指向，害怕因为业绩不佳而失去工作。他找到了问题所在，却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猫先生大脑之中带有指向的焦虑就变成了恐惧，为这个月业绩不佳而有可能丢掉工作而感到害怕。猫先生经常因为恐惧情绪而感觉不安，他的潜意识认为工作问题对自己是一个威胁，但他又因为恐惧而不敢去面对威胁，解决威胁，于是让自己进入了一种前怕狼后怕虎的心理状态。他意识到自己必须要做些什么，但又不敢去做，一直畏缩不前，因此他陷入了纠结的状态。而他任由这种纠结状态进一步的蔓延，就出现了强迫性的行为。心理专家告诉猫先生，你3番5次的检查身份证在不在包里或者口袋里的这种行为，是由担忧和不安的泛化所导致的。而一旦你确认身份证还在钱包里或者口袋里，你的担忧和不安就得到了缓解。但过不了多久，你又会感觉担忧和不安，就一再地做出检查身份证的行为，
因为如果不确认一下身份证还在，担忧和不安就会加重，你就会感觉非常的不舒服。这个过程就是强迫性的行为。猫先生现在明白了强迫性行为的心理学意义，便问心理专家，如何能够解决这个让他倍感痛苦的问题呢？心理专家微笑着说这个强迫性的行为虽然有时会给我们带来困扰，但它对我们的伤害并不严重。它让我们通过微小的行为缓解了担忧和不安，将我们从负面情绪中暂时解放出来，这对我们是一种帮助。这个过程在心理学上被称为自我解放行为。通过自我解放行为，人们能够获得短暂的安全感，产生一种类似于石头终于落地了的感觉，帮助人们静下来，沉着地处理其他的事物，而不被负面情绪困扰。猫先生还是有些疑虑，便问道，那么如果我的情况仅仅属于强迫性的行为，那么强迫症又有怎么样的表现呢？为了满足猫先生的好奇心，心理专家举了个例子。某个人患有严重的洁癖，他每天都要把家里的地板擦得非常干净。擦地板时，他总要一遍又一遍地擦上很久，而每次好不容易擦完地板之后，如果觉得哪儿不干净，哪怕发现擦过的地方有一片碎纸屑、一根头发，那么他也要重新擦一遍。他为自己的洁癖而感到痛苦，已经意识到即便不这样来来回回的擦地板，地板也一样非常干净。他也明白擦地板占据了自己很多的精力，自己不应该这样浪费时间，可他就是控制不了自己擦地板的这种行为。听了这个故事，猫先生觉得强迫症患者的症状确实比自己的情况严重得多。心理专家进一步的解释道，强迫症患者非常突出的一个表现是他们无法控制住自己的强迫思维，明明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没有必要去做，但还是控制不住的不停地做。猫先生问心理专家，那么强迫症是如何产生的呢？心理专家说如果强迫性的行为一直不能改变，导致这种行为的情绪根源持续增强，那么强迫性的行为就有可能发展成为强迫症。我们之所以会出现强迫性的行为是因为潜意识之中启动了一种自我保护的心理防御机制。当这种心理防御机制被击破以后，我们就会患上强迫症。曾经有一段时间，猫先生有不停洗手的强迫性行为。猫先生的这种行为源自小的时候玩泥巴不洗手，被喜欢的小女孩嫌弃。猫先生因为被嫌弃而丧失了自我价值，便产生了负面情绪，他的潜意识便强迫他不停地洗手，而实质上呢，就是在保护他自我价值感不再继续受到侵犯。心理专家分析到，当猫先生因为不洗手而被自己喜欢的小女孩嫌弃时，他就已经意识到手脏会被排斥，让自己陷入人际交往的危险处境，因而产生了焦虑情绪。以后每当遇到类似的情况时，他立刻就想洗手，以洗手来缓解焦虑的情绪。心理专家做了一个假设，猫先生放任焦虑情绪不管，他的焦虑情绪就会变得有指向性，继而出现恐惧情绪，而之后他为了压制住焦虑情绪和恐惧情绪，就会强迫自己不停地去洗手。而此外，他还会总对一些小事进行过度的思考。例如，他去酒店住宿时，一进房门就想把房间打扫干净，而此时呢，他的脑海中会出现两个矛盾的声音。一个声音是，这里有很多人住过，肯定存在着不少细菌，如果不打扫一遍，我就会生病的。而另一个声音是我是来享受服务的，又不是来干活的，这种事儿让酒店保洁去做就好了。这两种声音所代表的思考模式，在猫先生的大脑之中不断的博弈，导致猫先生出现了新的心理问题，内心无比的纠结。
处在这样的状态下的猫先生，如果不能先解决内心纠结的问题，就无法冷静下来进行思考，什么事情都做不好。于是猫先生拼命在身边的小事上钻牛角尖，浪费精力。心理专家说这个时候我们大脑之中就只有一个思维闭环，我要把这件小事先干好，那到底干成什么样才算是干好呢？于是强迫症就出现了。心理专家告诉猫先生，如果他的强迫性的行为已经发展到强迫症的级别，那么他就只能寻求专业医生临床诊断上的帮助了。而如果他仅仅是被强迫性的行为所干扰，那么他还可以采用一些简单的方法自救。我们之所以会出现强迫性的行为，是因为价值感和安全感受到了威胁，这需要我们去寻找一种具有建设性的情感关系，以求获得安全感和价值感。这种情感需要是温暖的、理解性的、支持性的，能让情感关系的双方在其中产生共情。猫先生觉得心理专家说的话很有道理，他确实应该向更多的朋友倾诉，和朋友们一起去玩耍运动。此后每当猫先生遇到情绪问题时，他都会主动的去询问朋友们的意见。渐渐的，猫先生变得不再那么容易纠结了，面对抉择也不再是患得患失。虽然他有时还是会出现一些强迫性的行为，但是他已经将情绪重新掌控在自己的手里了，不再受着负面情绪的困扰。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强迫症给人们带来的痛苦是，对于一些无意义的事，人们心里边知道是没有必要做的，却是控制不住的要去做。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为您出品的《猫先生的情绪自救》，作者董如风，由青竹小兜为您分享。路怒症，把车当作身体的延展。早高峰的时间，开车赶着上班的猫先生面对拥堵的马路，心里边很不耐烦。当猫先生好不容易通过了拥堵路段，眼看着下个路口就要转到辅路上，结果一辆车侧向插了进来，堵住了猫先生的车。眼看着路口的绿灯变红，猫先生气得破口大骂，不停地按喇叭。猫先生驶过路口之后上班就要迟到了，他赶忙踩下油门，风驰电掣般的以最快的速度驶向公司。就在猫先生将要抵达公司时，路边突然出现了几个正在打闹的小朋友。猫先生见状，赶忙减慢了车速，他一边减速一边的抱怨，今天可真是晦气。到了公司以后，猫先生开始思考自己这一路上的行为。他觉得自己平时的脾气很好，很少会对别人发脾气，那么为什么开车时却这么容易发怒呢？心理专家告诉猫先生，他平时所积累的负面情绪，在遇到堵车的路况时就容易被放大，而如果再遇到外界的刺激，那他就很容易将负面情绪发泄出来。猫先生问心理专家，为什么在遇到堵车的路况时，人的负面情绪就会被放大呢？心理专家回答说我们坐在空间狭小的车里，心理上呢会感受到一种压迫感，思维也会变得迟钝，考虑问题时就容易放大负面情绪。而当我们的大脑中充满了负面情绪时，我们对于外部的刺激就会非常的敏感，我们会将其他司机的不文明行为看作是对我们的挑衅和攻击，继而产生了报复对方的心理。但是我们在马路上报复他人的行为，非但无法让负面情绪得到缓解，反而会加重负面情绪。猫先生认同心理专家的分析，因为他与其他司机开车斗气，反而耽误了时间，还让他差一点上班迟到。不过猫先生又有了另外一个疑惑，他问心理专家，经过一番波折，我还是按时赶到了公司楼下，但是我的办公室在一个很高的楼层，
所以我赶忙跑到电梯门口，好不容易挤进了电梯，却被一个又高又胖的人挤了出来。我的心里又升起了一阵怒火，骂人的话已经到了嘴边，却没有说出来。电梯里和汽车里都是狭小的空间，为什么我在电梯里却敢怒而不敢言呢？心理专家告诉莫先生，当他在开车时因为驾驶汽车而感受到的力量和速度会让他拥有安全感，并且在潜意识里会放大自己的能量，甚至将汽车看作是身体的延展，这使他有了辱骂他人的胆量。但是电梯不是由猫先生所操控的，他没有了来自外部的安全感，因而他变回了正常的自己。但是猫先生突然想到了上周五所发生的一件事，同样是开车时遇到其他司机的不礼貌的行为，但是他并没有发怒。上周五的傍晚，猫先生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以后准备开车回家。他将车窗摇了下来，吹着凉风，听着音乐，心情愉悦。突然，猫先生前面的车一个急刹车，害得他差点追尾。但猫先生并没有生气，反而安慰自己说，谢天谢地没有追尾，我也不赶时间，我还是得慢点开车。为什么同样在路上开车时遇到了麻烦，猫先生的表现却完全不同呢？心理专家分析说猫先生开车去上班时心情是压抑的、不愉快的，负面情绪占了主导地位，而开车下班时他的情绪是喜悦的、轻松的，正面情绪占了主导地位，因而他在下班路上没有爆发路怒症。而此外，猫先生在下班路上开车时打开了车窗，让车内外的空气得以流通，新鲜的空气使他大脑清醒，心情愉悦。而与此同时，他边开车边听音乐，也对负面情绪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使他不会完全陷入差点追尾的负面事件。心理专家提醒猫先生，路怒症是由负面情绪所导致的，因而要想预防路怒症的出现，就要先将负面情绪释放出去。也可以采用一些方法来降低路怒的概率，比如打开车窗听听音乐，在车内摆一些优质的香薰、嚼口香糖等等。此外，心理专家还建议猫先生尽量在前一天晚上就做好第二天早上的安排，因为早晨往往是一天之中最忙碌的时段，猫先生需要在短时间内做许多的事情，大脑里会同时流进大量的信息，这必然会给猫先生带来强烈的压迫感和紧张感。这种状态若延续到驾驶着车辆的上班路上，就会让猫先生很容易因为一件小事而爆发路怒症。猫先生听从了心理专家的建议，以后每个晚上都为第二天早上提前列好计划，避免开车上班路上暴怒，影响这一天的好心情。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猫先生发现自己果然减少了爆发路怒症的频次。我们可以总结一下，驾驶车辆的时候人们会把车看作是身体的延展，下意识的便把侵犯路权视为对自己身体的侵害。早上是路怒症爆发最频繁的阶段，因此要注意观察自己起床之后的情绪变化，及时的发现问题。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为您出品的《猫先生的情绪自救》，作者董如风，由青竹小兜为您分享。社恐症，无需担忧的社交无力。猫先生觉得自己患上了社交恐惧症，他不愿意参加公司所组织的集体活动，拒绝了大学同学的聚会邀请，对于参加同行业交流的活动也是兴趣索然。这一天，猫先生得到了一个与行业大咖见面的机会，他觉得这次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因此决定要硬着头皮参加。但是他在坐到对方的面前时，就觉得浑身都不舒服，手心里边直冒汗。
为了缓解紧张的情绪，猫先生不停地寻找话题与对方交谈，但是他越想找话说，就越不知道要说些什么，结果是语无伦次，让双方都感到很尴尬。最后他大脑里想的都是赶快结束这次谈话。在回家的路上，猫先生想起小的时候的经历，那时他就不喜欢与人交往。上小学时，同学们都在教室外面做游戏，猫先生却喜欢一个人躲在教室里边看书。即便被同学们邀请，他也不愿意出去玩。逢年过节，家里边来了亲戚，猫先生总是躲到自己的小房间里，尽可能的不出现在亲戚们面前。猫先生认为自己之所以不善于社交，都是因为先天的社交恐惧症在捣乱呢。他总结了自己社恐的表现：见到陌生人会非常紧张，在社交场合总感觉自己很尴尬，离开社交场合就会感觉很舒服，但有时也会很懊丧，对自己的怯场而深深自责，有些过分在意其他人对自己的态度，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不敢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与人发生争执。对于自己的社恐表现，猫先生总是焦虑不已。他意识到社恐会影响自己的事业发展。猫先生觉得自己需要做出些改变，就去寻求了心理专家的帮助。然而心理专家呢，只是劝慰猫先生不要给自己施加压力，不要夸大社交恐惧症的影响，因为很多人都和他一样抵触社交活动。猫先生有些不解，很多人都有抵触社交活动的问题，不正说明了社交恐惧症的严重性吗？而心理专家笑着说大多数的人都很忙，每天受到来自于学业、事业、家庭等方面的压力，已经是身心疲惫了。如果参加社交活动，他们不但需要拿出大量的时间，还要承担因为社交而产生的压力，比如与社交对象因为价值观不同、沟通不畅所产生的情绪紧张等等。因此他们在进行社交之前，就会考虑社交的收益与成本。当他们认定社交的收益不足以弥补成本时，就会选择躲避社交。猫先生若有所思地说，那么看来大多数的人认为参加社交活动是得不偿失的，所以现代社会社交恐惧症才会成为他们的通病吗？心理专家肯定了猫先生的说法，并且宽慰他，从你的行为上来看你并没有患上社交恐惧症，只是有一些社交恐惧症的表现而已，不需要过分的担心。猫先生问心理专家，但是我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我的人际交往和事业的发展，即便是我没患上社交恐惧症，那么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解决目前困扰我的问题呢？心理专家对猫先生说，你要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社交恐惧症并不是很可怕的病症，它的负面影响没我们想象中那么可怕。我只是陷入了认知困局，认为社恐打乱了自己的生活，但真相并非如此，我只是不喜欢社交而已。心理专家说，其实很多人并非是社恐，他们在社交之中会觉得尴尬，出现焦虑的情绪，在逃离了社交场景之后会有轻松感。然而从尴尬、焦虑再到轻松的过程，并不影响他们参加下一次社交活动。当确实有必要进行社交时，他们依然还会经历这个过程。听了心理专家的分析，猫先生的内心稍微平静了一些。他想起了一位好朋友，这位朋友并不社恐，总是大大方方地出现在社交场合，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让自己也成为他这样的人吗？心理专家告诉猫先生，改善社恐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意识到人的社交能力是一种可以通过后天努力来提升的社会技能。在了解了这一前提之后，
猫先生就可以进行提升社交技能的学习。心理专家为猫先生支招，首先，学习外在建设，比如进行形象的管理，在经济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购买一些穿搭合身的衣服或者配饰，让自己看起来更帅气。其次是锻炼身体，强健的体魄会让人更为自信。再次是培养多种的兴趣爱好，多读书、看新闻，增加社交中的谈资。最后，在进行社交活动之前，还可以提前进入社交场所，熟悉环境，搜集社交对象的资料等等，这有助于缓解因为社交产生的恐惧情绪。听了心理专家的建议，猫先生对于社交活动终于不再排斥了。每次进行社交活动之前，他都会精心地打扮自己，提前准备一些小笑话来活跃气氛。他还会准备一些小零食与社交对象分享。一段时间过后，猫先生终于不再社恐了。我们最后总结一下，社恐并不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儿，因此我们要对自己的社恐保持一种宽容的心态。社交场合的紧张情绪，可以通过精心打扮、提前到达、增加谈资等方法来缓解。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为您出品的《猫先生的情绪自救》，作者董如风，由青竹小兜为您分享。尴尬闪回，早年的痛苦在脑海中反刍。上大学时猫先生曾经遇到一个非常心仪的女生，他觉得这个女生就是自己的梦中情人，他特别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她的男朋友。然而呢，这个女生却一直对猫先生爱答不理的，对于猫先生的示好总是不屑一顾。谁知大学3年级的一天，她居然主动约猫先生一起吃饭，这真让猫先生喜出望外。猫先生欣然前往，在餐厅里，猫先生与这个女生相谈甚欢。当他耐不住心中的激动，要对女生表白时，却是紧张万分，打了一个大大的嗝。听完猫先生磕磕巴巴的表达之后这个女生委婉地表示了拒绝，然后说出了自己和猫先生吃饭的用意。原来她是有一科考试没有通过，想请和老师关系不错的猫先生为自己向老师求求情。女生的用意让猫先生是既尴尬又愤怒，但是他还是答应了女生的请求，然后就匆匆结束了约会。第二天，刚走进教室的猫先生见同学们都在窃窃私语，原来猫先生和这个女生约会吃饭时打嗝和磕磕巴巴表白的事儿都被他当作笑话讲给了其他同学听。猫先生感到是无地自容，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这场风波很快就过去了，然而在猫先生的内心深处，约会时的尴尬场景却经常闪现出来，这让他感觉十分的难堪。猫先生想，为什么大脑里经常会闪回一些明明不想提及的尴尬事儿呢？带着这样的疑问，猫先生去找心理专家求助。心理专家告诉猫先生，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不是只有尴尬的场景会发生闪回，愤怒的、怯懦的或者是被伤害的场景也容易发生闪回。我们在这些场景事件中受到了刺激，产生了一些复杂的负面情绪，却没有及时将这些负面情绪释放出去，让它以碎片的形式留在了记忆的深处。这些残存的情绪碎片虽然不会对我们的正常生活造成较大的影响，但会时不时地出来作祟。尤其是当我们处于强压力或者非常放松的状态下，或者是又经历了类似的场景之后，这些情绪碎片就会寻求表达，在我们的大脑里发生闪回。
心理专家从科学的角度为猫先生解释了闪回的生成路径。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在经历较大的心理创伤时会心变得麻木，在度过麻木期之后，他就会对创伤事件进行反思，在自我解脱与自我责备之间不断的纠结，进而产生了很复杂的负面情绪。而这些负面情绪如果没有被彻底的释放出去，就会在合适的条件下表达出来。猫先生问，那么什么条件是合适的呢？心理专家回答说当我们的理智占上风时，负面情绪能够为理智所压制，而当我们的理智变得迟缓时，负面情绪就出现了，便会发生闪回。猫先生听了心理专家的分析之后还是有些疑惑，他问道，那么尴尬的经历算重大的心理创伤吗？心理专家说不同人对于尴尬所经历的耐受度是不一样的。有些人会因为尴尬经历而痛苦不已，而有些人呢，则不会感到痛苦。但这并不是说不感到痛苦的人就不会发生闪回了。心理专家以猫先生在大学时的尴尬经历作为例子，做了一个具体的分析。猫先生在同心仪的女生约会吃饭时表白被拒绝，他感到非常的尴尬，内心强大的他可能会选择将这种尴尬合理化，例如是那个女生没有眼光，不值得我去爱。然而合理化的本质也是一种回避，因为猫先生选择了回避，导致了由尴尬引发的负面情绪没有被释放出去，这就为发生闪回提供了条件。心理专家还提醒猫先生，人在一生之中会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产生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如果这些负面情绪无法被释放出去，就有可能发生闪回。虽然说闪回现象非常普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此就束手无策了。心理专家为猫先生推荐了几种应对闪回问题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倾诉。心理专家建议猫先生寻找一个支持他的人去倾诉，将自己所经历的尴尬事件完整地讲给这个人听。在讲述的过程中可以把自己的负面情绪发泄出去。我们在大脑中思考闪回的事件时会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事件，放大因其产生的负面情绪，而倾诉则有助于我们还原事件的真相，让负面情绪得以缓解或者释放。听了心理专家的分析，猫先生首先便想到了大学期间交往最好的朋友，便约他一起聊一聊。和朋友倾诉完，猫先生果然轻松了许多。第二种方法呢是认知重构。心理专家告诉猫先生，认知重构是指在还原事件时变换角度来重新思考，为还原事件赋予新的意义。对于心仪的女生表白被拒绝这件事，猫先生完全可以认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爱情并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儿，被拒绝也是很正常的。面对同样的事件，猫先生只是变化了一个角度去思考，就发现自己因为这件事情产生的负面情绪没有那么强烈了。他想起这件事时，便不再觉得那样尴尬了。第三种方法呢是告别受害者角色。心理专家提醒猫先生，在尴尬经历的闪回过程中他往往自视为弱者，会主观地给自己安上受害者的身份，继而理所当然地接受负面情绪。被伤害了，难道不应该痛苦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重构事件时，可以让自己转换角色，以一种自嘲反讽的态度，让自己告别受害者角色，使隐藏的负面情绪释放出去。按照心理专家的方法，猫先生马上就去实践了。他发现内心深处所隐藏的负面情绪碎片，真的可以通过这些方法化解大半，而其他的经常闪回的场景也不再那么频繁地出现了。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遭受创伤之后所产生的负面情绪并不会完全的消失，它会隐藏在内心的角落里，不时的出来影响我们的生活，这就是闪回。几乎每个人都会有尴尬闪回的经历，如果对此很苦恼，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重新完整的还原那件让你倍感尴尬的事儿。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为您出品的猫先生的情绪自救，作者董如风，由青竹小兜为您分享。游戏成瘾，沉浸其中无法自拔。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游戏成瘾定义为精神疾病，承认过度迷恋游戏会影响青少年的身体发育，危害青少年的认知发展、情感发展和心理健康。而其实呢，游戏成瘾所影响的并不只是青少年，它对于成年人的负面影响也是很严重的。有一段时间，猫先生在晚上睡觉前呢，总是习惯性的打开手机玩一会儿游戏。一开始啊，他玩游戏的行为只是耽误了休息，而渐渐的，他玩游戏的时间就越来越长了，占用的时间越来越多，这使工作生活都受到了影响。猫先生痴迷于玩手机游戏，为此经常拖延工作，不止一次遭到领导的批评。他还多次因为玩手机游戏而错过和女友的约会，与女友发生了矛盾。猫先生能够感觉到游戏让自己变得暴躁，出现了负面的情绪，因此他不止一次的想要戒掉游戏。但是尝试了很多方法之后，猫先生还是没有成功的戒掉。他觉得自己的人生都被这游戏搞糟了，只好向心理专家求助。心理专家对猫先生说，你已经被手机游戏扰乱了生活节奏，所以才会出现情绪问题。要知道，游戏公司在设计游戏时啊，也往往会邀请心理专家参与，在游戏中加入容易让玩家成瘾的机制。所以想要戒掉玩游戏的瘾，就要先弄清楚游戏中的成瘾机制。首先，游戏对玩家的反馈是及时的，这与现实世界的延迟满足是不同的。在现实世界中，我们想获得好的成绩，就需要不断的努力学习；想获得高的收入，需要努力的工作。我们会因为获得好成绩和高收入而感到愉悦，但付出努力的过程却是漫长而痛苦的。在游戏中，我们的愉悦来的是既快又容易。上一秒我们操作游戏打败了敌人，下一秒我们就获得了奖赏。但是这种愉悦只能被称为劣质愉悦。而其次，游戏让玩家挣脱了现实世界的束缚，肆无忌惮地释放平时所压抑的负面情绪。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与他人发生冲突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但当我们进入游戏的世界以后，和他人对抗时就毫无压力，既安全又合理，很容易将平日压抑的负面情绪释放出去。而再次，很多游戏都设置了社交功能，这对于缺乏现实社交的人来说啊，也是一种吸引。在游戏世界中，我们不仅可以自己完成任务，还可以与其他玩家合作。我们会因为这种带有娱乐性质的虚拟社交而获得社交的满足，而且这种社交满足比现实世界中更容易获得。而最后，游戏还有一些其他容易让人成瘾的设置，如在游戏中所扮演的角色等级越高，价值就越高。这种设置能够让玩家获得价值感。游戏设置的规则是固定的、公平而且是公开的，对比现实世界的复杂多变，游戏规则更让人容易理解，使很多玩家在游戏中获得了存在感。心理专家说啊，我们之所以会对于游戏上瘾，就是因为我们的价值感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满足。猫先生听了心理专家的分析之后啊，
对于自己沉迷于游戏的行为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他意识到自己有一段时间确实因为工作没有进展而沮丧，可能自己在沮丧中就失去了价值感，进而被游戏带来的即时满足趁虚而入了。在那段时间里，猫先生的人际关系也出现了问题。面对公司频繁的人事变动和因为工作忙碌而疏离的朋友圈，猫先生感觉非常的孤单。猫先生想，或许正是游戏的社交机制满足了自己的情感需求，所以自己才会对游戏上瘾的。对于猫先生的游戏成瘾问题，心理专家建议说，不要靠蛮力压制对游戏的欲望，应该采用科学的方法，让自己一点一点地脱离游戏世界。比如多发展几种兴趣爱好，多参加社交活动，多参加体育运动。猫先生问道，那为什么参加体育运动对于解决游戏成瘾问题有帮助呢？心理专家说，多参加体育运动就会减少你玩手机游戏的时间，而且你在进行体育运动时就会产生多巴胺，运动会给你带来优质的愉悦，会代替游戏带给你的劣质愉悦。猫先生听从了心理专家的建议，积极参加社交活动。他吃过晚饭之后便开始在小区里遛弯，和邻居们聊天、踢毽子、打羽毛球。一段时间之后猫先生的生活便开始丰富起来了。他与邻居们一起报名参加了街道所组织的羽毛球大赛，还获得了第1名的好成绩。猫先生意外地发现自己打羽毛球还真的有点天赋，于是便频繁地参加各种羽毛球比赛。后来他干脆注销了游戏账号，终于解决了游戏成瘾的问题。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猫先生一样能够成功地戒掉游戏的。而且游戏成瘾对于人的危害很大，游戏成瘾者的年龄越小，其大脑受到的影响就越大，严重时会使大脑功能退化，导致记忆力下降，注意力很难集中。而且人们对于电子产品的上瘾并不局限于手机游戏，痴迷于刷短视频的负面影响也是值得关注的。人们刷短视频比玩游戏更容易上瘾，因为人们刷短视频所付出的时间成本更少，所获得的愉悦度更高。人们在短视频的平台上所获得的往往是精简化、强刺激的内容，而且这种刺激是随机变化的，会使人们产生一种期待感。愉悦、强刺激、期待，人们在这个闭环里想不成瘾都很难。猫先生不禁感慨，科技产品本应该是为人们服务的，但似乎将某些人给奴役了。心理专家告诉猫先生，作为有自主意识的成年人，应该提醒自己要专注于科技产品提升工作和生活效率的优点，控制使用科技产品的时间。我们不能沉浸在科技产品所营造的虚拟世界中，要多与现实世界建立社交关系，在现实中寻找自己的归属感、安全感和价值感，这样才能降低自己对科技产品上瘾的概率。猫先生在心理专家的帮助下，逐渐地戒掉了手机游戏，他发现了更多现实生活中的乐趣。我们来总结一下，解决游戏成瘾的问题实际上呢是在用戒瘾策略对抗上瘾机制，这是心理学方法的博弈。运动和现实社交永远是解决成瘾问题的最好的方法。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为您出品的《猫先生的情绪自救》，作者董如风，由青竹小兜为您分享。暴食问题，吞咽带来的劣质安全感。周一的早上，猫先生买了一大袋开心果带到公司，打算把它当作未来1周的零食。然而在开会时，猫先生接到了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任务，
这让他感到非常的焦虑。到了下班时间，猫先生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吃光了一整袋的开心果。猫先生虽然想不起来自己是怎么将这些开心果吃光的，但是他想起了其他的一些事情。每当工作上忙、压力大时，他都会购买很多的零食。在感到焦虑时自己吃零食的速度就会非常的快。有那么一段时间呢，猫先生打算换工作，但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他几乎每天都要吃光一大包的零食。这是为什么呢？猫先生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答案。有一次，在与朋友聊天时猫先生听朋友讲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说春节回家时没有人能逃过逢年胖3斤的定律。大多数的人认为原因是因为过年期间的伙食比较好，但你仔细想想，现如今大家平时的伙食也不比过年差多少没有道理在过年时长胖，在平时却不长胖朋友进而提出了一种可能，回到老家过年，很多人会在亲戚朋友那里受到许多的关心与问候，他们都会面对年龄越大、父母越来越老、事业还没有起色等问题，因而被这些问题困扰着，所以呢就变得越来越焦虑。因而他们若想缓解这种焦虑情绪，就只好将餐桌上的食物不停地往嘴里塞。那么猫先生是因为焦虑情绪无法缓解，才一直不停地吃零食吗？为了彻底解开心中的疑惑，猫先生决定向心理专家求助。心理专家告诉猫先生人对于食物的需求不仅是因为填饱肚子，有时也是在追求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当亲戚询问生活和工作上的问题时大多数人都会感到焦虑，进而感觉失去了自我价值感与安全感。为了弥补自我价值感与安全感的缺失，他们就会不停地吃东西。食物对人类身体的刺激可以短暂地缓解自我价值感和安全感所缺失带来的空虚。因为人们在吃东西的过程中肠胃壁会受到刺激，让人产生吞咽的快感。在这种类似自我安抚效果的吞咽快感的作用下，人们就不会感觉那么焦虑了，反而会感觉很安全、很放松。此外，人们还能通过吞咽食物而获得饱腹感，进而从饱腹感中获得能量，提升自我价值感与安全感。不过心理专家告诉猫先生，人们的焦虑情绪是可以通过很多方法来缓解的，但如果长期依靠饮食来缓解，一旦养成了暴饮暴食的坏习惯，人的身体和心理就都会受到伤害。猫先生对于心理专家的话表示认可。暴饮暴食的那段时间他能够感觉到身体出现了明显的不适。每天晚上暴饮暴食之后猫先生就会感觉浑身如同灼烧一般，心跳得很快。第二天醒来之后呢，他就会感觉胃部非常难受，有时还会出现头晕、恶心、便秘等症状。猫先生每天暴饮暴食，导致胰腺不是很好，肝脏也发出了报警。长此以往，猫先生的各个器官就有可能发生病变。在身体感到不适的同时，猫先生的心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他明明已经下定决心只吃一点零食，可是每次都很难控制住自己。吃完零食之后，他又会感到后悔和羞耻。可是下一次呢，他依然禁不住诱惑，还会吃很多的零食。那么说，猫先生如何做才能摆脱这种暴饮暴食的行为呢？心理专家告诉猫先生，若想摆脱这一行为，就需要从它的作用机制入手，了解自己对于食物成瘾的原因，然后找到一种健康的方式来替代暴饮暴食的行为。心理专家说，如果深陷吞咽食物所产生的安抚快感之中无法自拔，你可以买一个按摩椅，或者通过找专业人士做按摩，以获得同样的安抚快感。
让他来代替暴饮暴食的行为。猫先生又问道，那么如果对进食之后的饱腹感产生了依赖，又该怎么做呢？心理专家建议说猫先生可以蜷缩在沙发的一角，把填充物较多的抱枕垫在肚子上，静静地待上一会儿，也能产生类似饱腹的感觉。如果暴饮暴食行为是由孤独空虚引发的焦虑情绪造成的，猫先生就可以通过多参加社会活动，融入集体，积极地表现自己，发挥自己的价值，以摆脱孤独空虚，收获价值感与安全感。心理专家还告诉猫先生，对于那些普遍存在的焦虑情绪不能假装它不存在，一味地去回避，要学会去接受，积极主动地寻找产生焦虑情绪的原因，充分评估自己的能力，并且树立明确的奋斗目标。明确的奋斗目标就好像是标尺一样，它可以帮助你度量自己的日常行为是否合理，自己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是不是都用在了有意义的事情上。如果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你就能获得价值感。一个人只有提升了自我的价值感，才会使很多焦虑情绪得到缓解。即使暂时没有缓解焦虑情绪，你也能识别出焦虑情绪产生的原因，提升情绪的自控力，减少很多情绪问题。咨询结束之后猫先生按照心理专家的建议，开始减少对食物的摄入。在女友的帮助下，猫先生开始吃一些清淡的食物。而此外，猫先生每个周末都会体验一次专业按摩，平时则坐在沙发上抱着抱枕休息。在体验按摩时，猫先生发现这家按摩店经常举办读书沙龙。参加了几次读书沙龙之后猫先生结识了许多与自己一样爱读书的新朋友，进而又丰富了自己的生活。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饮食可以给人带来安全感，运动同样可以给人带来安全感。大多数的人之所以偏向饮食而非是运动，是因为运动的过程漫长而乏味，而饮食则可以瞬间给人带来安全感。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为您出品的《猫先生的情绪自救》，作者董如风，由青竹小兜为您分享。购物成瘾，不假思索的疯狂行为。双11到来了，猫先生的女朋友早已将要购买的商品放进了购物车，付尾款的时间还没有到，他就已经将自己和猫先生3个月的工资全都花光了。猫先生并不介意女朋友花钱大手大脚的，但是让他接受不了的是呢，当收到选购的商品之后女朋友竟然看都不看就扔在了一旁。看着不停地说着这个不好那个也不喜欢的女朋友，再看看这满屋的快递盒，猫先生觉得是无比懊丧。他很疑惑，为什么有些人喜欢不停地买那些自己并不需要的东西呢？心理专家告诉猫先生，疯狂的不加思索的购物行为是一种非理性行为。这种行为背后最简单的心理逻辑就是囤积。那么人们为什么要囤积物品呢？因为囤积物品会给人们带来一些安全感。即便没有安全感缺失的问题，人们也喜欢通过购物让自己获得内心的舒适感。除了囤积心理，还有什么原因导致人们产生非理性购物行为呢？心理专家告诉猫先生，人们的非理性购物行为还可能与父爱的缺失有关。在所有的文化背景中，父亲都有一种给予的意味，或者说父亲就是一种抽象的经济符号，是家庭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在大多数的家庭中，父亲所扮演的是赚钱养家的角色。在面对孩子时，父亲大多会通过花钱购买礼物的方式来表示对孩子的爱。久而久之呢，
孩子在内心深处就会形成一种固定的逻辑，即父亲的爱等同于花钱购物。那么在孩子长大以后，遇到挫折或者心理创伤，想要获得父亲的爱与支持时，就会启动潜意识中的购物欲望。如果一个人在小的时候缺乏父爱，那么在长大之后，他很可能就会通过非理性购物行为来弥补自己潜意识里缺失的那部分本应该由父亲所提供的安全感。原来非理性购物的行为背后有这么复杂的心理逻辑。猫先生恍然大悟。听完心理专家的分析猫先生认为女朋友并非是因为缺乏父爱才产生非理性的购物行为的，但是他实在想不出其他的原因。心理专家问猫先生，你女朋友最近的情绪是不是比较低落？猫先生稍加思考之后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心理专家对猫先生说，通过非理性购物排斥负面情绪是很常见的行为。购物能够让人真真切切地体验到欢快感，它的本质是激活大脑的奖赏中枢，刺激多巴胺的释放，创造美好的体验。在这种欢快感的支配下，人们的行为就可能会不受控制，产生冲动而且过度的消费行为。此外呢，价值感过低也会让人产生负面情绪，进而出现非理性的购物行为。当一个人因为价值感过低而出现负面情绪时，他会很渴望得到社会的认可，而借助那些带有身份标识的物品，可能会让他获得一些赞美与表扬，使他获得一种融入社会群体的错觉，进而产生了重拾价值感的体验。通常情况下，人们若想获得价值感，需要耗费较多的精力。想要获得高收入，需要努力的工作；想要获得别人的感谢，需要帮助他人。但是购物的行为不同，人们并不需要付出太多的努力，便能从中收获价值感。一个人在挑选自己喜欢的商品时，能够刺激自己幻想出拥有这件商品以后的样子，进而幻想出它带给自己的美丽人生。而最重要的是呢，购物往往能够获得消费服务。在购物的过程中，卖家将消费者放在第一位的态度，可以让消费者获得极大的满足感和价值感。掌握了女朋友所出现的非理性购物行为可能的原因之后猫先生开始仔细观察女友的生活状况。他发现，随着年龄的增加，女朋友担心自己逐渐老去，青春不在。看着身边初入职场的小姑娘，她慢慢的就失去了自信，担心自己会被职场淘汰，所以女朋友才会在购物软件上买了很多漂亮的衣服、口红和鞋，希望通过打扮自己来获得内心的安全感。而其实呢，猫先生的女朋友在疯狂购物结束之后也会后悔。购物时由于情绪激动，女朋友并没有考虑自己是否需要这些商品，只是感觉整个过程是很开心的。谁知等商品到货之后她的情绪不仅没有变好，反而变得更糟了。心理专家认为，猫先生女朋友所表现出来的非理性的购物行为，并不能被定义为购物癖。要确定某种非理性购物行为是购物癖，一定要满足3个重要的标准，即购买物品的数量较大，且皆为非必需品，购买之后并不实用，大量的购买超出自己经济能力范围的物品，导致产生了严重的经济压力，甚至是负债。在购物之后会产生强烈的迷茫感、罪恶感，再一次购物之后又会瞬间感觉身心畅快，然后继续产生罪恶感，如此的反复循环。心理专家认为，猫先生的女朋友只是出现了非理性购物行为，还没有发展到购物癖的程度，所以猫先生不必担心。但从经济承受能力的角度来考虑
猫先生有必要采取一些方法来解决女朋友非理性购物行为的问题。首先呢，猫先生可以帮助女友制定消费的标准。例如，购物之前呢，猫先生可以和女朋友一起列出清单，然后严格按照清单来选购商品，不能随便的增加商品。购物时，消费金额也不得超出预算，尽量购买那些便宜的东西，以防后悔。其次，猫先生可以将女朋友的购物场景从线上转变为线下。一般情况下，在线下场景购物时，人们就会更理智一些。一旦离开了购物场景，大脑之中多巴胺分泌强度就会降低，人们就容易做出理智的决策。在女朋友即将进行冲动消费时，猫先生可以暂时带她离开购物场景，以降低她冲动消费的可能。最后啊，猫先生可以显化女朋友的情绪问题，阻止她在情绪不稳定时消费。猫先生可以通过积极表达爱的方式，让女朋友感受到爱，来获得足够的安全感。经常的陪伴她，帮她重新获得自信心，鼓励她相信自己是最好的，让她感受到自我价值感。通过与心理专家的交流，猫先生对购物狂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于女朋友的非理性购物行为也变得更加理解和包容了。现在，猫先生鼓励女友在遇到情绪问题时及时的向自己倾诉，通过购物和交流帮助她宣泄情绪。而此外，猫先生在节假日还会陪她出去野炊，送她花束，让她感受到爱与陪伴，更有安全感。在猫先生的努力之下，女朋友终于不再疯狂的购物了。最后我们总结一下，购物狂问题有着严格的判断标准，偶尔的非理性购物行为并不能被视为购物狂。购物狂的问题要在心理层面和经济层面同时来解决，否则很容易就出现心理问题解决了，但经济却崩溃了的情况。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为您出品的《猫先生的情绪自救》，作者董如风，由青竹小兜为您分享。高敏感既是烦恼又是天赋。猫先生最近感觉很烦，他觉得自己好像有些过于敏感了。猫先生借用朋友的手机拍照，结果不小心呢，把手机屏幕给摔碎了。他赶忙和朋友道歉，却只从朋友那儿听到了一句没关系。从此猫先生便觉得他和朋友之间的关系怪怪的。虽然说两人没有什么明显的矛盾，但是猫先生一直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猫先生打算与对方约个时间，把问题说清楚。猫先生问他的朋友，这周末咱们一起踢足球怎么样啊？过了好久之后朋友才回答说，周末我有约了。猫先生又问，那周五呢？朋友回答说，不行周五忙。因为约会时间没有确定下来，猫先生心里边郁闷极了。他想起之前摔坏了朋友的手机的事儿，就觉得朋友肯定还在生他的气呢。猫先生本打算跟朋友继续聊一聊，可谁知对方却不再回消息了。他越想越觉得闹心，觉得朋友就是不想理自己，很讨厌自己，打算跟自己绝交，只是不好意思说出来罢了。因此猫先生就变得暴躁易怒，他感觉很压抑，却又不知道如何摆脱这种心理，只好向心理专家求助。心理专家对猫先生说，你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变化，是因为你过于在意生活中身边一些人的看法了，导致你积攒了很多的负面情绪。心理专家指出，猫先生因为自己做错了事情而感到焦虑，因担心他人讨厌自己而恐惧，
因为对方与自己若即若离而纠结，因自己总是想得很多，却什么也做不了而郁闷。最终，猫先生便将这些负面情绪都积攒在心里了，出现了易激惹状态，变成了一个连自己都讨厌的暴躁易怒的人。猫先生长出了一口气，原来自己是因为害怕失去这个朋友，所以才过于敏感的。最后是给自己营造了一种可怕的错觉。心理专家告诉猫先生，敏感状态的形成除了负面情绪的积压，还有可能有3种原因，分别是先天神经敏感、心理创伤和后天训练。先天神经敏感指的是先天神经敏感强度很高，如果反应强度很大，就会易达到易激惹的状态，变得暴躁易怒；如果反应强度很小，就会压抑自己的情绪，逐渐变得郁郁寡欢。心理创伤所形成的敏感症状比较有针对性，一个人如果遭受过身体或者心理上的伤害，也就很容易出现敏感心理。猫先生小的时候曾经遭遇过校园霸凌，产生了很严重的心理创伤，所以他在与人交往时总是会过于紧张，害怕自己受欺负，也害怕自己交不到朋友。心理专家进一步指出，心理创伤所形成的敏感通常与原生家庭的不和谐关系有关。原生家庭的家长如果对孩子过于严厉了，使孩子长期处在批评性的环境中，便会让孩子对自己要求过于严格，一旦犯错就会反复的纠错，进而出现了敏感的症状。家长如果长期处于暴躁易怒、经常吵架的状态，也会给孩子造成心理创伤，使孩子过度的惊恐，日日如履薄冰。猫先生回忆起童年时的经历，那个时候爸爸妈妈也是经常争吵，有时候还会打翻桌子。父母之间的不和谐关系对他的童年造成了很深的影响，使他长大之后便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对于人际关系非常的敏感。但是敏感却并不一定是坏事情，通过后天学习和训练达到一种健康的敏感状态，这对个人发展也是大有裨益的。比如说心理专家们为了更深层次的了解案例，就会刻意提高自己的敏感度，这不仅不会让他们产生心理问题，还会让他们更好地帮助咨询者来解决心理问题。心理专家还指出，猫先生之所以被敏感问题困扰，是因为他将敏感的情绪放大了。在两人聊天时一方暂时离开是很正常的，但猫先生却因为敏感而焦虑，进而怀疑朋友是故意的不理自己，恐惧朋友会讨厌自己，最后认为朋友是打算和自己绝交，完全是自己想的太多，放大了敏感的情绪。猫先生对敏感问题有了一个客观的了解，他知道了敏感者有时会夸大事实，但却并不知道如何摆脱敏感给自己带来的负面影响。心理专家建议说猫先生可以通过以下的方法来摆脱高敏感。首先，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比如转移注意力，让自己从过度的自我关注中走出来，防止出现过度情绪化的思考，不要放大或者扭曲带来困扰的现实事件。其次，要尝试进行自我劝说，可以通过自我对话的方式，告诉自己可能是放大了敏感事件的严重性，做了过多的猜测和基于自己敏感情绪的认知加工。也可以劝慰自己，不要过于在意别人的反应，别让自己因为他人的一举一动而变得越来越焦虑。还可以进一步的剖析敏感事件，增加自己对于这件事情的了解。再次，若真的想让自己脱敏，可以不停地重复让自己敏感的话题或者事物。比如说，猫先生对于校园霸凌的话题就很敏感，
那就要主动尝试和朋友聊这一话题，让自己对他免疫，并通过不断的交流，对校园霸凌形成一种更加正确的认知。最后，还要努力将积压的负面情绪释放出去。猫先生对好朋友之间的交往是比较敏感的，当不小心摔坏了朋友的手机时，他会恐惧对方生气，害怕对方会讨厌自己，更害怕失去这个朋友，为此产生了很多的负面情绪。此时，猫先生就像是个气球，被冲入了太多的气体，如果不能及时的释放一些，就会砰的一声爆开的。心理专家还提到，将负面情绪释放出去以后，敏感就不能控制大脑进行判断了，而此时就可以将有建设性的认知重构，帮助自己更有效地摆脱敏感的控制。比如说，猫先生因为童年遭遇了霸凌，家庭关系不和谐等问题，产生了付出真心不一定得到回报，还很有可能会遭受伤害的想法，认为别人都是不值得信任的。亲密关系更是矛盾冲突所产生的源头。但事实上呢，猫先生如果能够重新架构自己的认知，就会发现，虽然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成为自己的朋友，但是以真心待人的朋友还是会有很多的。自己如果不相信别人，又怎么能获得来自别人的真诚的友谊呢？心理专家补充道，敏感的特质有时会给人们造成困扰，在这样的情况下，却是人们不可多得的优势。设计、写作、咨询这些行业都需要有较强敏感性的人。事实上，敏感就如同是很多负面情绪所导致的问题一样，是既有弊又有利的。咨询结束以后，猫先生按照心理专家的建议，打算以坦诚相对的方式来解开与朋友之间的误会。当听了猫先生的解释以后朋友哈哈大笑道，兄弟你太见外了，这个周末咱们一起踢足球吧。朋友的爽朗真诚让猫先生解开了心结，也让猫先生认识到了自己应该学会正确的对待敏感，不能让敏感影响自己的情绪，这样才能过上更幸福的生活。最后我们总结一下，敏感者对于冲突往往会有比常人更严重的误判，所以要在事后经常的复盘。敏感作为一种特质，在某些方面困扰着人们，但是在很多领域也是一种难得的天赋。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猫先生的情绪自救一书到此就全部播放完毕了。青竹小兜在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希望本书的内容能让您在生活中更加自如地控制自己的情绪，让好心情天天陪伴着我们。